大秦咸阳城外，这个21世纪穿越来的男人接了皇榜，从此一枝独秀，带领嬴政灭6国，统天下，打造万年大秦，功盖千古。公子扶苏欲寻名师一名，凡通过秦王考核者，一律赐千金，上官大夫爵位，为公子师。这不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吗？凭我穿越者身份的学识，想要成为公子师，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家人见过秦王，秦王万年，秦国万年。先生不必多礼，不知道先生是哪一学派的士子？除了儒学，啥都学。难道你是杂家学子？我并非杂家弟子，只是平日学过诸多学说，广有涉猎罢了。既然广有涉猎，那又为何不学习儒家的典籍呢？我儒家典籍博大精深，岂是什么人都能学习的？你这是看不起谁呢？不是我不学，其实我也读过《论语》，只是现在这些儒家的弟子将祖师爷孔子真正的意思都给理解错了，所以这才不学。庶子无礼，竟敢在此大放厥词！秦国以法立国，儒家一直不受待见。对不住了，哥们，要踩你了。既然是儒家经主，想来对《论语》应该相当熟悉了。请问朝闻道夕死可以是何意思？这么简单都不明白，还自称什么世子？老夫今天就好好教教你。朝闻道夕死可以之意是，早上听闻大道，即便晚上就死了，也是值得的。记住了吗？非也非也，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早上知道去你家的道路，晚上你就可以去死了。胡言乱语，小子竟敢篡改我儒家教义！别着急啊，还有，请问君子不重不威何解？当然是君子要庄重，不庄重不足以显露威仪。不对不对，这句话的意思是，打人下手要重，不重他们不会怕你。李先生不可乱言，方才都是戏言。不过在下还知道，不学礼无以立的意思是不学习礼仪来尊重我，我就把你打得无法站立。温故知新，以前打残的人遇见了要再打一遍，就会有新的感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遇到说话不好听的人，把他打到半死，说话就好听了。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来了，就安葬在这里吧。原来马屁还可以这样拍。刚才的事自有儒家的人来找你算账，寡人也就不管了。你既然来应聘扶苏的老师，想来必有些学识，寡人就来考考你。请秦王出题。寡人大军正在攻赵，你觉得这次攻赵能灭赵否？秦王，以我之见，这次秦军必然大败，不但会败，而且上党之地也守不住。大胆！我秦军战无不胜，岂是你说败就败的？此人乃是狂士，陈情斩此人。好个狂生！来人，将这狂生拿下！你就在这吧，放心，这7个人也没犯多大的罪，也就是杀了几个人什么的。有话好好说，我可也是练家子，我下手可黑。你们听故事吗？我会讲故事。西游记听过吗？石头里蹦出一个猴子。话说从前有4大洲，咱们就在这南瞻部洲上，而在另外一个大洲东胜神州中，有一个傲来国。后来呢？那只猴子打上了凌霄宝殿咋样了？快去拿水。这水怎么喝？有干净点的水吗？我给你们变点小魔术吧。能让浊水变清，这是仙人下凡啊！嬴政可是神仙方士的终极粉丝，长生不老的严重痴迷者。我虽说还有不少类似浊水变清的手段，但是也变不出长生不老的灵药。这要是以仙人的身份进入秦王的视线，以后可就麻烦了。我可不是仙人，不过是一点小手段，你们要是愿意学，我可以教你们啊。我等戴罪之人，竟然能有此仙缘，得仙人传授仙术，从后我等必定以仙人马首是瞻，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于是，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虾仁愉快地收了8个学生。
其实这种过滤水的办法在后世已经烂大街了，但是在战国时代又怎么会有人理解呢？于是咸阳大牢里有个仙人的传说在咸阳不胫而走，不过3天时间就已经让整个咸阳人尽皆知，无数的达官显贵和富商前来咸阳大牢拜访虾人。这人是秦王亲自下令抓来的，虽说秦王没有王令，不允许他见客人，可是也没有王令允许他见人啊。但是满城显贵，又怎是我一个小小的咸阳令能够得罪得起的？上奏折。仙人浊水变清的手段有点意思。赵高，王上有什么吩咐？你去一趟咸阳大牢，将那个狂生请来见寡人。No， 还是寡人亲自去吧。王上乃一国之君，如此礼遇一个狂生，怕是不妥。没什么不妥的，只要他有真本事，寡人就给他个礼遇又如何？什么情况？看守的侍卫呢？这些马车又是谁的？却说这位齐天大圣被擒拿之后，是刀不能劈，斧不能剁，南斗星君之火不能烧，雷部星君之雷不能损其分毫，只记得玉帝老儿是3尸暴跳，七窍生烟。嬴政顺着声音走了过去，却看见大牢之中虾人大声讲述着故事，口沫横飞，周围坐满了权贵，衙役则站在一旁，丝毫不怕犯人借机逃走。眼前的这一幕，嬴政只觉得血气上冲，脸上涨得通红。身旁的赵高被这一幕吓了一跳，正想通报，却被嬴政拦了下来。好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寡人倒想听听这个狂生又在胡说些什么。玉帝拿猴子算是没了办法，此时太上老君却启奏玉帝，我那炼丹炉中的3昧真火乃天地真火，索性将妖猴拿去我那炼丹炉中，烧他个749日，将来能炼成1颗金丹，也算他为天庭做出一份贡献。玉帝闻听大喜，就将猴子押去老君的兜率宫，关入炼丹炉中，用3昧真火煅烧749天。这还不把这只猴子烧成灰吗？完了！别着急，精彩的还在后面。接下来，虾人把猴子在炼丹炉中如何得到火眼金睛，又踢倒炼丹炉，打上凌霄宝殿，打得众神俯首的场面，连说带比划，说得栩栩如生。别说那些听众，就连嬴政都听得入神，甚至都忘了自己的来意。就在虾人说到猴子要玉帝让出地位，让自己干2天的时候，赵高却听不下去了。大胆，王上在此，还不速速拜见？王上恕罪，王上恕罪。先生好大的胆子啊！胆子不大，也不敢来虎狼之秦当公子的老师啊！大胆，竟敢大放厥词！来人，将这狂生拿下，就地正法。秦王还没发话，你算什么东西？竟敢越俎代庖！你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自己编的小故事，不过是戏耍之作而已。怎么，秦王想听吗？听说你会浊水变清的法术？不是仙术，不过是一点过滤的小手段罢了。哦，可能给寡人演示一番。这有何难？来人，取浊水、甘草2块布来。哦，果然是小手段。赵高，回宫。喂，秦王，你这就走了？先生都已经是我秦国的阶下囚了，莫非还想请寡人用膳不成？我请你吃饭，你都把我折腾成这个样子了，我他妈还请你吃饭？慢走不送，下次别来了。你的人头先祭放在你的项上，再有如此荒唐的事情，夷3族。小的知道了，小的知道了。好好照顾虾人先生。王上继承王位15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王上的笑容。看来这个狂士不是一般人，以后但凡他的要求，只要不违反秦国律法，一概满足。这个虾人是大才啊！虽然对兵事上不太精通，但是过滤水这样的手段却正合我秦国之用。既然大王觉得这狂士是大才，却为何不将他请出来，还要关在牢里呢？他人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宁愿委屈一点自己，也要哄着。但是寡人不同，大秦灭6国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寡人不需要哄，也不能哄。虾人才华是有的，但是太傲了，初登秦国大殿就敢气昏寡人的客人，似这样的人物，不磨磨性子，寡人又怎么能用？先让他在牢里多待几天，待错掉他的锐，自然能为寡人所用。王上思虑非奴婢所能之也。从今天起，你让黑冰台密切监视虾人，每天都要将他的一举一动都报给寡人知道。另外派人去查一查他的来路，
怒。赵高应了一声后，便不再多问。嬴政估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眼前的这个忠厚的内侍，就是日后让大秦帝国轰然崩塌的罪魁祸首。此时牢房里的虾仁并不知道他在嬴政心目中的地位已经有了提升。不过经过嬴政这么一来，他在牢里的生活却比之前要好上数倍。咸阳官署上到咸阳令，下到牢头，对虾仁都是有求必应。先给他换了一间单人的牢房，打扫得一尘不染，每日里更是好酒好菜的伺候。反倒是虾仁觉得一个人住太过无趣，又转回了那间8人的牢房，每天跟那几个犯人吹吹牛，讲讲故事，小日子过得也算舒服。就这样过了10来天。先生，这是咸阳令刚得的黄羊，让小弟给您送来。这是人吃的东西吗？先生，这可是上好的黄羊腿，请了最好的厨子调理的，怎么能不是人吃的东西呢？看看你们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去准备东西，我今天就给你们露一手，让你们尝尝什么叫人间美味。花椒、桂皮、姜、葱都有了，酱油呢？先生，实在是不知道您说的酱油是何物。按您说的，咸的色黑，这罐豆浆您看合用吗？就用它了。糖呢？先生，糖太贵了，这是我自己去山里取来的野蜂蜜，您看合用吗？野蜂蜜这玩意可是好东西。锅呢？锅在哪？您说的锅没找到，您看这口釜能用吗？勉强用吧。虾仁一脸嫌弃，但是他也知道炒菜用的那种前底炒锅要到宋代才被发明出来。好在他今天要做的是黄焖羊肉，倒是也用不上那口炒菜锅。这是什么味道？这么香！这等吃食实在是太好吃了，能否请先生再做一斧？这么大一斧还不够吃吗？你们倒是给我留点啊！我去，你们是饿死鬼投胎吗？有劳先生再做一斧，我想让自家老娘和媳妇也尝尝这等美食。王上，这是咸阳令派人送来的奏折和吃食。哦，寡人尝尝。王上，尚未试毒。虾仁先生不像是来刺杀寡人的人，何况所有的东西都是咸阳令准备的，不妨事。王上，真的这么好吃吗？好吃，可惜少了点。寡人让你去查查虾仁先生的来历，可曾查到？王上，奴婢无能，这虾仁先生就如同凭空出现一样，黑冰台暂时还查不出他的来历。无能。黑冰台是秦国最大的情报机构，从孝公时代就已经存在，人员遍布6国，现在竟然连一个人的来历都查不出来。奴婢无能，请王上再给奴婢一点时间，奴婢一定将李先生的来历查清楚。嬴政不再说话，只是盯着那个空了的罐子，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虾仁并不知道自己的羊肉被咸阳令送进了宫中。自从他做了一顿羊肉之后，整个咸阳官署的人都觉得现在咸阳的吃食索然无味，每天一到饭点就等在虾仁牢门口，眼巴巴地看着他。于是咸阳官署行政总厨虾仁光荣上岗了。今天让咸阳令送来10几只鸡，你再去找来一些黄泥，我给你们做点新鲜东西。先生，这玩意真能吃吗？行，你害怕就别吃，待会我多吃2只。下官可不是那个意思，先生做的都是天上才有美味，即便是一个泥块，想来味道也是好极的。什么泥块？味道好极了。秦王日理万机，怎么有空来看我这个阶下之囚？先生这个生活可不太像阶下之囚呀。这是你儿子扶苏。正是，扶苏还不叫虾仁先生。虾仁先生好。小扶苏好，真懂礼貌。这可是秦国的公子，怎么就直接上手了？算了，正主都没急，我急啥？小扶苏，你来的时候吃东西了吗？还没有。算你有口福。我请你儿子吃，又没请你吃，你还要不要点脸？你给我放下！你们这帮牲口啊，倒是留一只啊！就这胖子，日后竟然成为了千古一帝吗？先生说啥？我说今天的鸡做的可还行？岂止是还行，寡人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鸡。先生觉得我儿扶苏如何？公子不错，难得的家公子。寡人却嫌这孩子的性子太过柔弱，我大秦以武立国，这孩子怕是支撑不起来。先生可有办法让这孩子坚强一些吗？敢问秦王是否有了公召的消息？
先生果然厉害。今日清晨收到战报，我大秦的北路军已经顺利地攻下狼孟和番吴。赵国灭国在即，先生还要坚持此战大秦战败的看法吗？果然还是按照历史上开展的剧情。秦王在下有3问，不知当问否？先生尽管问来。请问攻下狼孟和番吴，赵军损失多少？李牧现在何处？南路军却又在何处？军报中只说了攻下2地，却没有说斩杀赵军多少人，更没有说李牧的去向，而南路军却刚至中牧。嬴政愣了一下，今日带扶苏前来，除了想尝尝虾人做的美食，再就是要用前方战报打打虾人的傲气，顺便让虾人教授扶苏。而如今虾人的这3个问题，他竟然有2个不知道，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秦军将士威武，必然能胜。赵军虽失2地，然军力未损。李牧统帅的赵国飞起，秦军竟然连踪迹都探寻不到，而南路军却受阻于中牧，迟迟不能进邯郸。敢问秦王，还敢说能胜吗？我秦军将士威武，必然能胜。秦王说能胜，那就能胜吧，只是可惜了那些葬身战场的将士们。先生就如此看不上我秦军吗？既然如此，敢与寡人打个赌吗？打赌？如何赌法？如果此战我秦军果如先生所言败了，那寡人就以王家亲自请先生入朝，拜为上卿，4万金，赏府邸，为扶苏师，如何？那如果秦军胜了呢？如果我秦军胜了，那先生依然还能为扶苏师，只是却只能做个奴隶，如何？就这么定了。命令黑冰台全力侦查李牧的去向，并传令给前线2军，让他们小心李牧偷袭。诺。嬴政立下赌约，看似在跟虾人赌气，但是他却不会拿秦国将士的性命开玩笑。他现在也发现了，赵国好像在下一盘大棋，稍有不慎，秦军很有可能战败。扶苏啊，父王可能给你找了一个了不起的老师哦。先生啊，快赶紧的洗漱一下，换上新衣。王上车驾就在门外恭候先生。嬴政拜见先生，先生大才，寡人甚为佩服。今拜先生为上卿，请先生与寡人同车回朝。山野之民不堪王上之礼，王上如此待臣，臣敏感五内，愿为大秦效死。虾人虽然之前不太给嬴政面子，但是这时候却知道分寸。他本来只是为了关大夫的爵位而来，现在却得了一个上卿，十分知足和感激。先生之眼光，着实让寡人佩服。秦国败了，北路军被击溃，南路军被迫撤军，上党之地重回赵国手中。唉，昭襄王数年之功，竟然毁于一旦。王上何必忧心？大秦虽败，然以我秦军将士之勇猛，赵国损失必然不小。虽拿回上党之地，却也没有久守之力。而我秦军休整数年，再次伐赵，可尽全功。先生可算是说到寡人的心坎里了。不过有件事要提前告诉先生，现在百官都在朝堂上等着，只是军方的一些人说先生诅咒我大秦战败，对你的意见大得很呢。这他妈都能怪到我头上？我的诅咒要是这么管用的话，我不就成仙了？哦，对，我好像有一个仙人的称号，我就说这称号不能要吧。咸阳宫的正殿中，文武百官看虾人，眼神有羡慕，有不屑，有厌恶，有好奇。只有站在左手边的文官班列中，有一道还算是善意的目光。虾人顺着目光看去，向那人点了点头，略作回应，随后在大殿中间站定。今特拜虾人先生为上卿，为公子扶苏师，4万金，赏大城宅邸1座。大王，此事万万不可！末将以为大王不可封这狂生为上卿，此人对我大秦居心叵测，出言诅咒我大秦。况且末将听闻，此人在咸阳大牢中以仙人自居，实乃妖人。末将以为非但不能封为上卿，而且该斩首弃市。桓乙将军此言大谬，臣以为虾人先生能预料到我大秦会败，恰恰证明了他的眼光独到，才华横溢。况且臣听闻虾人先生传授秦民浊水变清的手段，解了我秦民饮用浊水之苦，仅以此功封个上卿就不为过。不过是区浊水变清就能当上我秦国的上卿，那我秦国的上卿未免也太不值钱了吧？区却没见到桓乙将军能研究出这区。行了，伐赵之败，败在寡人对赵国估计不足。李斯说的对，虾人先生能预料到大秦失利，是他的眼光本事，与他事无关。
这个中年人竟然就是李斯，不愧是嬴政统一6国的谋主，就是会说话。我乃王翦，既然王上与李尚卿都赞许先生之才，王翦敢问先生对山东6国如何看？可能抵御我秦国否？王翦，战国4大名将中最后一位，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位。回王将军，山东6国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怎会是我大秦之敌？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先生此言，王翦不敢苟同。敢问先生，我大秦要灭6国，当先灭哪一国？当灭韩。韩国欺弱，一支偏师即可灭之，而赵国乃3晋第1强国，先灭赵国才是正理。这也是我大秦为何屡屡伐赵的原因所在。王将军此言差矣，我有一言，请诸君静听。赵国虽为3晋第1强国，赵国飞起更是天下闻名。然而正因如此，我大秦才不能把首要目标放在赵国身上，与赵国硬碰硬，损失太大，与我秦国不利。而韩国则不同，韩国虽然积弱，然弓弩之术却在我大秦之上。灭韩国不过举手之劳，收其的边其民，让其弓弩之术为我大秦所用。赵国虽然此战获胜，却是惨胜，此后绝对不敢主动出击。而魏国尽失河东之地，自顾不暇。齐国被燕国险些灭国，虽有田丹复国，却实力大损，不复如初。楚国重礼胆弱，必不敢孤军救韩。燕国我就不说了，基本没有放在我眼里。韩国一灭，我大秦养精蓄锐，静待天下之变。我料想不出3年，赵国必有大灾，可趁机灭之。灭赵之后，再行灭魏，3晋一灭，剩余3国尽在我大秦的冰封之下。灭谁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先生能预料到赵国3年之内必有大灾。糟糕！我从浊水变清开始就已经在尽量避免在众人的心目中以一个神人的身份出现，没想到现在自己挖坑给自己跳，栽了！皇上，先不说虾仁先生预料赵国3年内有大灾的事情是真是假，但是他刚才所言精妙之极，依臣所见，可定为我秦国灭6国之国策。臣请王上下诏，今日虾仁先生之言不得出此大殿，有敢擅自泄露者，当斩。今日大殿所议之事，有敢向外泄露者，夷3族。今日得虾仁先生，我大秦如虎添翼。各位对虾仁先生代为上卿还有什么疑问吗？从今日起，虾仁正式封为秦国上卿。虾仁上卿果然不凡，所言振聋发聩，提神的很呢。李尚卿说哪里话？你才是大秦的中流砥柱，辅国重臣，虾仁万万不敢相比。不知虾仁长卿是何方人士？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师尊收养，所以并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你我皆官拜上卿，又如此投缘，不如结为兄弟如何？如此甚好。李斯当即表示愿意与虾仁结为兄弟，虾仁自然乐得在朝中得以强援，也欣然同意。虽然结拜仪式未行，但是李斯已改口称虾仁为二弟了。二弟，你还记得儒家经主淳于越吗？淳于越就是初登大殿时被我气昏的那个老头吗？你气晕淳于越虽说出了一口气，但是你也惹下了大祸。这时候的儒家能有什么大祸？儒家剑圣福圣入咸阳了，说是淳于越请来对付你的。儒家还有剑圣吗？儒家还有剑圣吗？怎么跟我认识的历史不一样呢？小老二见过2位贵人。你可是这府邸的官仆。回贵人的话，小老二正是本府官仆，不知道哪一位是本府主人。这位就是以后你们的主人虾仁上卿。小老二张大拜见主人。老丈快快请起。虾仁这么客气，张大有些不适应，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呵呵傻笑。李斯知道虾仁还没适应上卿的生活，他刚当上上卿的时候跟这时的虾仁也差不多。二弟不必跟他客气，他以后就是你家中的苍头，如果以后用得顺手，升他做个家宰也就是了。如果敢欺下瞒上，违背主家命令，打杀了也不妨事。小人不敢，小人不敢。老丈快快请起，用心做事就行了。狗才，难道让你家主人在门口待着吗？张大这才反应过来，将二人引了进去。这座府邸是吕不韦的房产，吕不韦被嬴政逼得自尽之后，这座房产也归秦王所有，所以房子说大不大，但是说小也不算小。虾仁粗略算了下，住个40-50人绰绰有余。这么大房子，我2辈子都还没见过。行了，
二弟，你今天就好好休息，也整顿一下家里，给那些奴仆立些规矩。另外，王上有谕，命你明早进宫，开始教导公子扶苏的学业，这是你入宫的腰牌。咸阳城大，我送你一架马车做代步之用，也免多了上卿的威风。多谢大哥。虾仁知道，在这个时代，一架马车的价值不菲，李斯送给自己一架马车，已经算是重礼了，心中更是感激。第二日一大早，虾仁便前往咸阳宫，不敢怠慢，毕竟他就是冲着人家扶苏来的。虾仁来到偏殿，公子扶苏早就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等着虾仁过来授课。虾仁看着安静的扶苏很满意，但又觉得一个12岁的孩子竟然没有寻常孩子那么活泼，略感诧异。他决定先跟扶苏拉近距离，活跃一下教学的氛围。扶苏啊，你现在每天都学习些什么啊？每日卯时学习剑术，辰时学习兵法，4时学习典籍文章，未时学习律法。现在先生来了，4时的典籍文章就换成了先生的课。好家伙，一天要学习4个时辰，换成后世的时间差不多8个小时，这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未免也太残酷了些。扶苏，先生给你变一个小魔术可好？先生，什么是魔术啊？来人，取一块薄木板、1根蜡烛和一个小陶罐。来，扶苏，你抓着陶罐，看能不能把木板提起来。不行啊，先生。先生有办法让你抓着陶罐就能带起木板。哇，先生，你果然是仙人。先生，你怎么了？小扶苏啊，以后千万不要叫我仙人，我跟你们一样都是普通人。而且你记住，以后谁要是跟你说他是仙人，不要犹豫，直接上去打他。来，先生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你说虾仁先生还有这等手段？来人，拿木板、蜡烛、陶罐，寡人也要试一试。嬴政虽然试验做成功了，心里也清楚这并不是仙术，但是却想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想了半天，干脆不想，径直起身来到虾仁授课的偏殿。现在小扶苏明白其中的原理了吗？来，给老师复述一遍。原理就是在我们身边存在一种气，叫空气，蜡烛在陶罐中燃烧，会让空气消失，出现真空，然后陶罐外面的空气就会将木板和陶罐挤压到一起，就可以抓起来了。扶苏拜见父王。扶苏今日学得可好？今天先生教了我空气的原理，父王要看扶苏给你做个小试验吗？嬴政点头同意了，却没有说其实自己已经做了一遍。先生为何要教扶苏这些，而不是典籍文章？也不能说我其实根本记不住那些佶屈聱牙的古文典籍吧。先认识世界吧。我教授扶苏的是我师门不传之谜，研究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研究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的，我们生活的世界。你可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大？为什么会有4季？为什么日月都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为什么人身体里的血液是红色的？为什么刀砍在人身上，有的人会惨叫，而有的人只是哼唧2声？刀砍人身上会叫唤，那是因为疼吧？这玩意还用研究？那你知道人为什么知道疼吗？学了你这门学问就能知道吗？那当然，我师门的这门学问学到高深处，可让铁鸟横空，铁舟渡海。虽有千里之遥，一日可达；人隔万里，音容常见。至于那些杀人的东西，我都不惜地说。要不，先生还是说说吧。虾仁看着嬴政和扶苏好奇的表情，再看看旁边的赵高同样期待，当即打开了话匣子。那我就说说。话说我师门中有一前辈，6根铁管冒蓝光，几息之内灭绝1000人；还有一位前辈创出一物名叫大炮，一炮100里，方圆数里尽为齑粉；更有一位前辈一到东风，将一座100万人的大城化为死地。我擦，什么东风能这么厉害？东风是名字，其实就是一枚核弹罢了。这些学问先生可都学会了？当然没有，我对这种都不感兴趣。你他妈不感兴趣，我感兴趣啊！那先生学会了些什么？我也就会一些炼糖、取盐、酿酒之类的民生小术，不值一提。这还不值一提？炼糖、取盐、酿酒，这哪一样拿出来都可混个富可敌国。没看蜀地的寡妇清，靠着几口盐井就成了天下7国最有钱的女人，就连王上见了她都不敢露出丝毫不敬。当然，主要是寡妇清给大秦的军需添砖加瓦了。但是，就是这样逆天的商道法门，在这狂士嘴里竟然都成了小数。先生，不知道贵师门还有多少弟子？
虾仁一看嬴政那副模样，就知道是被自己刚才的口无遮拦给吓到了，当即给嬴政吃了一颗定心丸。王上放心，我们师门在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弟子。这个世界，先生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果真是来自仙界吗？完了，说错话了，这家伙果然是误会了。请问怎么言简意赅向秦王嬴政解释平行宇宙的概念？在线等级。算了，不解释了。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很复杂，但是我不是仙人，也不是从什么仙界来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王上，我家里还炖着汤，我先告辞了。难怪黑冰台查不出来你的来历，原来如此。快开车！赶紧回家！让你没个把门的，这下好了吧？误会看样子是解不开了，以后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自己？我他妈这是被刺杀了！这他妈在车厢里待着，早晚变成刺猬。哥们，对不住了。我他妈招谁惹谁了？这下有救了！大胆贼人，竟敢行刺上卿！黑冰台，黑冰台，看来这是嬴政派来保护我的人。感谢王上，我以后一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誓保大秦。虾仁上卿受惊了。哪里，还要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敢问阁下尊姓大名？黑冰台卫士统领蒙宪，见过上卿。蒙宪，蒙恬将军是你什么人？蒙恬将军是我族兄。原来如此，将军能否护送我回府？不敢担将军之称，上卿直接唤我的名字就好。末将这就护送上卿回府。岂有此理！在秦国的国都，竟然发生有刺客刺杀一国上卿之事，传令封闭城门。黑冰台全力侦缉刺客，咸阳令中尉各个部门全力出手，务必要查清楚刺客的来历。咸阳城今夜无眠，虾仁却睡得很好。有了黑冰台的保护，他丝毫不在意，毕竟黑冰台可是专业的。外面什么事这么吵？主人遇刺的是王上命咸阳令全力缉捕刺客，搞得咸阳城风波四起，沸沸扬扬。蠢货，如此大张旗鼓，哪家刺客还能这么头铁？顶风作案，怕是早就找地方藏了起来。看来靠这些人是找不出刺客的踪迹来。既然官府靠不住，那就只能靠自己了。去府门外贴出告示，重金悬赏刺客，提供刺客消息者奖1000金，抓捕刺客者奖10000金。反正我有嬴政赐的10000金在身，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就不相信10000金的奖赏还抓不住刺客。有钱真好，尽快将赏赐送到上卿府。果然告示一贴出去，整个咸阳都轰动了。10000金之赏，在秦国甚至是6国都是第一次。就这样过了3天，虽然也有不少人前来说找到了刺客的踪迹，要领赏赐，但是蒙宪带人过去之后，却发现都是假消息。虾仁对这样的人也不客气，直接胖揍一顿送官，这才让来人少了些。也因为刺客的事情，虾仁这几日也没有进宫授课，天天在家待着。上卿好清闲啊！你是何人？为何擅闯上卿府？墨家巨子柴贤子拜见虾仁上卿。墨家巨子到此何事？来领赏啊！不是说有刺客的消息可以赏1000金吗？你有刺客的消息，可别是假消息吧？我们墨家的专业就这么不值得信任吗？墨家的专业不是机关术吗？对了，墨家还他妈是天下最大的刺杀组织，墨家找刺客那才叫专业对口。张大去取1000金。虾仁上卿果然大气，不过我此来却不是为了这1000金而来。那巨子要什么？我相信上卿的人品，先将消息告上卿，想来我的请求上卿应该不会拒绝。先说来听听。上卿大人要的人就在松风会馆。蒙将军，你知道松风会馆是什么地方？那是儒家在咸阳的大本营。儒家？刺杀我的人是儒家派出来的。好个儒家，表面上道貌岸然，竟然干出当街刺杀国家重臣的事情。蒙将军召集人马去松风会馆。这位上卿还是个暴脾气呢。上卿不可冲动，你可知道如今的松风会馆是谁在坐镇？谁？儒家剑圣福圣。差点把这个货给忘了。
敢问巨子，你又是如何知道刺客在松风会馆？我墨家的宗旨，想来上卿应该知道，本来是要求自力更生的，只是现在七国混战，自力更生的难度比较大，我墨家就有弟子开始从事其他行业来补贴宗门。你说怎么这么巧？我墨家一个弟子开的酒馆就在松风会馆正对脸，刚好见过刺杀上卿的那几个刺客是从松风会馆出来的，所以我就知道了。墨家把店开在了儒家大本营的对面，主要用意肯定不是单纯的为了赚钱。墨家如果不是为了监视儒家，能这么巧？不知巨子能否助我一臂之力？上卿，先说好，我给你消息是一个价钱，可要我墨家出手，那就是另一个价钱了。那就请巨子开价吧。我们的条件很简单，不要上卿千金万金，只要上卿在事成之后推荐我们墨家弟子进入大秦军中，只要上卿答应，不但我可以出手，我墨家还可以出动墨家剑士助上卿一臂之力。墨家一向敌视虎狼之秦，怎么突然要加入秦国的军队，在军队中发展自己的实力，然后造反刺王杀驾？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天下七国之中，唯有秦军的荣誉感最高，况且大都是关中子弟，想要策反秦军，几乎难比登天。那墨家到底想干什么？试射军方可不敢随意应承。巨子，此事我还需要好好想想，能否给我一点时间？此事确实难办，这样吧，无论上卿推荐结果如何，我墨家剑士都鼎力相助。见馋贤子如此大气，倒叫虾仁有些过意不去。他一咬牙一跺脚，也做出了承诺。巨子如此，虾仁感动肺腑。我也向巨子承诺，无论刺客能否抓住，我都保举墨家一人进入军中。我果然没有看错，上卿是个爽快人。既然如此，我这就回去召集墨家剑士，一个时辰后，松风会馆见。你说墨家人的脑子多少有点病，有门不走，非要上房。麻烦蒙将军派人入宫告知王上一切，请王上派黑冰台和虎卫助我。寡人觉得虾仁上卿要比儒家重要的多。黑冰台全力配合虾仁上卿的行动，出动一队虎卫，任虾仁上卿调遣，再给他捎一个口信，墨家的条件尽可答应。将会馆给我围住，不得放走一人。你这狂生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咋不说你们儒家干了些什么？是我士气晕了你，但也不至于派人当街刺杀我吧？你们儒家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我们儒家派人刺杀你，不可能。少跟我装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夫子的教导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敢做不敢当，还算什么大丈夫？你说我们儒家派人刺杀你，可有凭据？你又是谁？老夫福盛。原来你就是剑圣福盛。有人亲眼看到那些刺客是从你们松风会馆出来的。人证何在？人证一会就到，你们敢不敢让我们进去搜查一下？搜查？就凭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人证，就想搜查松风会馆？秦王嬴政来了，怕是也不敢这么做吧？大胆，竟然出言侮辱我王！多少年都没见过有人敢在我面前拔剑了。这样吧，你这小将如果能让我脚下移动半步，我就让你们进去搜查，如何？福盛，你也就会欺负一下小朋友，要不你跟我试试？馋贤子，你们墨家要插手？没办法，谁叫咱求人办事呢？胜过我，与你们搜查。需要胜你吗？看见了吗？那是我们墨家开的，我墨家弟子亲眼看见那些刺客从你们松风会馆出来，你总不会说我们墨家弟子的话不可信吧？是不是你安排的？给我搜！墨家中有戒律，首戒自相残杀，二戒信口雌黄。墨家从成立至今，从来没有发生过有墨家弟子说谎的事情。即便儒法两家与墨家是洪水火，在这一点上也不得不佩服墨家。报告上卿大人，什么都没有搜到。怎么可能？一定是前2天咸阳城闹的鸡飞狗跳，让主使者警觉销毁了证据。这帮猪队友，搜也搜了，你还有什么话说？走！今日之事，我儒家自会请王上主持公道。随你。哪个穿越的男主角能像我这么憋屈？哎，怪我消息通报的晚了。巨子已经尽心了，你放心，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做到。主使者尚未找到，我又怎么敢厚颜请上卿完成承诺？两码事，只可恨那帮余力打草惊蛇。刚才在松风会馆搜查的时候，有一个人不对劲。哦，什么人？应该是松风会馆馆主之子。我们在搜查的时候，只有他面色惨白，一脸心虚的模样。
而其他人则大都是义愤填膺，差点跟我们打起来。就是他了，我要这人的全部资料，就连他见过水、早膳吃的什么都要知道。此事末将无权做主，需要请示王上。这等小事不必惊动秦王，我墨家负责就是。句子爽快，我这就上书王上，保举墨家弟子入军。敢刺杀我，我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王上明鉴，有几个墨家弟子不错，适合在军中发展，反正你也同意了的，要不给个100人将。这个虾仁先生行文竟然如此直白，一点都没有修饰，偏偏寡人还挺喜欢，你说怪不怪？如此奏书，前所未闻，怕不是徒有虚名，不学无术之徒。有些时候，有些话不该你说。奴婢该死，不该乱说话。起来吧，你要感谢你以往的谨慎，救了你一命。听说墨家在帮虾仁先生查人，正是，已经出动了墨刺。墨刺，如果说黑冰台是七国情报界的顶流，那墨刺绝对就是七国情报界的天花板，摸不着顶的那种。墨家好大的手笔，这次虾仁先生的人情可就欠大发了。既然墨家如此识趣，那寡人就给他们一个恩典。赵高，告诉墨家，寡人允许他们墨家选6名弟子进入军中，1个25百主，2个5百主，3个百将。3日后，让他们去蓝田大营找王翦报道。诺。25百主是秦军的千人将，已经是秦军的中层军官了，甚至可以参与作战计划的设定，竟然给墨家如此高的待遇。法家的手伸得有点长了，也该给他们找点事做了。先生，你欠下的人情，寡人替你还了，希望你不要辜负寡人才是。此时的虾仁却不知道嬴政替他还了墨家好大的人情，他已经在黑冰台卫士的保护下来到了咸阳官署。他发现没有自己的班底还是不行，以后也不能全指望墨家能跟这次一样全力相助。他想到了他在咸阳大牢里坐牢的那几个狱友。大哥啊，那7个可都是杀人犯啊，过几月就要开刀问斩了，你这个时候要把人给捞出去，这活儿我干不了啊。少扯，你们大牢里的那些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找几个死囚换掉他们几个不就完了，然后我再给他们改名换姓，重新做人嘛。大哥，你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教我怎么违法，真的好吗？秦律严格，属下实在不敢干啊。只需要钱打点吗？我也没说让你白干活啊。3000斤够不够？不够5000斤。这不是钱的事，所有说不是钱的事，到最后都是钱的事。直说吧，这事要多少钱才能办？这不是钱的事，这是违法。行吧。上卿，且慢，我有一个主意，你先听听。哦，你有主意，说来听听。按秦律，杀人犯可以编进死士营军前效力，只要将他们编入死士营，上卿再去讨要，必然能成，既不违法又能救人，上卿何乐而不为？这倒是个办法。死士营归谁统帅？现在并无战事，死士营皆在蓝田大营训练，应该是王翦将军统帅。王翦，这哥们好像对我有那么一点点不友好，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按咸阳令说的办吧。让虾仁没想到的是，王翦没有丝毫为难他，接到虾仁手书之后，直接就将这7人划给了他。那7人从咸阳大牢出来被送到上清府的时候，还一脸懵逼，弄不清楚情况。直到虾仁出现向7人讲明缘由，7人才知道原来是虾仁救了他们。感谢先人大恩大德，从后我等必定以先人马首是瞻，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以后不准再叫我先人，你们先充作府里的护卫吧。我给你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七星卫。有了自己的护卫班底，虾仁心中安定了些。不管武艺如何，好歹是自己人。竟不辱命！快仔细说说。果然是那松峰会馆的馆主之子。句子，麻烦你再跟我说说他的具体情况。那人叫陈离，魏国的移民，家中颇有资财，在咸阳城中有些产业。为找靠山，找到了淳于越，给儒家建了这座松峰会馆，供儒家弟子在咸阳落脚之用。他父亲也被淳于越收为弟子。他家是做什么生意的？开酒楼的，据说生意不错。老子这把要是不让你们儒家主动把人交出来，老子就不姓虾。在虾仁与儒家发生冲突之后，儒家一连几天严阵以待，等着他下一步的动作。但是让儒家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虾仁此后竟然没有丝毫动作，平静的好像根本没有这件事发生一样。福如，那小子几天了都没有动静，你觉得他会干啥？这小子现在是秦国上卿，又有墨家相助，为了儒家大事，轻易动不得。
正是，这等少年新贵，大多心高气傲，当街遭受刺杀，这事我不相信他能忍得了。但是我们儒家却偏偏动不得，让人如此奈何。对了，那个安排人刺杀虾仁的人查出来了，是谁？难道真是儒家弟子安排的？陈离，这个蠢货，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此事暂时瞒过了那狂士，但又怎会瞒得过王上？王上应该已经知道这件事的主使者是谁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王上一直隐而不发，但他一定有他的算计。可要除掉陈离？不可，此时除掉陈离就是杀人灭口，岂不是坐实了刺杀虾仁之事是我们干的？此时既不可杀掉陈离，也不可让别人杀了他。福如，你可能要派几个人贴身保护他。我这就去安排。这就是你的算计。属下愚钝，王上恕罪。你一个堂堂黑冰台的大统领，竟给寡人出些馊主意，屠了陈离满门，那还不闹得七国沸沸扬扬？你有证据，这么干，寡人的脸面还要不要？你以后少点杀气，多用脑子。去给寡人盯紧了儒家那伙人当街刺杀上卿的事情，寡人不想看到第二次。好好的一个军中悍将，怎么才统领了黑冰台几年，就这么鬼气森森的？主上，这是我们按您交代的，精心挑选出来的20个扩充人员，个个都有一技之长。你们现在成了虾家的奴仆，照惯例，主家要新取一个名字，但是我是一个取名废，取不出什么好名字来，干脆就虾大、虾二这样排下去吧。可是搞好了，回禀主上，酒楼已经搞好，请主上择日开业。好，速度还挺快，不用择日了，3日后就开业。你去买些布帛回来，把竹简上的话都写在布帛上，然后在咸阳城各个繁华地段张贴，然后再雇上几个人，将这些话满大街的给我喊出来。主上，这是啥？广告啊，做生意要会宣传，广告就是最好的宣传方式。跟你也解释不清楚，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是了。诺，属下这就去办。多雇几个人喊，争取要让全咸阳都知道。先雇个200，不行雇500。500人，主上你是要造反吗？嘿，陈离，我就不信玩不死你。鸿宾楼开业大酬宾，不要998，不要98，只需要3枚半两钱，一整条羊腿带回家。你问鸿宾楼何处寻？城南小街就有它。那位问了，鸿宾楼啥时候开业啊？巧了，后日就是鸿宾楼开业之时，欢迎大家到时候去抢羊腿啊！次日，整个咸阳城都回荡着一个声音，200-300个人在咸阳城各个地方高声叫喊同样的一句话，让整个咸阳城都喧闹了起来。要说虾武办事确实靠谱，雇的这些人都是嗓门大的主，200-300人一起大喊，别说咸阳了，就连岳阳都能听见。东家，不好了，城南又开了一家酒楼。就是一座酒楼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听说那酒楼3枚大钱就能买一条羊腿，3枚半两一条羊腿，这家酒楼的东家是不是疯了？一条羊腿现在市面上要10几个半两钱，3枚一条，怕是开不了多久就得关门，与他作甚？赵府令，你来这干啥？恭喜我开业嘛！快，王上和公子到了。一家酒楼开业而已，怎么就惊动了一国之君？小店开业，不料惊动王上，罪过。先生家中天一产业，寡人又怎能不亲来道贺呢？来人，将寡人的贺礼拿过来。这对玉璧是去年楚国送的，今天就送给你，充作开业贺礼。谢过王上，我带王上和公子参观一下小店。战国时吃饭一般都是盘腿坐在地上，家里条件好的铺条毯子，条件一般的铺块草席，而凳子的出现要等到2宋之后，所以嬴政从未见过凳子，十分好奇。感觉还不错，这2根棍子是干啥用的？这叫筷子，是夹菜用的。此物却不及笔好用，等你用惯了，你就知道它有多好用了。先生，这又是何意？哦，这是为了给客人们展示本店用料的新鲜，让客人吃得放心。先生好心思。1楼是大厅，而这2楼是雅间，凡有要事商谈都可以在这雅间用饭。放心，隔音效果刚刚的。这东西坐着倒也舒服。我明天就送几套进宫献给王上。这怎么好意思？那寡人就收下了。王上，此处窗外正可看到街景，王上可在此观景。时辰差不多到了，下官要下楼去准备开业。先生且去忙。虾仁安顿好嬴政等人，这才下楼，看看门外此刻已经聚集了不少咸阳百姓，于是对虾武说道：“时辰差不多了，开业吧。”
今天是我们红边楼开业的好日子，感谢众位乡党支持，夏某在此拜谢诸位了。为表示对各位乡党的感谢，夏某奉我们东家的令，今日只要在我店中办理会员充值的，无论什么等级的会员，一律3枚半两1根羊腿，而且仅限今天，过期不候。只不过我们店小本经营，每位会员仅限购买1根，还请各位乡党见谅。啥叫会员啊？会员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办理了会员之后，就可以在半店享受各种优惠以及相应的服务。算您今天来着了，今天是我们开业的第一天，只要您在我们店里存够30个半两，就可以成为冰级会员，享受全店菜品9折优惠。那咋办会员啊？存够1斤可以成为将级会员，享受全店菜品8折优惠。而存够10斤可以成为轻级会员，享受全店菜品7折优惠。要是存够50斤，那就恭喜您成为我们店里的军级会员，不但可以享受全店菜品的6折优惠，而且还可以享受外送服务。只要您派人过来下单，本店就可以将菜品在半个时辰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所有的会员都会有生辰小礼物的服务，而且存的会员费可以抵扣您在本店用餐的餐费哦。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欢迎各位乡党踊跃办理。30个半两就能换1个冰级会员，好像也不算贵啊。而且先给你1条3个半两的羊腿，本钱就已经捞回来1大半了，而且那10个半两还能抵饭钱，太划算了。我都想直接存1个将级会员了。拉倒吧，你能有那个钱？反正最少我得先存个冰级。而且军级会员的名额只有10名，轻级会员的名额只有30个，冰级和将级会员不限。这是本店精心熬煮的羊汤，免费供大家品尝，并且从此以后每天都有，喝完为止。我也能领吗？当然可以，来者都是客。太好喝了，是羊汤，真的是羊汤。1碗免费的羊汤都这么好喝，那店里的饭食该多美味！我办1个冰级会员。这句话瞬间点燃了群众们的激情，要办理会员的声音络绎不绝。客官，欢迎光临。2排美女娇滴滴的声音叫的那些食客身子都酥了，顿时多了几成客人。虾仁看到这个场面，大喜过望。他知道酒楼的生意已经成了一半，只要菜品不出问题，成为咸阳第1大酒楼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虾仁上清，王上有请。先生好手段啊！敢问先生，你今天用的也是你师门教授的学问吗？正是，这叫营销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何为营销学？经济学又是什么？营销学很简单，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将你的东西卖出去。而经济学嘛，准确来说，经济学已经不能称为一门学问，应该说天地运行的一种道。正是大到一国如何强兵富国，小到如何分配百姓的资源，经济学研究到一定程度，不费1兵1卒就能灭国。不费1兵1卒就能灭国？那是当然。我给王上举个例子，请问王上，如今秦国粮食产量可大，关中富饶，蜀中更是天下粮仓。好，那如今我是一名大商人，我用5斤收购1斤苜蓿，可能收到？趋之若鹜。好，那么我现在告诉全秦国的百姓，5斤收购1斤苜蓿的政策5年不变，秦国百姓会如何？良田改种草。正是，我就这样收购5年，然后5年之后我不再收购了呢。秦国无粮，一国无粮可能长久。可是我们有钱啊，难道不能重金向别国买吗？当然可以，但是别国不卖又怎么办？我既然用了此计，怎么可能还留出这样的口子给你逃生呢？但是天下没有人有这么多钱，只要我想，我就能有。先生，此计乃绝户计也。如果真有人用在秦国身上，不需要5年，2年秦国必亡。这只是经济学的初级运用，商战有时候比用人命去填还要残酷。我刚才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有破解办法。愿问先生高论。行政干预，一方面立法规定全国必须保证一定数目的保障田，田王老子来了也只种粮食；另一方面对种草刻意重税，重到让种草无利可图，然后提高粮食的收购价，百姓们自己就会去算账，到底是种粮划算还是种草划算，自然就破了此计。先生高论，嬴政佩服。这些都没什么，要是公子想学，我都可以教给公子。先生，我也可以学这门学问吗？为什么不行？你可是我的开山大弟子，我不教你教谁？扶苏，学生和弟子不同，弟子必须行拜师礼，从此视师如父，跪下给虾仁师傅磕头。扶苏拜见师傅。对于大秦，虾仁的感觉是复杂的。他既钦佩始皇帝灭6国的雄才大略，也对大秦帝国2世而亡感到惋惜。既然老天让他来到大秦，他就想避免秦国2世而亡的悲剧，让大秦绵延下去。当然，先保证自己衣食无忧是前提。
今天王上屈尊至此，我又喜收徒，我让后厨安排了一桌好菜，请王上品尝，多提宝贵意见。今日在宫外不拘俗礼，赵高也坐下一起吃吧。这他妈哪里像是一国之君、一国公子，还有当红内侍，这分明是三个饿死鬼投胎。你们这谁是管事的？出来一个喘气的！我说，到底有喘气的没有啊？我是本店掌柜的，请问有何贵干？你就是这家酒楼的掌柜的，开酒楼向咸阳官署报备了吗？你不是被下人上请带出去的那位吗？你是来给上请报备的吧？我这会儿刚好准备出门，报备的事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来安排。怕是咸阳令贵人多忘事，忘了给咱家酒楼办手续。当日是咸阳令亲口应承帮我们办手续的，我还真不知道手续到底办了没有。吹，你继续吹，还咸阳令帮你办手续，你怎么不说是王上帮你办手续？我告诉你，没有报备就开业，已经违反了秦律，酒楼马上关门。咸阳令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自己回去问问咸阳令就知道了。而且你怕是不知道这酒楼是谁家的产业，敢来这里找事，也不提前打听清楚。不就是上卿开的酒楼吗？上卿就能无视秦国律法？没有这个道理。按说下午既然这样说了，这小丽正常流程就应该灰溜溜的离开，回去打听消息。如此这般，怕是受儒家指使，在我开业这天来给我上眼药的。儒家现在的势力已经这么强了吗？竟然能指挥咸阳官署的小吏冒着得罪我一个堂堂上卿的风险来发难？再看看，我看你分明就是来找事的。我是在维护秦国律法的尊严，怎么你还要动手不成？打人了，酒楼掌柜的打人了，不遵律法还动手打人，这是要翻天了！快来人啊！我不过是来让酒楼履行报备手续，没想到这酒楼竟然跋扈至此，不但不报备，竟然还敢动手打人，秦法何在？天理何在？何人如此大胆，竟敢无视秦法？道官封了他的酒楼。夏武一看情况不好，心中也慌了，拿眼瞟虾人：“主人快出面啊！”谁料虾人却摇了摇头，虾人在等儒家的下一步手段。小丽的撒泼打滚，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些小手段，他不相信儒家会只安排这样一个小丽出面，一定还有后手。你在此地喊叫什么？此人违反秦律，酒楼开业不报备，我来让他报备，反倒让他毒打。将军要为我做主啊！他所言是否属实？我可没有打他，是他自己摔倒的。我一个好端端的大活人，你不打我，我怎么会自己摔倒？你特么放屁！大胆，还敢骂人！我不管你有没有打他，违反秦律就是不行。来人，将他拿下，酒楼封了。谁敢？还敢拒捕？敢拒捕者就地正法。这是你儒家自己找死，可怪不得我。且慢，可否听我一言？你是何人？敢阻拦执法？我乃大秦上卿虾人，为请教将军名姓。末将魏树营校尉王陵，见过上卿。王陵，王家的人？王婉还是王翦？丞相王婉是末将族叔。我要是你，现在转身就走，绝对不趟这趟浑水。我维护秦法尊严有何错？秦法自然是要维护，却不该你来维护。我记得魏树营的职责是保卫咸阳的安全，治安之事好像不在魏树营的职权范围之内吧？秦法乃我秦国立国之本，凡我秦民皆有维护之责，我又如何管不得？这话说的提气，想来不是你这一介武夫能想出来的。儒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能如此豁出全家的命去？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什么儒家？你家酒楼违法在前，不要随意攀扯别人。虾人此时悄悄地向2楼看了一眼，果然嬴政脸色铁青的正看向这边。法家在秦国的势力如此之大，向军中发展也是小心翼翼的。儒家竟然敢如此堂而皇之的驱使军中将领，怎么能不让嬴政心生警惕？哈哈，儒家那些货肯定没有想到我的酒楼开业会惊动嬴政前来。我劝你最好听劝，别给王婉惹祸。上卿是要违法到底吗？请，我绝不阻拦。这辅佐派，这位上卿是想干啥？抓人，封楼。慢着，王上。哈哈，郑哥，现在这个舞台就是你的了，请开始你的表演。你叫王陵，魏树营的。末将魏树营王陵，拜见王上。正如刚才上卿所说，寡人怎么不记得你们魏树营还有抓人封店的职权？赵高换咸阳令来，寡人倒要问问这鸿宾楼到底违法了没有？臣咸阳令拜见王上。免礼，寡人唤你前来不为别事，就是想问问这鸿宾楼开业可曾跟咸阳官署报备？
当然已经报备，还是臣亲手写的报备文书。好，那这人为何却说鸿宾楼并未报备？你是何人？为何来此胡说？在下咸阳官署文书房小吏，确实没有查到鸿宾楼的报备文书。放屁！报备文书分明是我亲手书写，并交给文书房的，怎能没有？分明是你诬陷鸿宾楼，当杀！不着急，你既然说报备文书是你亲手书写，那取文书来我看。来人，赶回咸阳官署去取文书。咸阳令马上派人赶回咸阳官署去取文书。还没等多久，却见咸阳官署方向冲天火起，然后刚才那个去官署取文书的小吏屁滚尿流的跑了回来。不好了，官署走衰，已然扑不灭了。好一招毁尸灭迹，传令救火。黑冰台何在？黑冰台暗卫拜见君上，将此2人押在黑冰台。如果这都被人灭口了，你们黑冰台全部自尽谢罪吧。诺。先生受惊了，寡人治下竟然出了这样的事，实在惭愧。寡人先回宫，日后再跟先生赔罪。王上不必如此，我心里有数。这个鸿宾楼的后台未免也太硬了，王上竟然亲自来给鸿宾楼站台，这还了得？当即客人蜂拥入店，生意又好了3成。虾仁心情很好，生意好是其中一件事，儒家眼看就要吃瘪是另外一件事。京主，你别转了，都快赶上拉磨的驴了。你找的都是什么人？连秦王去了鸿宾楼都不知道。现在好了，捅出这么大一个篓子，怎么办？怎么办？谁又能想到秦王竟然会微服私访鸿宾楼？你说他好好的一国之君，没事不在宫里待着，去哪门子酒楼啊？我跟你说过，道统之争不能意气用事，你非不听。现在好了，我儒家的10年的心血马上就要毁于一旦，怎么我说话是放屁？现在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咸阳官署不是已经烧了吗？只要那2人咬死虾仁乱法，秦王也奈何不了我们。你怕不是傻子吧？那2人现在被押到黑冰台了。黑冰台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就算是一块石头进了黑冰台都要老实开口，何况是2个活生生的人。那你说怎么办？好在我们跟那2人都是单线联系，马上将跟那2人联系的人送出咸阳，一刻都不能停留。好，我这就去办。没有一个能让我省心的。主上大喜，不就是赚了点钱吗？怎么一点都稳不住？说说吧，今天生意如何？主上，今天咱们会员收入是320斤，非会员收入是70斤，合计390斤，抛开各项开支，纯利340斤。你这账算的不对，会员收入以后还要抵扣菜价的，所以不能算纯利。不过还可以。军级会员办了几个？本来一个都没有，王上出现后不到半个时辰就全部办完了。都是谁办的？第一个办的是谁？全是咸阳城中的权贵办的。第一个办的嘛，是上卿李斯。果然不愧是我郑哥的第一忠犬，郑哥一出现，他跑得比谁都快。郑哥没露面的时候根本不现身，还跟我结拜呢，这兄弟感情未免也太不值钱了。王上，押在黑冰台的那2人已招供，是受人指使，并且将指使人也交代了出来。指使之人可否抓到？回王上，破空。咸阳私署放火之人可找到？回王上，无线索。黑冰台号称7国除了莫斯之外的第1情报组织，却连这点小事都整不明白，还有何用？全力查探朝中军中到底还有多少儒家合法家的棋子。诺。不过短短3天，虾仁的鸿宾楼很快以美味和后台享誉整个咸阳，收入绝对是全咸阳酒楼的魁首，而整个咸阳酒楼的生意都一落千丈，当然也包括陈家的珍馐馆。即便陈离降价也于事无补，陈离只能看着自家生意一天天衰落下去，却无计可施。而虾仁却惬意得很，酒楼赚着钱，自己与扶苏的感情也日渐增加，每天授课，就连嬴政都经常过来听。我现在算得上华夏第1个帝师了吧？甚至有可能是华夏前2个皇帝的帝师。要是我努力多活几年，3任帝师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以后的史书上该怎么记载我呢？一代名臣，帝师宗师。先生，你怎么了？没事，就是想起了一点开心的事情。李上卿，王上有请。何事？王上宴请燕太子丹，请李上卿过去作陪。燕太子丹，传说中荆轲刺秦王的姬丹吗？我就是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觉得杀了嬴政，秦国就无法统一6国呢？ What？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客人是姬丹，怕是怎么也不能把眼前这个膀大腰圆、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跟印象中文质彬彬却一脸阴狠的书生对应起来。先生来了。
寡人给先生介绍一下，这位是寡人的发小燕国太子姬丹。老早就听郑哥提过你，都说你老厉害了。哎呀妈呀，今天总算见到活的了。你这一口东北大碴子味儿是认真的吗？虾仁有点懵。燕国虽然地处华夏北方，却在华北地区，要说也应该是华北方言啊。那啥，见面就是兄弟。我这个人其实也是挺热情一个人，以后咱多处处。哎呀妈呀，先生也是我们燕国那旮瘩的。不是，就是之前在燕国游过学。那感情好，那就不是外人了。我先选一个。看来北方人在战国就已经能喝酒了。虾仁当然不会把这个时代这种低浓度的酒放在眼里，他端起自己的酒爵，同样一饮而尽。大哥是个敞亮人啊，说干就干了。不行，我得再选一个，不然对大哥不尊重。你这是馋酒了吧？上来没说几句话，直接干2爵可还行？不着急，先聊聊天。今天找兄弟来喝酒，一来是想兄弟了，二来是有个事想请兄弟帮个忙。有啥事郑哥你就说，兄弟一定照办。前几日燕国来使说燕王身体不太好，想请寡人将你送回去。寡人想了也是，咱叔年纪也大了，万一有啥事，燕国没人领导，怕是会被齐国欺负，就想着要不把你送回去。不回，在这郑哥你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我回去干啥？我可不想看我那几个兄弟那副嘴脸。寡人是挺舍不得你的，但是燕国不能无主，而且齐国一直对燕国虎视眈眈，一心想报当年几乎灭国之仇。寡人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的基业被齐国占了去。要不这样吧，寡人还是送你回去，只是你回国之后，将饶地划为我秦国驻军之地，寡人派遣大军驻扎在饶地，帮助燕国抵御齐国，可好？郑哥说这话不是扎兄弟的心吗？郑哥为兄弟想的太多了，兄弟咋报答你呢？不就是饶地吗？待我归国，就将饶地划给秦国，1块够不够？不够再多来几块，咱哥俩还有啥话说？1块就够，1块就够。虾仁听着二人的对话，脑后一阵发凉。嬴政嘴里说的都是为了燕国好，却以放姬丹为条件，强行要了燕国1块地。而饶地离燕国国都只有200里，秦国如果对燕国有什么想法，2日即可兵临城下。不管是姬丹还是谁当上燕国君主，都不可能把这块心腹之地让出去。而姬丹的回答竟然天衣无缝，不得不佩服这大碴子的演技，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姬丹，刚才寡人的提议你既然已经同意了，寡人还有一个提议，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没事，郑哥你放心，指定同意。那寡人就说了，你看现在从秦国到燕国的路上也不太平，燕国呢还有你其他的兄弟虎视眈眈，寡人要是就这样让你一个人回去，难免是一个羊入虎口的下场。所以寡人决定挑选1员上将，率领我大秦锐士送你归国。这样一来能保护你的安全，二来你归国之后也有自己的底气，你看如何？嬴政这话说完，脸上满是殷切，但是虾仁却从嬴政的眼神中看到一丝杀机。这时候但凡敢吐出一个不字，怕是连活着走出齐年宫的机会都没有啊！这还说啥了？这是郑哥给我脸，我必须兜着。感谢郑哥为姬丹着想，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这货是个人才啊，这是真能忍啊，这比刘皇叔也差不了多少。嬴政当然满意，眼中的杀气也隐了去，再也不谈国家重视，转而与姬丹谈起了风花雪月。虾仁只是静静地看着2个人表演，偶尔加入2人的话题，偶尔一句话引得2人哈哈大笑。酒宴过后，姬丹告辞，而虾仁则被嬴政给留了下来。先生，观姬丹此人如何？王上，不知道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真话怎么说？假话又怎么说？假话嘛，姬丹这兄弟能处啊！你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他都能答应。有他当燕王，日后秦燕2国必定世代交好。那真话呢？真话嘛，此人极善隐忍，心中必有图谋。如果真让他回到燕国，必然成我大秦心腹大患，当力斩。即便不杀，也不能放其归国，以免留下祸根。先生的真话还真是那么回事，姬丹果然如先生所言，不可小觑。臣除了真话假话外，还有一番肺腑之言，不知道王上愿听否？先生有话请讲。姬丹这人是杀是留，其实都无所谓。燕国积弱，且朝政松弛，国内尚有诸公子对燕王之位虎视眈眈。姬丹归国，怕是立刻要陷入夺嫡之争。即便成功登上王位，以我秦军之雄壮，可惧否？我大秦让他燕国发育5年，依旧会被我大秦所灭。所以王上大可不必为一区区燕国太子而劳心。而今我秦国当务之急是恢复军力。好，先生所言极是，是寡人过于在乎姬丹了。
和我大秦一统天下的大业相比，一个鸡丹又算得了什么？先生是想救鸡丹？来了来了，早知道你会这么怀疑我。非也非也，我跟鸡丹不熟，何来救他之说？我说了，杀他留他都无所谓，全在王上一念之间。如果王上要杀他，请给臣几个瑞士，臣亲自去将此人斩杀，如何？先生当是高人，手上岂能沾上血腥？先生之言，寡人记下了。先生今日来给扶苏授课，又陪寡人饮宴，想来已经困乏。先生请早些回去休息。多谢王上体恤，臣告辞。黑冰台何在？密切关注先生与鸡丹有无联系，有任何发现速报寡人知晓。诺。先生，莫要让寡人失望啊！好险啊！如果今天不是我反应快，应对得当，怕是当场就被嬴政斩杀了。相交多年，嬴政的狐狸尾巴终究还是露了出来。太子今天入宫，可有事吗？太子如此燕国威仪，我知道，我还能看不出这个，只是我现在身在咸阳，不得不虚与委蛇罢了。对呀，你有什么好办法能助我脱此困境吗？太子，咸阳咱们是不能再留了，为今之计就是马上离开咸阳。只要咱们回到燕国，秦王就不能拿您做幌子。我也想逃，问题是除了你，我现在手下就那10几个奴仆，能管什么用？太子你别急，我有办法。你有办法？快说来听听。找儒家。其实鸡丹的死活对于虾仁来说真的无所谓，一个路人而已。现在虾仁的心思全都放在如何搞垮陈离家的生意上面。照此下去，不超1个月，陈家的珍馐馆就得关门歇业。没了陈家的进项，倒要看看松风会馆还能支撑多久。不好了，主上，陈家翻身了。陈家不知道走通了谁的门路，从山东六国搞来了大批的好酒。山东六国的好酒是咸阳城中好酒者趋之若鹜的东西。陈家这2日靠着山东六国美酒的由头，生意不但恢复了，甚至比之前还要好了几成。不就是酒吗？那不是有手就行吗？加大去买竹子。作为一个穿越者，要说自己不会酿酒，说出去都丢不起那人。主上，燕国太子鸡丹前来拜访。虾仁上卿，你这也太客气了，咋还亲自来接了呢？这我哪好意思啊！燕太子鸡丹来访，蓬荜生辉，我自当亲自迎接。太子请。不知道太子此来是有何事吗？这玩意没劲，还是酒好。太子这是想喝酒了啊？那就在府中用饭，自有好酒招待。我这次拜访虾仁上卿，是因为后日是我的生辰，本来我不想大办，但是架不住我属下的一片孝心，这不后言上门，请上卿到时前往赴宴，大家热闹热闹。原来是太子生辰，虾仁必到。那就行，我也告辞了，酒以后再喝，还有好几家要亲自去请，总不能让人家说我厚此薄彼不是。张大，你在咸阳待了多少年？回主人的话，小老儿已经在咸阳待了19个春秋。那以往燕太子鸡丹的生辰也是如此招摇吗？这倒不曾听闻，这次还是第一次听说燕太子办寿宴。在这风口浪尖，鸡丹竟然要如此大张旗鼓的操办生辰宴，难道他不知道几天前在齐年宫已经是在刀尖上走了一遭吗？而且听鸡丹的意思，这次生辰宴还要请诸多客人，这到底是什么用意？主人，出酒了！您这个蒸馏酒，纯净透明，酒香优雅细腻，回味无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酒。你没见过的还多呢。还不错，虾大呢。酒头刚出来的时候，那夯货忍不住喝了一口酒头，直接给醉翻了。这个时代的人没有喝过烈酒，这是烈酒中的烈酒，这喝下去还了得？可去请了医官来，不过是喝醉罢了。虾大哪天不醉一回？请医官来干啥？你懂个锤子！让你去你就去，快别废话了。好香的酒气，老远就闻到了。没想到虾仁上卿竟然有这等技能。巨子来得巧，加2去给巨子装2壶酒。那我就不客气了。巨子此次前来，不知何事？我此次前来是为感谢上卿送墨家弟子进军一事。此乃我墨家秘药，从不外传，宋先生备不时之需。墨家秘药，看样子是个好玩意。虾仁让虾二这2日给自己蒸出来了2赠酒，并且用上好的酒赠装好。鸡丹生辰这天，他驾着马车，带着2赠酒，在6名7星卫的护卫下来到鸡丹的府邸，用这2赠酒当成贺礼送给鸡丹，又省得再花钱了，不是？虾仁上卿是真给面啊！你还是头一个来的客人呢。来得早了，搅扰了。上卿这是说的哪里话？说啥搅扰不搅扰的？你来的早，那是给我鸡丹脸。你要再这么说，那可就是打我的脸了。并无此意。
车上是我亲自酿造的酒，送来给太子尝尝。虾仁上清还会酿酒，想来必是好酒。待会儿就用上清的酒来招待宾客。上清先入正堂，我在此招待来客。姬丹将虾仁带到正堂，告了声罪，就自去忙自己的事去了。此时上无宾客，虾仁一个人百无聊赖，东看看西瞅瞅，看啥都想往自家屋子搬。要说嬴政对姬丹是真不错，姬丹的这座房子比我的还要好上几分。丞相王绾到，上将军王翦到，上卿李斯到。好家伙，朝堂重臣全来了，看来要做一波广告。大王到，怎么郑哥也来了？今日是燕太子的寿宴，主人是燕太子，寡人跟你们一样都是客人，一切俗礼皆免。郑哥你可来晚了，待会儿要自罚3绝才行。行，今晚不醉不归。当天喝的正是虾仁带来的酒，他已经安排人勾兑过，这时的酒的度数最多也就30来度，但是对喝惯了不到10度麦酒的众人来说，这酒已然算是烈酒。在众人的交口称赞中，虾仁趁机做了一波广告，引来一阵赞叹。更有好酒的朝臣连价都没问，就直接向虾仁下了订单。这是在人家家里呢，这么鬼鬼祟祟的干啥？虾三对敌的武艺不咋地，但是一身梁上君子的功夫却让人叹为观止。当时只因为一时兴起，盗取了一家权贵的珠宝，重点是偷了就偷了，他还留书嘲讽了那个权贵一番，这下把那权贵给惹急了，花了大价钱将虾三捉住，押进大牢，定了个死刑。主人，情况好像有点不对，我刚刚在两侧厢房发现有不少不明身份的人，个个携带刀剑，怕是要出事。难道姬丹想铤而走险？如果真在寿宴上发起难来，那整个大秦朝堂几乎就被他一锅端了，整个秦国必将陷入内乱，大秦统一6国的脚步只能放缓。姬丹能有这么大的胆子，而且他一个质子，这么多的人手又是从哪里找来的呢？不好！召集七星卫，准备引火之物，立刻制造混乱，我想办法护送嬴政离开。上将军，虾仁敬您一爵酒。姬丹异动，保护王上。王上，姬丹似有不轨，王上速归。先生不必着急，寡人心里有数。嬴政出行，身边怎么可能没有黑冰台卫士保护？连自家七星卫都能发现的事情，黑冰台又怎么可能没有发现？看来是早有了准备，再引蛇出洞。王上既然有了安排，那臣就放心了。先生心忧寡人的安全，寡人铭记在心。诛杀暴君，保护王上。情况不对啊，快杀过来了！你不是有准备了吗？准备了，被放鸽子了！你这一国之君怎么这么不靠谱？不好了，早睡了！正堂之外四处火起，燕太子府中的奴仆四处逃散，但是那些黑衣人却丝毫不为所动，依旧向嬴政这个方向杀来。而王翦也被几个黑衣人给死死缠住。这不完了吗？长期饭票看样子保不住，我还得搭进去。黑冰台大统领姬无心营救王驾来迟，请王上恕罪。杀贼！诺。黑冰台暗卫何在？在。姬无心此时心中极怒攻心，他奉嬴政之命潜伏在姬丹府邸，谁料想就在姬丹离席的那一刻，被一个神秘人引开。待他反应过来，嬴政差点遇险。嬴政若死，他这个黑冰台的大统领必然被夷族。王上有令，杀贼。诺。先生，蜀人，追！不要追了，赶紧去请最好的医官来。救不回虾仁先生，你们全部都要给先生陪葬。先生，寡人羞愧，准备的后手竟然晚到，累得先生重伤。主人啊，你可千万不能死啊！你死了，我可怎么跟大家伙交代啊？姬丹何在？寡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启禀王上，方才燕太子姬丹手持王令，带着数十人跨马冲出咸阳城门，向函谷关方向跑去。王令？什么王令？就是放姬丹归国的王令，上面有王上的大印。寡人当秦国国君15年，斗败了嫪毐，逼死了吕不韦，6国在秦国的兵锋下苟延残喘，
一直深以为傲。试问七国国君之中，还有谁能如自己一般雄才大略？但是今天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咸阳和自己居住的咸阳宫，竟然已经变成了筛子。先不说姬丹埋伏的这么多人手是如何进了咸阳，单是姬丹手中的那封王令，就让人不寒而栗。那可是秦王大印，现在的大秦，寡人还能信任谁？王翦将军，这是秦军虎符，请将军持虎符速速前往蓝田大营坐镇，万不可给宵小作乱的机会。接掌蓝田大营后，调蓝田大营接管咸阳城防，将卫戍营全部看押起来。诺。如果说现在的大秦嬴政还能信任谁，王翦必然是其中一员。当年嫪毐作乱宫中，就是王翦力挽狂澜，调蓝田大营入宫镇压，所以有王翦在，嬴政对于军权很放心。你速速派人进宫捉拿管印的内侍，并且找到赵高，命他肃清内廷。快点，快点！先生怎么样？听下人上卿的脉象，雄浑有力，并不像受了重伤之人。按上卿的脉象，他的身体比大多数人要好得多，并没有受重伤的迹象。人都已经成这样了，你们竟敢胡说八道！容易，来人，推出去斩。另外寻找医官。王上，脉象就是如此，小的并没有胡说八道啊！王上开恩，王上开恩，王上不可！主人没死，主人没死！狗才，你们压死我了！先生无恙否？一时半会估计死不了。王上，洪福7天才能让臣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先生为了救我，险些丧命，寡人心里。王上不必放在心上，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可妄开杀剑，容易折寿。王上不可因为臣滥杀无辜。先生都已经这样了，还能如此宅心仁厚，叫寡人怎么说才好？先生放心，寡人一定遍寻天下名医，一定治好先生。王上心意，臣知晓。王上今日也受惊了，请先去休息，臣也想休息一会儿。好，先生好好休息。墨家秘药果然名不虚传。主人，你别起来啊！都小声点，我现在的身体状态不适合让王上知道，没来得及解释墨家秘药的事，别再把我当仙人了。对了，我有一事要禀明主人。说吧。神秘人逃走之时，我从那神秘人身上拿了一件东西，请主人一观。神秘人身上的东西？当时七国各有各的文字，虾人也只是勉强能认出秦传而已，对这种文字实在是无能辨认。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块玉珏上面的文字能够告诉他神秘人的线索。你把正反面都给拓下来，拿给懂得七国文字的人看，务必查出玉珏上面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No， 慢，神秘人丢失了这块玉珏，必定要寻找，怕是会盯上你，你要小心一些，最好多带几个人出门，不可落单。No。战国实在是太乱了，这才几天就遭遇2次生死危机，看来我得想办法找个武学高手回来，一来可以保护自己，二来我也能学得一招半式，在有事发生的时候也不至于跟现在一样束手无策。家人上卿，真是瞌睡遇上了枕头，想啥来啥。上卿这是玩啥呢？果然瞒不过武道大家，不装了，没有办法，师门秘传，万事狗一手。好一个师门秘传！亏我得知上卿受伤的消息之后，又赶紧来给上卿来送我墨家秘药，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巨子之情，虾人铭记于心，总不能让巨子白跑一趟不是？这药我就收下了。听说昨天燕太子府的情况可危险的紧啊！谁说不是呢？你是不知道啊，那场面。虾人来了说书的兴致，将昨天在燕太子府发生的事情魔改了一番，说的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直说的口沫横飞，听得馋弦子一愣一愣的。上卿的说法跟我墨家收到的消息好像不太一样啊。既然你都知道了，还问啥？不过我倒想请教一下巨子，既然墨家收到了消息，姬丹府里的黑衣人是什么人？可别跟我说是燕国派来的。上卿想知道，我墨家确实知道些消息，就是不知道这次上卿用什么来换。愿意提条件是好事啊，提条件代表着愿意谈，怕就怕那种不提条件的，我非得大出血不可。巨子想我用什么来换？上次儒家的事情，本来说举荐你们墨家1人进入军中，结果呢，6人进入军中，甚至还有一个25白主。巨子还想要些什么？上卿误会了，我岂是那种贪得无厌之人？我这次只要上卿的一句承诺。不知巨子要我什么承诺？我墨家愿与上卿结为同盟，可否？
当然可以，今天我就发誓与墨家结为同盟，从此互帮互助，相互扶持，绝不背盟。虾仁的做派把馋弦子都吓到了。你就不打算再考虑考虑？这有啥考虑的？难道你还有其他的想法？那不能够。句子，那些黑衣人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那些黑衣人都是列国的游侠，都是被人用钱收买的。至于怎么进来咸阳的，那就要问儒家那帮人了。儒家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行刺杀君王之事。刺杀秦王，他们自然是不敢。他们的目的是制造混乱，让姬丹能趁乱出城，逃回燕国。这还差不多。不对啊，句子，后来出现的那个白衣神秘人是真的要杀秦王啊？他又是谁？那人我却不知道是谁。说来惭愧，墨子全力发动，也没有查到那人的蛛丝马迹。主人，没有人认识。阴阳五行诀，这阴阳五行诀是阴阳家的信物，在阴阳家上任阴阳主邹衍去世之后，就不见于世，怎会出现在这里？能随身佩戴阴阳五行诀的人，想来就是这代阴阳主。但是阴阳家跟儒家并不对付，儒家应该没这个本事能请动阴阳家的人才对。阴阳家跟儒家也不对付。准确的说，儒家跟诸子百家的任何一家都不对付。如果哪家学派是天下第一显学，尚无定论。但是如果说哪家学派是诸子百家最讨厌的学派，非儒家莫属。那按你这么说，阴阳家的阴阳主并不是儒家请来了。既然这阴阳五行诀在你的手上，想来阴阳主必然要前来讨要，只凭门口的那些黑兵台暗卫，不是对手。那怎么办？这样吧，既然大家都是盟友，我就借我墨家的18件事给上卿，保护上卿的安全。不过这18件事目前在执行任务，需过几日才可入府。墨家18件事，他们能对付阴阳主吗？我墨家18件事联手，天下无人能敌，包括我在内。说白了就是18个打人家1个背，我还以为多厉害呢。你要不要？要。对了，还有一件事，句子，我能学习你们墨家的武学吗？此言当真。句子，请矜持些。学习我墨家武学，必须要成为我墨家弟子。上卿如此身份，自然不能做我的弟子。我可以代师收徒，任你做师弟。我100年之后，你还可以接掌我墨家，如何？随口一问，怎么就代师收徒？怎么就接掌墨家了？不如何？我自有师门，不能背师啊！虾仁心中有些崩溃，他可不想成为墨家的弟子，除非彻底改造这个世界，要不就改造墨家的思想，否则天下没有墨家的容身之地。18件事过几日就可到上卿府上，日后墨家有事，还请上卿务必帮忙。那是当然。将这瓶药收好，这可是墨家秘药，以后再有人受伤就全靠这玩意了。另外，待会你就出门宣传，就说我得墨家秘药已经大好，不几日就可恢复如初，越快越好。主人，你这是？你照做就是。不是说好的发起混乱，护送姬丹出城就行了吗？怎么突然会对秦王动手？你是要陷我儒家入万劫不复之地吗？我也没想到阴阳主会现身，还跑去刺杀秦王啊！现在怎么办？要真杀了秦王也行，刚好可以让秦国混乱，我们儒家刚好可以火中取栗。现在可好，秦王没有杀死，只是打伤了一个上卿，打伤有什么用？打死了也行啊。对了，姬丹到哪里了？按路成算，已经到了西戎地界，过2日就可以进入赵境。总算还有一件事顺心。现在怎么办？你们不是挺有主意的吗？又何必来问我？京主，此时不是义气的时候。我也知道不是义气的时候，但是你们也少给我找点事。对了，虾仁那边如何？据说得了墨家秘药。墨家这是真要跟我们儒家对着干啊！既然阴阳主出手，现成的背锅侠不用白不用，麻烦福如明夜亲自出手，杀了虾仁，疑惑阴阳主。禀王上，昨夜燕太子府黑衣刺客还剩下2名活口，已经押入黑兵台大牢。另外，函谷关守将快马传书，并未见到姬丹一行人踪迹。姬无心，你觉得寡人是想听这些吗？臣死罪。还好昨天突然妒忌，王上开恩让我提前回宫，不然替王上挨这一掌的事情恐怕就得是我了。但是咸阳宫内外的事情大半由我操持，秦王大印被盗，我是第一责任人。想哭？赵高，你这边呢？回王上，奴婢命人抓捕负责看管大印的内侍，可否抓到？那内侍竟然提前上吊自尽了，线索断了。
一群废物，都是废物。你们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寡人的咸阳都成了什么样子？姬丹的府中进了那么多黑衣刺客，姬无心，你告诉我，都是怎么混进咸阳的？寡人的咸阳是特么纸糊的吗？臣死罪。赵高，寡人的咸阳宫让你管成了什么样子？寡人的大印让贼子说盖就盖，比特么在他们自己家还方便。奴婢无用，王上恕罪。你们说，寡人要你们还有什么用？寡人再给你们3天时间，3天之后，寡人要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后果你们自己去想。赵高，奴婢在。你去库房中寻些上好的药材，给虾仁先生府上送去。对了，寡人记得前几年燕国进贡了1根千年参王，你一并拿了去。那只参王乃世间珍品，王上一直爱若珍宝，就连当年的太后赵姬生病需要入药，王上也只送了几根参须过去，现在竟然将整根参王都送给那虾仁，这是什么地位啊？虾仁凭借墨家密钥从死亡的边缘被拉了回来的消息，传得满咸阳城都知道了。这通吹啊，只把墨家密钥吹得天上有地上无，百病全消，万毒不侵，就差长生不老。大家都是盟友，不能这么坑人的。你墨家实力这么强，不坑你坑谁？赵府令，你怎么来了？王上有旨，虾仁就驾有功，赏安义军的爵位，赏300或10亿。虾仁府内设立私兵之权，私兵名额100人，上卿不，以后要称呼安义军了。这是王上所赐的千年参王，王上口谕，请上卿保重身体。千年参王，那不就是一节木头了吗？还能有几分效果？谢王上，臣感激涕零。跑腿前，潜规则，看不懂。赵高各种明示暗示，虾仁就是一味的装傻充愣。他怎么会看不懂？只是以他的性格，不会便宜这些内侍，更何况来的是赵高。只要嬴政活1天，赵高就掀不起风浪来。至于嬴政死后，有我在，一样也翻不起风浪。先生，小扶苏，你怎么来了？这里不安全。我太想念先生了，又听说先生受伤，放心不下，我就趁着课业结束之后，偷偷的跑来看你。你是偷跑出来的？一个人，没有人护送你吗？有啊，黑冰台有人护送我过来的。熟人啊，蒙将军。先生，你好些了吗？好多了。你看先生现在能蹦能跳，好极了。扶苏用过饭食了吗？饿不饿啊？确实有些饿了。来，先吃饭。阴阳家除贼，等的就是你。墨家18剑士出场。还好蒙混过关。你堂堂剑圣亲自出马，竟然都没能取下虾仁那小子的首级。那小贼心机颇深，竟在府中藏下墨家18剑士而不露风声，我差点被18剑士给困住，还好我身手敏捷，溜得快。墨家18剑士，墨家与那虾仁竟然交好到这种地步。墨家18剑士是墨家传火护法，轻易不动，今天却去给他看家护院。馋弦子这老匹夫到底想干什么？想干什么你还想不到吗？还不是想干和你我一样的事，道统之争，还在乎传火不传火？芙蓉，咸阳城你是不能待了，明日一早你就回稷下学宫，我不传书给你，你不可踏足咸阳城半步。连我都要走，那你怎么办？我为儒家能在秦国立足已经耗费了多年的心血，自然不能看着这番心血付之一炬。我留下与那小贼周旋，我如果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还能撑起儒家的大业？主人，这是我做的蒸馏酒的营销方案。营销方案，主人真乃天人也，这等手段闻所未闻。在这个世界论经商，我如果认第2，恐怕没有人认第1。属下这就去安排。等等，你去给6国那些比较大的商队下帖子，请他们明日4时到章台宫赴宴，就说我宴请他们。章台宫那可是大王的宫殿，主人真的要在那里请客吗？大王能允许吗？这就不是你考虑的问题了。另外，找些人传个消息出去，就说我因为不堪阴阳家的袭扰，将阴阳5行诀已经上交给大王了。主人这样做，不怕大王责怪吗？祸水东引而已，搞得谁不会一样？次日一早，虾仁在18剑士的保护下进宫求见嬴政。他断定嬴政这几日肯定正在为找不到刺客的线索心烦。
看先生现在的模样，应该是大好了。看来墨家秘药果然名不虚传。另外，寡人听说先生又遇刺杀了，让王上担心了。臣无事，倒是让公子受惊，还请王上降罪。什么受惊不受惊的？我赢家子弟怎么会如此娇弱？先生不在府中休息，今日进宫是有什么事吗？臣有了那日刺杀王上之人的线索，特来献给王上。先生，此乃何物？此乃阴阳五行诀，据墨家巨子缠弦子辨认，此乃阴阳家阴阳主的信物，是臣家仆从那日的刺客身上取来的。阴阳主，寡人与阴阳家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竟然赶来刺杀朕，姬无心何在？属下在。寡人命你全力寻找阴阳主的踪迹，不是整个阴阳家的踪迹，发现任何阴阳家的弟子，斩。诺。果然是王者一怒，伏尸百万，血流百里，这下阴阳家怕是要夹着尾巴过日子了。先生之前救了寡人一命，现在又给寡人提供了刺客的线索，寡人真不知该如何感谢先生。王上不是给臣加官进爵，还赐了10亿吗？已经足够了。不过臣这次进宫却不仅仅为了送线索而来。先生还有他事？臣是给王上送钱粮来的。给寡人送钱粮？先生请说，钱粮何来？臣近日发明了一种蒸馏酒，比现今7国之酒还要美味，必然能风靡7国。臣决定与6国商贾交易，只收粮食，折算损耗之后，尚有60%利。先生预卖多少钱？下品20万两1斤，中品50万两1斤，上品吗？没有1斤，连品尝的资格都没有。秦国现在1石麦子也不过卖10几个半两，现在1斤酒就卖20个半两，还特么是下品，这特么是抢钱啊！虾人看了看嬴政的脸色，知道他一时间还接受不了，当即又添了一把火。这门生意臣全权负责，只占20%份子。扶苏是臣的开山大弟子，臣一直也没有什么见面礼，就将这门生意的20%份子给扶苏，相当于臣的见面礼了。而剩余的60%自然是要奉给王上。扶苏还是个孩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不过这是先生给扶苏的见面礼，也是先生的一番心意。回头寡人就让扶苏去给先生叩头。如此重利，寡人占60%，会不会太多了？多吗？一点都不多。既然如此，那寡人就厚颜收下了。只是王上可是想问，这酒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人买？正是。王上今日将章台宫借给臣吧，臣自有办法。行，就将章台宫借给先生使用。章台宫在嬴政继位之前，都是历代秦王商议国政的重要场所。秦惠文王时代著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此时，来自6国和秦国本地的商人在收到虾人的邀请函后，虽然对宴会的地点定在章台宫有些担心，但还是不约而同的来到章台宫外。听说这个虾人先生官拜上卿，是公子扶苏的老师，最近又被秦王封为安义君，赏赐了310亿，还给了私兵的名额。这等新贵，早想拜访，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是来造反的吗？并没有携带兵器，说是虾人上京请来赴宴的，还出示了邀请函，没有收到王令，没有王令，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进去。大王有令，今日章台宫交由虾人上卿管理，章台宫上下人等一概听从虾人上卿指挥。这得多大的面子！大王竟然将整个章台宫都交给这虾人上卿，看来今天之宴怕是有些不一样。虾人此时正坐在章台宫的正殿，等着商人们的到来。而此时背后的屏风后面还有3个人：秦王嬴政、公子扶苏以及中车府令赵高。嬴政是虾人主动邀请来了，而扶苏则是被虾人带过来上现场课的。至于赵高，嬴政在哪儿，他自然在哪。我等拜见虾人上卿。诸位都是我请来的客人，不必多礼。今天虾人冒昧请来各位商界精英，就是为了联络一下大家的感情，当然也是有一桩生意与各位商讨一下。一国上卿亲自来谈生意，这恐怕还是第一次。诸位勿虑，虾某蒙王上厚爱，赐了上卿的官位和安义君的爵位。但是各位应该知道，虾某在咸阳城中开了一间酒楼，说起来也是商界中人。听这个开场白，怕是要大出血了。看看这位上卿怎么开价吧。今天要跟诸位谈的这门生意，诸位也许都做过，那就是酒。酒，请酒也算酒。7国之中唯有请酒色口难以下咽，这门生意还有什么好谈的？看来我是猜对了，这上卿怕是借酒为名，找我们收钱呢。这年头生意难做啊！谁告诉你们我要做的酒生意是秦酒了？你身为秦国的上卿，不做秦酒，难道还去做楚酒、齐酒不成？
这是我要跟你们做生意的酒，飞天酒。众商人的好奇的仔细打量3个瓶子，这才发现每一个瓶子上都刻了一个衣袂飘飘、满是仙气的女人。飞天酒这个名字自然是虾人想出来的，用来纪念他后世喝不起的那种酒。光闻了个香味就知道这酒差不了。这灰色瓶子中的酒，乃我这飞天酒中的下品，境烈入喉，如同火焰一般，最适合苦寒之地之人饮用，名叫寒江孤影。诸位可以一试。好酒，就喝了这么一小碗酒就能直接醉倒，世间竟有如此烈酒！好一个寒江孤影，果然够劲。我乃齐国灵资商会主事田卓，敢问上卿，其他2个瓶子中又是何种酒？上钩一位。这黑色瓶子中的酒为中品飞天，比起寒江孤雪而言，稍微温柔了一些，入口绵软，却也劲头十足，有个名叫温柔一刀。诸位再试试。香气没有寒江孤雪那么猛烈，却多了几分柔气。好酒，虽然绵软，入口也顺，最后酒劲上来，却犹如一刀劈下，果然不愧温柔一刀之名。上卿，如果我没有猜错，这白色瓶子中就是上品飞天吧？又如何？没错，此酒名为至尊，诸位自行品尝之后再说。各位觉得我这门生意可做的吗？岂止是做的，那是大大的做的。但不知这3种酒的价钱。飞天下品，秦钱30个半两1斤；飞天中品，秦钱50个半两1斤。至于这至尊嘛，没有1斤就不用谈了。这3个价钱一报，众人们看向虾人的目光犹如看一个傻子，就连田卓都皱着眉头不说话。先生，这价格定得太高了，看来这门生意要黄。上卿，就是好酒，就是这价钱，未免也太贵了。酒既然是好酒，那就不存在贵的说法。做商人，你得会营销啊。敢问上卿，何为营销？营销嘛，自然就要给商品加上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一些经商的小手段，对不住了金老爷子借郭大侠的名头一用。话说当年游侠中有一领袖名叫郭靖。虾人滔滔不绝，魔改后的《射雕英雄传》的故事把众位商人都听入迷了。后来周天子东迁，我大秦襄公亲自率兵护送。听闻郭大侠之事之后，垂泪道：“寒江孤影，江湖故人，虽不相逢，却似旧时。”以上大夫礼，遥葬郭大侠。父王，先祖真有祭奠过郭大侠吗？也许有过吧。诸位现在知道这寒江孤影的来历了。郭大侠有一位夫人，姓黄名荣，一身武艺深不可测，温柔起来温柔似水，但是凶起来却也如同母老虎一般。但就是这样一位温柔女侠，伴随着郭大侠死守镐京，镐京被迫时，黄女侠因为丈夫被杀，横剑自刎。襄公感念郭世贤伉俪，一同祭拜。而这酒也因为黄女侠而得名，温柔一刀。还有个黄女侠，我怎么都不知道。而这瓶至尊，则是要追溯到我大秦穆公时期。穆公心怀东出之策，以秦国一偏远小国跻身5霸之一，有山林异士献此佳酿，因而得名至尊。你以为你喝的是酒吗？不，你喝的是郭大侠为国为民的侠之大义，你喝的是黄女侠陪伴丈夫慷慨赴死的满腔情义，你喝的是穆公天下为公，以小国成就霸业的至尊豪情。诸位，这酒还贵吗？我灵资商会来3000斤。田主事莫要着急，虾某还没说完。我做生意有一个规矩，就是7国之中只跟一家商会做生意，而这家商会就是我在7国的独家代理商。我虾家的商品在7国之中只会由这家商会售卖。独家代理商，这又是什么操作？独家代理商就是我虾家的商品由代理商全权负责，如何买卖我们一概不管。当然，我们给独家代理商的价格自然会是最优惠的。比如这瓶寒江孤影，独家代理商从我虾家拿到的价格是15个半两，独家代理商拿到的价格竟然低了一半。这个虾仁先生，这价格降的也太狠了，怎么能直接降一半呢？上卿，我灵资商会要成为7国的独家代理，凭什么你们灵资商会就能成为独家代理？我即墨商会才是成为独家代理的不二人选。呸！一个小小的即墨商会有什么资格成为这等好酒的独家代理？我后世商会还没说话呢。不要以为你们后世商会有相国大人撑腰就可以大放阙词，我们后面可是王室。各位要成为我虾家的独家代理商，可是有规矩的。要成为我虾家的独家代理商，首先要跟我虾家签订合约，约定每年售卖的商品数量。其次是要向我虾家缴纳保证金，以防商品售卖不出去之时，弥补我虾家的损失。
合约时间结束之后，如果大家没有违约的行为，这保证金全数奉还。当然，成为了我虾家独家代理商之后，我虾家日后推出的其他商品都有优先购买权。虾家还有其他商品？那是当然，这就只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步。随后我们虾家还会推出石中油、山中盐等各种商品。石中油、山中盐又是何物？自然是石头中出的油和山里面挖出来的盐，制作方法却是我家主人的师门秘法，就不方便告诉各位了。石头里还能出油，山里面还能挖出盐来，感觉在听神话一样。下面我们开始选齐国的独家代理商，请大家依次报出每年的销售量，量大者得。不过请大家注意自身的实力，不要报出一个天价量来，然后做不到，可是要罚没保证金的哦。齐国独家代理商竞标开始，请出价。临淄商会年销10万斤，即墨商会年销12万斤，后世商会年销15万斤。看来之前先生说的一年可多收1800万石粮食，还是收着说的，估计是怕吓到我。扶苏啊，先生这经商之道就值得你学一辈子。临淄商会年销30万斤。能出得起这个价格的也只有齐楚2国了。换成韩国，你就算把它捏出尿来，它5年也卖不出去30万斤酒。再无人出价，齐国独家代理商就是临淄商会的了。多谢虾上卿垂青，却不知合约签订几年？3年。3年是不是太少了点？要不签个10年吧？田主事，我们的独家代理商3年一定也是规矩。10年，傻子才跟你签10年，10年之后你齐国是否存在还是个未知数。现在都是本国商人，那我就不藏着掖着的了。本国商人从我虾家拿货，一律3折，我也不要你们的保证金，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的货款我只要粮食。上卿，为何只要粮食？酿酒需要粮食的啊，之所以给你们打3折，就是请诸位帮我虾家解决酿酒用的粮食问题。刚才忘了告诉你们，所有的粮食必须是从山东6国买来的，买粮食的钱你们出，运费我虾家包了。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要是谁让我发现是在秦国国境收的粮食，那就不要怪我虾人心狠手辣。皇上如何？先生大才，不过一门酒的生，就让我大秦3年之内再无缺粮的风险，国库也因此多出几成收入。寡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先生。若不是王上治理的大秦，国富民强，打得6国束手无策，那些商人也不会如此听话，手工自然是王上的。师傅，我有几个问题。能提问题就代表你自己思考过了。很好，有什么问题就问吧。先生，为何要在6国要找独家代理人，而不是让这些齐国的商会都成为虾家的客户呢？找独家代理人是为了更好的独霸这个市场啊！你想一想，临淄商会成为了我们在齐国的独家代理人，那他在尝到甜头之后，是不是会更加卖力的开发市场，卖出更多的酒？会。那3年合约期满之后，他为了抱住独家代理人的位置，会不会开出更高的价码？会。那其他那些商会看到临淄商会赚得盆满钵满，会不会眼红，也想成为我们的独家代理人？会。那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了。这样一来，不管是临淄商会还是其他商会，都会巴结我们，而且还不会拧成一股绳来反抗。说不定日后我们大秦打到齐国，这些商会还会成为我们的带路党。孺子可教也。那你说说，为什么我给本国商人3折的价格，还只收粮食？这还用问？此乃壮我疲彼之计，也就是我秦国商人得利多，却去6国购买粮食，则我大秦的粮食储备越来越多，而6国的粮食越来越少。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大秦粮草齐备，兵源充足，打过去就是了。好，这个开山大弟子果然聪慧。不到3天时间，6国商会便将各自的保证金送到了虾府。他们一时半会自然没有那么多现金，而是用了不少玉璧之类的珍宝折价，虾人也是照单全收。当然，虾人并没有忘记答应嬴政的那一份，他将6成黄金珠宝玉石装了整整10大车，浩浩荡荡地送进了宫中。10大车宝物将一只空荡荡的秦国宝库装得满满的，就连一向对这些宝物不感冒的嬴政都在宝库里乐一宿。有钱真好，赵高送诏书。安义军下人教导公子扶苏有功，又为国献策，克升爵1级，为安义侯，封地安义100里之地，可涉足兵3000。看这小人得志的样子，不过几天功夫，这小子就进入了秦国最高等级的彻侯行列。安义100里之地，从此之后也成他私人所有了。一代权相吕不韦，当时登记在册的私兵也不过300人，这直接就给了他3000，上哪说理去啊？
这样的升官速度让外界的人大呼看不懂，一时间外界的流言蜚语四起，各种传闻不绝于耳。那个虾仁上京估计是老秦王的私生子，回来认亲的。我听说他是个妖人，给秦王下了药，我看8成就是秦王嬴政的男宠。说吧说吧，我也不会掉块肉，割完的套路你们不懂。是时候扩建酿酒作坊了，这将酿酒作坊安置在安邑还是咸阳是个难题啊。主人，安邑是您自己的封地，做什么事情自然都能顺风顺水。但是毕竟这生意中还有6成郑哥的份子，就这么将酿酒作坊安置在安邑，怕郑哥心中会有些什么不该有的想法。还是安置在咸阳城外吧。家大，你负责去买地，记着只要能买到多少钱都无所谓。渭水边上都是好地，虽然有一些是功勋权贵得地，但是一听说是当朝安邑侯要买，有些甚至不要钱，直接开口就是送。虾仁自然也不能白占这个便宜，又让虾大夫各家将地钱送去。在虾仁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主上有一家死活不卖。我看看地图，这块地刚好在正中间，如果不买下来，那之前买的地都没有用，加价。我开出了5倍的地价，那地主也丝毫不为所动。5倍的地价已经足够那个地主再买一块2倍大的同样土地，还有的剩，这都拒绝。看来这是有人在给我下绊子啊！去查一下那家地主的来历。主上查到了，这块地是陈离他们家的。我说呢，原来是陈离在报复啊！自从虾仁决定用合法合规的手段对付陈家后，陈家酒楼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好容易从6国搞了些好酒来，让生意恢复了一些。虾仁又搞出一个飞天系列，彻底让之前的6国美酒无人问津。阁下来这里干什么？我们陈家的珍馐馆不欢迎你。我这次来就为了买你家渭水边上的那块地，开个价吧。想买地？对不住了，那是祖业，不卖。我不能对不起祖宗，不是。祖业？你们老陈家不是魏国人吗？能在咸阳有祖业？直说了吧，我就要那块地，你有什么条件你开？我的条件呢，也不高。听说阁下的飞天酒生意不错，我陈家出资1万金，占你2成份子，这个要求不过分吧？1万金就要占2成份子，你不觉得你的条件有点太过分了吗？过分嘛？不行就不行呗，那块地你也别想要了。你们陈家现在还能拿出1万金来吗？戚青伟不但把你的情况给摸清楚了，就连陈家现在的财务状况也摸得清清楚楚。珍馐馆的伙计这个月可没有发赏钱，进的食材都是陈离厚着脸皮上门去赊欠的。这1万金对于现在的陈家来说，可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区1万金而已，我陈家又怎么会看在眼里？1万金太少，你应该也打听过我飞天酒这门生意的摊子有多大，2万金可以谈。真的，口说无凭，立字为据。不过你那块地折价万金，你还需要再掏1万金出来。本想提个条件恶心一下他，怎么就同意了？这1万金确实有些为难，但只需要2万金就能占2成份子，这个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钱财不凑手吗？那没办法，你家那块地我也不要了，大不了我换个地方建酿酒作坊就是了。谁说不行？这个契约我签了。陈离，7天之内准备好1万金，否则契约作废。主人，要不然我去干掉他吧，太嚣张了。不需要，你们记住，我们大秦的子民要奉公守法。你们没看，我都没有用身份去压他，对付这种人太简单了。主人准备怎么做？你先去将地契过户，然后按照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先把工坊给盖起来。诺。你私下向咸阳城中的商人透个信，就直说我与陈离有旧怨，如果陈离上门找他们借钱，一定不能借，如果借了，就是跟我虾家为敌，而且这话还不能透露给陈离知道，明白吗？诺。另外，你再帮我去办一件事。主上，这样是不是太狠了？快去办，这能有多狠？诺。嘿嘿，跟我斗，我让你连裤衩子都剩不下。1万金，你让我上哪里给你弄1万金？你看我值1万金不？不行，你把我卖了。瞧您这话说的，这不是跟您商量的吗？商量？你跟我能商量出什么来？家业都是你在管，我是1个半两都没有。别啊，父亲，你不能不管我啊！你可知道飞天酒现在的买卖有多红火？听说6国商会成了虾家的什么独家代理商，光是为了这个代理商就支付了1家10万金的保证金，1家10万金。而且飞天酒现在1年的净收入差不多有80万金，这么大的生意，2万金就能拿下2成份子。
他们飞天酒要建酿酒作坊，看上咱家在渭水的那块地，儿子就用这块的拿捏了虾仁一把。不给咱2成分子，咱就不把它卖给他，这才谈成了这件事。那酿酒作坊难道就不能在别的地方盖，非要在咱们陈家的地上盖？谁让他们买地的是个傻子，先把咱家旁边的2块的给买了，咱家的地刚好在2块的中间，没了咱的地，这酿酒作坊盖不起来。现在首要任务是弄钱，这些是儿子以后再讲给您听，您先给儿子想想办法。我去找淳于大儒看看，能不能从儒家那边先借来这1万斤。父亲，如何？淳于越说儒家没钱，还让咱们小心一点，不要与虎谋皮。这几年松风会馆花了咱们陈家也不止万金了吧？儒家就这么绝情？儿子，要不就算了吧，飞天酒的生意咱要不做了。我去找商人们借钱去。我溜溜跑了一天，找了10几家秦国商人，结果全是手上没有福财不借我，肯定是虾仁搞的鬼，想白拿我的地。小子，我们玩到底，出去放风，出售陈家的珍馐馆。珍馐馆要卖的消息发出去了3天，却没有一个人上门。看着黎虾仁给出的期限没剩几天，陈黎心如烈火焚心，急不可耐。终于，尊驾，这房要卖多少钱？1万斤。尊驾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价钱不合适，咱还可以商量。3000斤。3000斤，尊驾怕不是报错价了？我这珍馐馆当年可是14000斤买下的，我就出3000斤，嫌少就别卖呗。看在我也是为人的面上，再商量商量。既然你也是为人，那我就再加1000斤，不能再多了。这也才4000斤，加上我自家的2000斤福财，也不过6000斤，还有4000斤的缺口上哪找去？把我居住的那所大宅也一起买了吧。魏国商人跟随陈黎回家，查看了一番之后，珍馐馆加上大宅一共给了8000斤。3万斤的家产，现在就只能卖8000斤，凑够了这1万斤，入股飞天酒，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好，签契约。我是魏国大梁商会的主事，最近为了给虾家凑保证金，已经将商会在咸阳的资金用尽，我需要3天时间筹集款项，不知掌柜能不能等？要是等不了就算了。3天时间还在跟下人签订的契约时间之内，能等。虾仁，你要干什么？竟然大清早就打上门了！我来收钱了。今天是契约到期的最后一天，你那1万斤准备好了没有？魏国商人的钱还没有送到，时间还没到，你这什么急？行，既然你说时间还没到，那我就在这等着你拿钱。行，既然你说时间还没到，那我就在这等着你拿钱。怎么想逃？果然让主人说中了，你这家伙不老实！我特么又不是欠你们虾家的钱，你们搞清楚好不好？对哦，他好像不欠咱们主人的钱哦，那不用管他了。是现在不是跟着2个浑人志气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找魏国商人要钱。那名商人已经返回大梁了，昨晚关城门之前就走了。完了，被骗了。那商人走了也好，虽然我不能入股飞天酒，但是我家的珍馐馆和大宅保住了，这样算下来，损失就是1块地而已。这样的损失我还能承受得起。今日无钱给你，契约作废。既然陈家钱财不凑手，那就算了。家武取来文书，给陈先生画个押。虾武早有准备，将一副写满字的契约递给陈黎。陈黎细细地看了一遍，没毛病，当即签下自己的名字，又按上了自己的手印。咸阳护房何在？护房在。契约之事归你护房所管，你可仔细验看，可有违法之处？钱押别无二致，并无违法之处。那就好，可惜了，陈先生未能成为我们虾家飞天酒的财东，家人深以为憾。无缘罢了，祝虾家飞天酒生意越做越红火。且慢，家某道还有一事要麻烦陈先生。你还有何事？虾武早有准备，从怀中又拿出一块白卷递给护房小丽。契约没有问题。再看看房契和地契。虾武的怀中就如同百宝箱一样，又从里面拿出几块绢布递给小丽。看着那契约眼熟，怎么好像是我家的房契地契？这房契地契不是在魏国商人那里吗？
怎么会在虾人手里？不好意思啊，陈先生，有一名魏国商人说手上没钱，将2处房产卖给了我，我这才知道好像是你们陈家的产业，还请先生赶紧腾房吧。虾人你怎么，陈先生不知道，是不是还想说自家的房契地契都遗失了？是不是魏国商人没给你钱？不要紧，我也没有给魏国商人钱。你们都看见了，我可没碰他，是他自己摔倒的。来人，属下在。去把这所宅子和珍馐馆的闲杂人等都给赶出来，我们虾家的产业不留闲杂人。护房，下官在。本官如此作为，可有违法之处？当然没有，上卿所谓结合律法，别说确实没有违法，就算真有违法之处，小吏也不敢直说。既不违法，那你们护房还不去清点财物，监督契约生效？下官现在就去。现在家破是给你贪婪的报应，可是派人刺杀我的那笔账还没跟你算呢。虾人的官威第一次发挥了效力，整个咸阳官署都动了起来。不过1个时辰，陈家的一家老小就从咸阳城中树的上的富户变成了流落街头的流民。陈离无奈，带着一家老小住进了松风会馆。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不是提醒过你不要轻信虾人的话，现在如何？吃亏上当了吧？这不是要多谢你们儒家不愿意出手相助吗？如果儒家愿意借我1万金，能有后面的事情？那你是在怪老夫了。松风会馆也是我陈家的产业，我打算用这间会馆重操旧业。淳于大儒可能要另寻住处了。淳于越没有想到陈离一言不合就敢自己走，换作是秦王嬴政说这样的话，淳于越兴许还会容忍下去。大胆出言不逊，该打！你敢打我？你是我儒家弟子，就凭你刚才说的那些忤逆犯上的话，即便是打杀了你，别人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淳于大儒，看在我陈家历年来对儒家还算恭敬，陈离这孩子年纪还小的份上，就饶恕他这次吧。我陈家在秦国是待不下去了，愿意回魏国去，这松风会馆就送给淳于大儒做落脚之地，如何？我倒也不是贪图这小小的一座松风会馆，而是你儿子确实有点年轻气盛，出口不逊，这一巴掌就算教训一下他。罢了，既然你们要回魏国，那就回去吧。崔贤，你带几个师兄弟护送一下，不要半路遭遇劫匪，妄自丢了性命。我一定将陈家安全送到。趁着此时天色尚早，城门未关，你们上路吧。一旁虾人的心情却很好，不但酿酒攻防的事情解决了，还报了陈离派人刺杀自己之仇。得知陈家离开咸阳的消息后，他马上就把七星卫给派了出去，打探虚实。你们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变故？我们跟上陈家的时候，10几个人对陈家大开杀戒。本来我们不想管，谁料夏三这个憨货竟然漏了行藏，我们也被迫跟这些人干了一架，就成这样了。还有人提前对陈家下手，知道是谁吗？看剑法，好像是儒家的8翼剑法。陈家不是儒家弟子吗？儒家怎么会对陈家下手？那就不知道了。反正剑法是儒家的。有伤亡吗？那些人爪子挺硬的，伤了我们几个兄弟，倒是没死人。但是那伙人都被我们干挺了，跑了一个，没死就好。受伤的兄弟待会一人去账房领10金，算作医疗费。主人，这太多了。多个屁！你们为我办事，我又岂能亏待了你们？还好没有伤亡，不然我怎么向你们父母交代？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回事？陈家的，要不是我们下手快，这孩子也活不下来。那这孩子你想怎么办？属下想请主人收养这个孩子。我可还没娶媳妇呢。主人乃先人之体，本来属下不该向主人提出这个要求，但是这孩子现在全家都没了，还请主人发善心，留下这个孩子。你先起来，实在不行，我收他当弟子，总要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我都想好了，这孩子小年纪就遭遇此等变故，希望这孩子以后一辈子能平平安安的，就叫平吧。那姓呢？跟你姓？当然是姓陈。陈平还挺顺口，就叫陈平了，以后就是为师的2弟子。恭喜虾人收得高徒，让下午去找几个嬷嬷来。孩子才1岁，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带，还得靠有经验的人。安排好一切的虾人这才回屋。这孩子竟然叫陈平，不会是那个帮助汉高祖建立大汉朝、立下赫赫功勋的陈平吧？应该没有这么巧。陈平，难道这个孩子就是汉高祖帐下的第一阴谋家，搞死项羽的第一谋士范增，3救刘邦，剿灭吕氏一党，扶植汉文帝继位，与张良堂堂正正的阳谋对比，他的计谋略显阴毒。这样一个在历史上褒贬不一的人物，现在竟然有可能是我的弟子。算了，不管他以后会成为什么人，现在也只是一个1岁大的婴儿。倒是七星卫的受伤给我提了一个醒。
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提升七星卫的势力，减少七星卫的伤亡。神功秘籍我没有，只能在装备上给他们想办法。提升装备，首先就是要解决钢的问题。虾仁匆匆画了几张草图，就让虾大带着他去找咸阳城中最好的铁匠。您好，老爷子，我想请您为我铸造一件兵器。主上，这老头也太目中无人了。你懂什么？像这种有本事的人，如果没有一些傲气，倒显得没本事一样。虾仁倒是不生气，只是拿出自己的草图递给白胜。白胜接过草图，是细细看了一番，然后不屑地对虾仁说道：“尊驾，这画的是什么玩意？铸剑怎么还用上了草木灰和大酱？这些玩意能铸造出神兵利器出来？尊驾还是算了吧，慢走不送。”你不懂，我师门秘法锻造神兵利器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要不你先试试。胡闹！我这是铸铁房，不是尊驾胡闹的场所。想胡闹的请找别的铁匠。你这老汉怎么说话呢？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你还想打我不成？大将也不要这么绝对嘛，要不要咱们打个赌？打什么赌？自然赌，按我的方法能不能锻造出神兵利器？那你必输无疑。你想怎么赌？如果按照我的方法不能锻造出神兵利器，那我奉送万金给大将。如果锻造出来了嘛？锻造出来又如何？锻造出来的话，那请大将入我虾府，专司铸造之事。当然没有对大将不敬的意思，只因为这是我师门秘法，所以才需要这样。虾仁娓娓道来，如同一头正在引诱小红帽的大灰狼。朵拉，我可不相信你这个在乱七八糟的什么师门秘法真能铸造出神兵利器。与虾仁签订契约之后，白胜开始按照虾仁的方法铸造。先是用大火将铁矿融化成铁水，然后倒入模具中。铁水在模具中冷却后，用大酱、草木灰涂抹铁具全身，然后继续加热。待铁具再次融化后，重新敲打定型，边敲打边撒上羊骨头磨成的骨粉。再待铁具彻底定型之后，再放入酒中淬火。白胜的手艺确实没得说，每一步的操作都让众人看得赏心悦目。宝剑还有最后一步，就要横空出世了。白胜此时眼中冒出看见神物一样的光芒，拿着剑就往自己手腕上抹。大将，你这是做什么？神兵出世需要人血祭奠，你不懂，给我闪开！用不着，用不着，我这师门秘法跟别处不同，不用人命祭奠。你们都是死人吗？还不过来拉住他！虾大等人这才如梦初醒，一拥而上，将白胜给控制住。放开我！我白胜终于打造出了绝世名剑。喂，你是用了我的师门秘法才打造出来的？主人在上，请受白胜一拜。从白胜那里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微微亮了。虾仁安排白胜跟七星卫去休息，然后自己回房考虑铁匠方应该开在哪里。搞出门纲法的本意是为了给我的七星卫换装，也为以后我那3000族兵做准备。但是没想到这宝剑竟然如此锋利，这样的宝剑在这个时代估计已经属于干将莫邪于常那个等级，就连秦王嬴政那柄战炉可能都差了一些。这样的神兵利器，在我虾家大规模的换装是瞒不过有心人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难道又要献给郑哥吗？还是交给郑哥吧，毕竟现在靠着他吃饭，他越强，我越有安全感。第二天，虾仁干脆带着扶苏来到后院，开始给扶苏上现场课。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如果不是我年纪小，力气不够，我都可以亲手打造一柄自己的宝剑出来。在后院待了7天，白胜一连打造了7柄宝剑出来，品质是一柄比一柄好。虾仁挑了一柄品质最好的，用最好的鲨鱼皮做了剑鞘，带着扶苏就进宫了。这个家伙不是应该守在郑哥身边吗？怎么在殿外守着？难道店里郑哥正在见什么重要的客人吗？连赵高都不能听的事，我还是不要掺和了。赵高拜见公子，见过安义侯。王上是不是有重要的事在谈？那我改日再来。安义侯，且慢。王上曾有王令，安义侯觐见，无论何时都要通报，哪怕是王上正在行房也不例外。所以请安义侯稍后，容我先去通报。安义侯总不能看着奴婢被王上责罚吧？先生几日不进宫，可想死我了。臣这不是来了吗？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韩国的韩明大夫，这就是我儿扶苏的老师安义侯上卿虾仁。韩国大夫韩明，见过虾侯。韩明大夫是代表韩王出使我大秦的，刚好先生进宫，一起听听，帮寡人参详一番。看来这个虾仁在秦王心中的地位不低。我这次名义上代表韩王来给秦王进贡，其实另有任务。如果能得到虾仁的美言，
说不定韩国还真能继续苟延残喘下去。虾仁乃天下名士，能得虾侯之参详，是韩国之幸。韩大夫，你将刚才说的再说一遍吧。我韩王有感韩秦两国交好，秦王威德日盛，愿意以臣礼侍奉秦王，并且约秦国一同伐赵。韩国约秦国伐赵，韩国为何要伐赵国？韩国与赵国有新仇吗？我韩国上党之地尚在赵国手中，怎能无仇？况且赵国无道，竟然抗拒大秦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韩国虽是弱国，却也看不下去。虽然我国弱小，也愿意出兵3万相助秦军。韩明，你说的这也算是人话。上党好像是被秦军围攻，是你韩国发不出救兵，上党军民才选择投降了赵国。怎么在你嘴里就成了赵国欺负你们韩国了？这颠倒黑白的功力我也是服气的。而且秦国新败，你韩国就急吼吼的来联络秦国伐赵，这目的性就太明显了吧？韩王有心了，不过韩国疲弱，出兵3万就不用了。我大秦还可以赐给韩国一些粮草钱财，助韩国恢复国力。韩大夫，你看如何？夏侯此言莫不是戏耍韩明？此乃国事，岂能戏言？大秦愿意出粮草100万石，金10万，相助韩国。夏侯此言当真，绝无虚言。秦王也认可。先生之意就是寡人的意思。外臣代比国君拜谢秦王后矣。慢来，粮草是有，金也有，我却没有说是无偿的。夏侯此言何意？韩大夫，租界要不要了解一下？敢问夏侯，租界是何意？租界，自然就是我跟你租一块地，然后给你付租金啊，怎么样？土地乃国家根本，岂有出租之理？怎么就不能租了？房屋马匹都能租，土地为什么不能？我给租金啊，1年100万石粮食外加10万金，够不够？我还能一次支付10年的，能谈不？一次性支付10年，就是1000万石粮食外加100万金，这笔钱可是一个大数目。如果换成我王在场，说不定就当场答应了。不知道夏侯想租哪块地？我看南阳那一块地就不错，要不然就租南阳吧。绝对不行，南阳乃我韩国养兵之地，怎能租借给他国？养兵之地，你韩国不是要以臣礼侍奉我王吗？那韩国的安全自然是由我大秦负责，还需要养兵作甚？难道你们韩国其实并不是诚心实意的要臣服我们大秦？岂有此理！我韩国侍奉秦国之心天日可见，哪里会有什么歪心思？那为啥要养兵啊？列国伐韩，自然由我大秦出兵，韩国不用养兵。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既然韩国要养兵，想必定有不臣之心。臣请王上起大军伐韩，他不愿意租，那咱们就自己去拿就是了。先生此言有理，寡人马上下令蓝田大营聚兵伐韩。秦王不可，秦王不可！我韩国对秦国绝无二心，秦王明鉴啊！你口口声声说没有二心，却连一块地都不愿意租给大秦，还不是心怀叵测？韩国愿意将南阳之地租给秦国，韩国愿意啊！韩大夫怎么哭了呢？你可是韩国的特使，代表着韩国的尊严，轻易可不能哭啊！你们秦国这么霸道的吗？连我哭都要管？我特么打不过你，我还哭不过你吗？韩大夫再哭，寡人就认为韩国没有诚意，寡人可就要发兵了。韩大夫，男儿有泪不轻弹，咱还是先聊聊租界的事情。还谈？还要谈啥？当然要谈，租金谈完了，你不得给我们一些优惠政策吗？地都租出去了，你们还要优惠政策？当然啊，比如在南阳，我秦民犯罪，只能由我秦国律法惩处，韩国无权抓人审判处刑。再比如，南阳虽然是我们租韩国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南阳屯兵，而且我们大秦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保护了韩国的安全，所以南阳的税收应该交给秦国，作为秦军辛苦的费用。那你们还给啥租金啊？那不行，租金是租金，保护费是保护费，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秦国一向是以理服人的，韩大夫，你说是不是？是，你们秦国的确是以理服人，太特么讲理了。既然韩大夫已经同意了，那咱就这么定了。王上，韩大夫持节而来，想来已经得到了韩王的全权任命，不如现在就签下条约，如何？先生所言甚是，寡人马上让人过来草拟契约。不用那么急吧，毕竟这是大事，外臣还要回报我家韩王知道才是。先定契约，再回报韩王不迟。既然契约已定，外臣马上归国，向我王禀报此事。且慢，夏侯还有何事？现在路上不太平，韩大夫归国怕是有风险，且在咸阳住几天，我王自然会派人护送韩大夫归国，当然顺便接收南阳。你快送韩大夫就医。先生，这是第2次在我齐年宫让人吐血了。臣惭愧。先生凭口舌之力就为我大秦拓土，何来惭愧之说？倒是寡人要感谢先生。韩国居心不良，有意坑害我秦国在先，臣只是还以颜色罢了。韩国有意坑害秦国，此话何解？
我知道。你知道？那你说来听听。父王容禀，我秦国新败于赵国，就算韩国不来相约，我们大秦也是要出兵伐赵的。只是之前师父说过，当今秦国应该先屠韩国，待赵国有变再进攻赵国。现在赵国实力尚存，况且还有李牧那样的一代名将，我秦国此时伐赵一样讨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折损我秦国的国力。韩国此计跟郑国渠一样，其实是皮秦之计。好孩子，待会带你撸串。师傅，再来俩大腰子。上次你烤的羊腔也很好吃，我也要吃。先生，腰子我知道，羊腔是啥？这个羊腔，王上，我这次进宫是想进献一件宝物给王上。宝物，先生所献自然不是凡品，快让寡人看看。拿过宝剑，抽剑出鞘，剑光瞬间照亮了大殿。如此宝剑，寡人尚未见过，取寡人的战炉剑来。赵高连忙取来战炉剑，要说嬴政的心也是真大，抽出战炉剑就要往手里这把钢剑上砸。王上，战炉乃历代秦王佩剑，不可用来试剑啊！万一有什么损伤，臣万死莫恕。先生说的是寡人鲁莽了。赵高取扎甲来。赵高取来了30层铡甲，嬴政也不废话，直接上去就是一剑。这把剑竟然能轻轻松松地劈开30层铡甲。先生，此剑乃神兵也，请问先生此剑何名？后院7号。后院7号，先生这名取的风趣。王上不要误会，臣进献的并不是这一把宝剑，而是这宝剑的锻造之法。如此神兵，锻造之法一定神奇，先生快说来听听。先生，你是说这样的神兵可是在大秦军中列装？当然不能列装，我搞他出来作甚？这等神兵竟然可以列装，我大秦锐士如果人手一件，天下还有谁能抵挡我大秦锋芒？谁来剁谁？王上，王上，寡人太激动了，失态了，先生勿怪。王上说哪里话，臣懂。先生又给我大秦立了一功，寡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赏赐先生了。这话啥意思？赏无可赏，只能赐死。看着嬴政的面相，并没有暗含杀机，自古伴君如伴虎，更何况自己扮的又是嬴政这头大老虎，不能不小心一点。王上说的这是什么话？臣不过尺寸之功，不敢言赏。如果王上真要赏的话，要不就再给臣一些封地。先生要那么多地作甚？没办法，从小跟着师傅在山里，穷怕了，手里有地，心中不慌啊。先生受苦了，不过没有那番魔力，又怎能有先生此等经世之才？不就是地吗？没问题。王上，这是焖钢法的图纸和制作工艺，我就先告辞了。我跟扶苏吃烤串去了。还好我读过书，知道王翦和萧何求财奔舍的自污之计，不然还真不一定能过这关。虽说现在嬴政也不一定就会杀了我，但是君臣有了嫌隙，对我以后的发展毕竟不是好事。现在多好，君是君，臣是臣的，老子的后半辈子可都压在你身上了，你可千万要当上秦国的皇帝啊！下令。据天下铁匠于咸阳，在咸阳城外新建一座兵器作坊，3年之内给所有的秦军换装。韩国将南阳之地租给秦国，秦国每年支付给韩国租金。秦国在南阳可以驻军，税收交给秦国，秦民犯法，韩法不能治。命内史嬴腾卫使随韩使归国。蒙恬为主将，率兵3万，一路护送，驻扎南阳。没过几天，3万秦军集结完毕，在蒙恬的带领下，拥簇着韩使向南阳进发。咸阳城中的铁匠也被聚集到一起，由虎卫负责监管保护，在咸阳正北搭建起了一座硕大的铁匠工坊。但是这一切，虾仁都没往心里去，因为他现在不在咸阳。这段时间我出的风头有些过分多了，还是要低调一些比较好。王上，我虽然受封，却还没有见识过封地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想回封地看看。父王，我也想随先生出行，长长见识。那好吧，但是3月为期，3月之后必须要回咸阳。只可惜我想象的策马奔腾变成了行军。虾仁此行的队伍相当庞大，他的7星卫除了虾大刘在府中照顾陈平，虾5负责酒楼，虾2负责飞天酒，其他几个都跟着他出行。嬴政安排了50个黑冰台暗卫随同保护，更派了100虎卫陪同。这次出行虎卫的指挥官是蒙宪，他被嬴政调到虎卫当校尉，已经不再是黑冰台的暗卫。蒙宪知道这是虾仁在嬴政面前替自己说了好话，不然黑冰台的卫士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调进虎卫？所以对虾仁还多了几分感恩之心。蒙宪还有多远才到安邑？回禀安邑侯，前面还有20里就到安邑县城。还有20里才到啊！我屁股都快坐烂了。我特么的都给你垫了厚厚的好几层垫子了。行军的过程是苦闷的，虎卫是秦军中最精锐的一支军队，蒙宪一切都按实战来的，所以行进速度相对比较慢。这里虽然是秦国疆域，但是也是魏国故地，扶苏与上卿都是贵人，还是谨慎一些好。
谨慎我倒是不反对，但是100来里的路走了3天，还有20里，这是不是有点谨慎过头了？算了，反正也是出来散心的，就随他去吧。只是战国时期又没有马鞍，也没有马镫，上马下马都不方便，而且又没有水泥路，这一路把我给颠的啊！等到了安逸，说啥都要把马鞍和马镫给发明出来，不然这辈子都不再骑马。这什么情况？点子就这么背吗？回趟封地都能遇袭。准备作战。可是安逸侯上清虾人的队伍。正是，来者何人？河东郡守亡魂前来迎接安逸侯。迎接？你特么管这个方式叫迎接？虾人一点都没感觉到亡魂有迎接自己的诚意，但是人家既然说了，自己当然不能认怂。我就是虾人，足下就是河东郡守亡魂嘛。果然英雄出少年。这话可听上去不像是什么好话啊！这摆明了觉得我太年轻了啊！在这跟我显摆资历呢，都是王上厚爱，当不得英雄2字，比不得王郡守如此威风啊！郡守之职，保境安民，带兵也是应有之责。今日是我河东郡练兵之日，下官自然要带兵出巡。恰好接到咸阳传书，说安逸侯今日巡查封邑，这才相迎，威风不敢当。不过也是，上卿不是军中之人，自然不明白其中道理，无妨。这个亡魂来者不善，刚说完我年纪小，现在又说我不懂兵事，你是看不起谁呢？不过亡魂毕竟是河东郡守，是河东郡的最高长官，我虽然不知道哪里得罪过他，让他对我出言不善，但是还是不要惹事，先岔开话题吧。既然如此，那请郡守带路，带我们前往安逸县城吧。安逸县，下官在，郡守有何吩咐？我还有军务，你2人带虾上卿去安逸城，小心招待，不可怠慢。若是让虾上卿有什么不满，回头仔细你的皮。诺。这是安逸县，他会带上卿前去。我先告辞。敢问县守贵姓大名？下官安逸县守甘腾，拜见上卿。甘腾，你咋不叫心疼呢？既然王郡守都已经说了，那就有劳甘县守了。应该的，下官分内之事。在甘腾的带领下，蒙县也难得的加快了行军的步伐，不到1个时辰就进了安逸县城。甘腾将虾人直接安置进了一所大宅。安逸本是魏国旧都，比秦国寻常县城要大上不少，城中大宅也是不少。虾人住的这座宅子，相传就是当年魏国公子养的住所。别说虾人这200人，就算再来200-300住着，也绰绰有余。主上，要不要我去砍了那个亡魂？主上，让属下去吧。上卿，这是有点不对劲。当然不对劲，说是接到了咸阳的传书才来迎接我，但是绝口不提扶苏，他难道不知道扶苏与我同行？末将也觉得奇怪，而且今日见他之时，好像感觉他是在刻意激怒上卿。的确，我不生气，感觉他还有点失落。对了，我们现在住的大宅，原来的主人在哪？刚才属下已经去打听过了，这所宅子乃官府所有，正是用来接待路过官员的。哦。那我们岂不是住进亡魂的地盘？那一举一动不是都落入他的眼中？禀上卿，屋内各处都已经查看后，并无异常，只是屋外好像有不少暗探在监视我们。主人，让属下出去，将他们杀尽，也给亡魂一点颜色看看。你怎么知道暗探是亡魂安排的？说不定是其他人安排的呢。今天累了，先睡觉，明天起来再说。第2天早上，虾人带着一行人来到大街之上。他们准备去安逸县找甘腾，问问自家的封地给安排在哪里。国魁，国魁，上好的国魁，走去看看。国魁，国魁，上好的国魁，这玩意怎么卖啊？1个半2-3个，1个半2-3个。兄弟是第1次干盯梢这行吗？贵人说笑了，说什么盯梢不盯梢的？兄弟，以后出来盯梢，先学学。你看谁家卖锅盔的，就这么敞着卖的，这锅盔吃嘴里还不一嘴灰。刚才风大，将我的布给吹掉了。风大好，算你风大。我就问你，1斤麦子能做出多少锅盔？行了，继续盯吧。下次记得先学习再来干活，知识改变命运。不知上卿驾到，有失远迎，上卿恕罪。甘县守免礼，本官此来就是看一下本官的封地，不然连家都不知道在哪里。上卿说哪里话？上卿看自己的封地是应该的，请随我来，
上卿的封地就在此处，还要劳烦县守带我们前去。今日大早，郡守府就传来消息，要我今日前往郡守府汇报今年的安邑县的岁入，所以下官可能没时间去。下官让护房带上卿过去，可否？好。这就是你们安邑县给我家主人选的封地，你们安邑县这是不想活了吧？上卿饶命，这个事情小人也不知道啊，都是上官定的。安邑县定的，小人不知，上卿就饶了小人吧。小人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3岁的孩子，实在是不敢说啊。加三，放开他！这安邑县也太无理了，主人百里封地，竟然连一块好的都不给，该杀，统统该杀！大山有什么不好？大山里面全是宝。小丽，我问你，此山何名？回禀上卿，此山名叫中条山。虾仁心中一喜，别人不知中条山的好，他又怎能不知道？中条山不但有煤，还有铁矿等各种矿石，深山中的野生草药更是数不胜数，而且草木繁盛，山上山下水资源还丰富，正是安置铁匠工房最佳场所。对于虾仁来说，这块封地的价值比1000里耕地还要大。山中可有人家？山上山下共有3个村子，有民户364户，猎户110户。带我们去最近的村子。他就这么发现你了？你们这些蠢货，就这么简单就让人发现了？一天天的还跟我吹，虽然比不上墨刺，但是跟黑冰台比起来也差不多。现在呢，那个毛头小子一眼就把你给认了出来，这又怎么说？郡守息怒，那小子确实有些门道，倒是也怪不得他们。滚出去！下次再让他发现，我灭了你满门！山藤，那小子去他的封地了，我安排人带他们去了。好，那小子见自己的封地是一座大山，定会忍耐不住，必然要去你那里闹。他一闹，你就派人告诉我，我立马派兵把他们看押起来，送回咸阳。我看那小子以后还有什么脸再来安邑？郡守，那小子毕竟是上卿，况且公子扶苏也在，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公子又如何？王上现在应该有好几个公子了吧？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扶苏继承王位？况且我们针对的是虾仁，又不是公子，你有啥怕的？现在是要尽快把这个小子赶回咸阳，大事在即，不能让他留在这里坏事。老人家，咱们这个村子有多少人啊？回禀贵人，本村有丁口28人，老弱妇孺39人，只是这几年丁口都被征发走了，只剩下我们这些老弱妇孺在村子里。虾仁这才想起来，嬴政当政这几年屡次兴兵，虽有斩获，秦国自身也折损不少。看来这马村就是万千秦国村户中的缩影。那你们没有丁口，靠什么为生啊？本来我们就靠着山中的野果野菜勉强度日。前段时间来了一个辽子先生，教我们用山中树藤编些器具去山下换些粮食，日子这才好了一点。而且辽子先生还会医术，我们有个大病小灾的，都是辽子先生给我们医治。辽子先生现在何处？昨日说是进山采药，想来2、3日便归。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在村里住几天，等等辽子先生。贵人，我们村房屋简陋，贵人住不得啊。你们住的，我就住的。很快虾仁就后悔了，这村子里的房子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窝棚，四面透风也就算了，还没有一面整墙。虾仁让下3块马回到安邑县城，一来是将留守在安邑县城里那些虎卫都带过来，二来是买些厚实的衣物和粮食送来。虾仁把7星卫都撒出去了，一部分去山中打些猎物，另一部分则去看些树木回来搭窝棚。扶苏，这就是秦国的百姓，你未来的子民，你要好好看看，他们为秦国奉献出了一切，以后你要对他们好一点。好的，先生。过了小半天，7星卫回来，打猎的那队收获不少，10几只野兔，3、5只野鸡，甚至还有1头上百斤野猪。若有了野猪，也就有了油脂，今天的晚饭有着落了。主人，久不打猎，手艺都生疏了，让主人见笑了。虾七在7星卫中是比较没有存在感的一个，之前是个猎户，只因为被豪强欺负，怒而杀人，被判了死刑，被虾仁救了回来之后，在府中也一直是勤勤恳恳做事的人。这是你射的？是我，主人见笑了。你有这一手咋不露呢？我们在咸阳也没有出去打猎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手绝活可不能丢，给我常练。交代完虾七，虾仁开始亲自上手给这些猎物开膛破肚，清洗干净。不一会儿，香气四溢，整个村子都闻到了烤肉的香味。这肉烤的好香啊，老夫有口福了。火堆前多了一个人影，正抓着一只野鸡啃着。虾仁吓一跳，定睛一看，原来那人是一个花甲老人，满头银发，
腰间系着一个大葫芦，还有一根通体碧绿的手杖。我擦，洪七公前辈，你的脚力太快，晚辈有些跟不上啊。你小子快点，这里有好吃的。我这前辈向来不拘世间礼法，兄台莫怪。相逢就是有缘，前辈能吃我做的烤肉是我的福气，你也来一块。辽子先生，你回来了。你就是辽子，在下正是辽子，不过戏称而已，你就叫我魏辽吧。末将蒙宪拜见国尉大人。你就是魏辽子？我已经不是国尉了。你是魏辽子，那你口中这位前辈又是谁？这位前辈就是鬼谷子。鬼谷子，你特么怕不是在哄我？鬼谷子前辈不拘俗礼，阁下莫怪。不过普天之下，应该还没有人敢冒充他老人家。行了，魏辽这小子已经信了，不然墨家的那几个小子早就扑上来了。还是前辈警觉，晚辈佩服。前辈怎么不在云梦泽清修？怎么有空来我秦国逛逛？我倒是也想不问世事，一心清修。但是天下大变在即，我再不下山收几个徒弟看家，估计我纵横家一脉就要消亡了。前辈出山是收徒的？是啊，怎么你有好苗子？你别跟我说是你，你岁数大了，不符合我们阴阳家的标准。我可没有那个福分。您看看这个小伙子怎么样？你儿子？前辈话不能这么说，我怎么可能生出这么清秀的孩子？这是我王公子扶苏。我说呢，跟你一点都不像。几岁了？12了。平时学了些什么？他平时就跟我学点我师门的绝学。你徒弟？你哪家的？师门有训，不能外传，请前辈见谅。还是个隐世宗门，那既然都是你弟子了，我还收个屁呀！我还有一个叫陈平的孩子，挺不错的，未来定有作为，要不您收下？你还有一个孩子，多大了？也是你弟子吗？弟子倒是弟子，不过随时可以转成干爹，至于年纪可能确实小点，1岁了。你跟老头子开玩笑呢？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你让我收他当弟子，那我是当师傅还是当保姆啊？要不晚辈跟前辈打个赌吧，晚辈要是赢了，您就收下我2个孩子中的1个。你说了怎么办？您说咋办就咋办。赌啥？晚辈有一篇天下奇闻，如果前辈听完能不为所动，那就是晚辈输了。天下奇闻，老夫还真不相信当今天下能有什么天下奇闻能打动老夫。赌了。兄台果然有天下奇闻。奇，绝对奇。那我就洗耳恭听了。天道变化，消长万会，气地之力，乃有成耳。天贵而地贱，天动而地静。贵者运机而贱者效力。王者天也，将地也；将者天也，士卒地也。我天也，敌地也。由此观其所动，故复胜可知矣。这是纵横家不传之秘，你从哪里得来的？这是前辈的不传之秘，我不知道啊。这都是我师门藏书阁中摆着的书，随便看，我就觉得挺有道理的，就记了下来。你这师门是什么师门啊？连我纵横家的不传之秘都知道。我告诉你，你小子今天要是不说明白，老夫跟你没完。兄台，你这天下奇闻还真吓到我了。前辈啊，我这师门名讳绝对不能说的，不过一本杂书而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知不知道？就冲着你刚才念的那一小段，老夫就可以将你利弊掌下。把剑收回去，前辈这是跟我开玩笑的。墨家这些年发财了，竟然18件是人手1柄神兵利器。我送的，前辈你想要，我也给你送1柄。你还用这种手段？老夫现在对收你为徒弟这件事有点心动了。您别对我动心，咱俩没有师徒缘分。你的徒弟要么是扶苏，要么是陈平，又或者2个都收。反正你刚才都捂我嘴了，证明你已经心动了。我能抵赖，我鬼谷子能抵赖，收就收，2个都收。鬼谷子牛逼啊！扶苏有了鬼谷子这个师傅，诸子百家已经可以横着走了。论心眼脏，诸子百家加一起都不如鬼谷子一个人心眼脏。这头也磕了，师也拜了，还未请教兄台尊姓大名。好说，在下大秦安义侯上卿虾仁。你就是虾仁？咋了？这是我是虾仁啊！你就是齐年宫里气得淳于越那个老匹夫吐血的虾仁。你就是盗取了阴阳主的阴阳五行诀的虾仁。等会，淳于也是我气吐血的没错，但是阴阳五行诀不是我盗取的啊，是我手下干的。你的手下也是你的人，跟你干的有什么区别？干得漂亮啊！淳于越那个老匹夫，老夫一直看他不顺眼，就是找不到老匹夫的把柄。你这算是给老夫出了一口气了，要不你也拜我为师吧？拉倒吧你！当你徒弟这事，这辈子都免谈；当你师弟还凑合。今日我拜师收徒，收下人入我阴阳家门墙，认你做师弟。这个老头怎么这么绝呢？我到底什么地方好，让你如此念念不舍？我再问你一次，你愿不愿意入我纵横家门墙？
行吧，以后我就叫你师兄了。好，好，好！没想到在这中条山，不但收的家徒，还能认下一位好师弟，此行果然不虚。魏辽子此时却一脸尴尬，他的师门与鬼谷子有些渊源，按道理是要叫鬼谷子一声师伯。他刚才还跟虾仁平辈论交，一会儿功夫小了一倍，自己年纪与虾仁看起来只差了10几岁，这生师叔实在不好叫出口。还是虾仁会做人，立马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玉辽子先生，咱们各论各的，我还是称呼你魏辽兄，你称呼我虾仁弟如何？为兄惭愧，那就听虾仁兄弟的。以后我就多了鬼谷子这座靠山，扶苏和陈平也有了纵横家这个依靠，光是鬼谷子就已经算是我来安逸最大的收获了，顺手还搭了一个玉辽子。师兄，魏辽兄，你二位为何来这中条山？之前说过，鬼谷前辈是出来找徒弟的，而我却是为杂家。杂家？你找他们干啥？杂家与河东郡守亡魂勾结，意图将河东郡献给魏国。杂家不是都被请出秦国了吗？吕不韦在秦国多年，高举杂家大旗，甚至还编出了一本《吕氏春秋》。杂家弟子遍布秦国，岂是一道王诏就能驱除干净的？我当年受陛下重托，行走江湖暗访杂家弟子，这些年不知道见过多少杂家弟子因为吕不韦被逼死而心怀怨怼，暗地里却勾连六国，阴谋反秦。我说当年国尉怎么会突然辞官？原来是这样。难怪河东郡守见到我来，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原来是怕我坏了他们的好事。原来如此，你说杂家弟子勾结亡魂，要将河东郡献给魏国，魏国现在都啥样了？就算亡魂敢献，魏王敢收，就不怕我大秦提兵问罪？魏王曾身体不好，这2年都是太子甲执政，而这位太子甲却是很有雄心，不但在国内大肆练兵，要重振魏国声威，而且经常与齐楚2国会盟，意图再次联合伐我秦国。痴人说梦罢了。你说他痴人说梦，他却觉得大有可为。有杂家弟子牵线搭桥，这2方就勾搭起来了。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亡魂的真凭实据，却无法向王上汇报。魏辽兄，你之前都是有了真凭实据才汇报王上的，没有证据怎么汇报？万一错了怎么办？魏辽兄查杂家手下有多少人？有100来号人。虾仁兄何出此问？也是当过国尉的人，怎么能如此迂腐？是涉叛国大罪，即便没有真凭实据，不愿意冤枉好人，也应该给王上汇报，然后将其调离，确定没有问题了，还可以调回来。像你这种查法，等查出真凭实据的时候，怕是河东郡早就进了魏国的囊中。你马上回咸阳，用这面令牌去见王上。如果见不到，你就去找李斯，告诉他们河东郡守亡魂，意图将河东郡献给魏国，请他们早做准备，不要走官道。我估计现在官道必然都是亡魂的眼线哨探，你走官道恐有不测，走小路。诺。河东郡有守军多少？河东郡有守军11万。可有你蒙家子弟统帅的军队？有，我蒙家在河东郡驻军中有3人为将，帐下兵马差不多6万。你马上去联系蒙家3人，先试探一下他们是否也有反心。如果没有，你就以我的名义告诉他们亡魂将要谋反的消息，然后整理军备，随时准备作战。诺。至于咱们就在这山里住下了，只要咱们不进亡魂的地盘，就有腾挪的空间。师弟好手段，应对起来比魏辽这个榆木脑袋强多了。如果老夫没有猜错，你让蒙县去联系蒙家3人，恐怕不是为了亡魂吧？亡魂什么来历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亡魂想要收买秦军头底，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最多也就10000把人。既然亡魂要献土，魏国又岂能不派兵？我防的自然是魏国。虾仁兄的手段暗合兵法，魏辽佩服。骑了1天马，累了还是要早点休息。师兄和魏辽兄今天就在这将就一晚如何？这几天你就算撵我也不走，我倒要看看你小子到底还有哪些手段。第2天一早，虾仁就把人撒了出去，仔细打探此处地形，看好什么地方适合防御，什么地方容易进人。虾仁兄这是，难道虾仁兄是觉得亡魂会派人来劫杀我们？不是劫杀，是想把我们逼出去。只要我们回到亡魂的地盘上，一旦亡魂是有不协，亡魂就有可能用扶苏来要挟王上。所以在王上大军未到之前，我们只能在这里坚守。我这就去安排。到了天擦黑的时候，回安驿城中买东西的虾三带着白胜和那100虎卫回来了，跟着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10几车衣物和粮食。顺利回来了，看来亡魂还不敢在明面上动手。只要亡魂不敢公开亮出反旗，能动用的人手就肯定不多。你说什么？他们没有回来，还把城里的虎卫都给带走了？郡守，不回来就不回来呗，他们撑死了也就那么200人，并不影响大局。放屁！大事发动在即，此时李天行却带着人躲到山里不出来，说不定是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计划，你懂不懂？他们才来几天，郡守此言怕是自己吓自己吧？
我自己吓自己。咱们现在干的可是夷三族的事情，万事都要小心。那怎么办？他们现在躲在山里不出来，咱们总不能派人去抓他们回来吧？我们不能派人，但是那边可以派啊。让那边动手，是不是不太好？没什么不好的，马上联系那边，让他们伪装成山贼动手，回头所有的事都推到山贼头上。全杀完，留下公子扶苏，其他人斩尽杀绝。虾仁在中条山上做了2件事，一件是将3个村的村民全部集中到马村，马村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还有一条活水穿村而过，是防御的最佳位置。第2件事就是让七星卫、虎卫、黑冰台暗卫都去砍树回来搭建要塞，木头砍回来之后搭建成围墙，又安排村民在墙上抹了一层厚厚的泥。这小子这是要防备着敌人火攻啊！看来他是深得兵家防御3位。还好前世网文看得多，照猫画虎，谁不会啊？不过虽然现在看上去井井有条，我却是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新丁，真的要面临攻击的时候，临场指挥还是得指望魏辽子这位兵法大家。马村防御工事已经略见雏形，虾仁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主人，有人进山了。来了，什么人？有多少人？山贼，人数大概有400-500人，分成3个方向进的山。去把马村的村长请来。老人家，咱们这中条山可有山贼？我在这里活了60多年，还从来不知道有山贼。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狗屁山贼，一定是亡魂派来的人。让所有人返回村子，你去继续查探那些人的行踪。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远程攻击武器，只有3张软弓而已，羽箭也只有40来支。可惜我让虾七去咸阳送信，如果有虾七这个神箭手在，这40来支羽箭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主人，这些人走到村前10里就停下了，好像发现了我们，只是迟迟不见动静，不知道在等什么。他们是在等我们逃。等我们逃？他们是把我们当猎物了啊！先想尽办法让猎物四处奔逃，等到耗尽猎物的体力后，猎人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享用这些猎物。主人，怎么办？等，反正我们有粮食和水源，不怕他们。时间越久对咱们越有利。你继续盯着他们的动静，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报。诺。他们动了，而且速度很快，直接亮出了火把，明火执仗的向村子这边冲了过来。这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竟然想夜战。虾仁知道，这个时代的人绝大多数在晚上眼睛是看不见东西的，俗称夜盲症。要想在夜里看清楚东西，就必须点火把，但是有火把就必然会成为靶子。只可惜我们没有多带一些弓箭或者弩箭出来，不然直接结束战斗。主人，对面的人在距离村子还有300步的时候停了下来，这是为了给我们压迫感。看来对面领头的不是一般人，走去看看。将军已经发现目标，攻是不攻？你叫什么？再叫一遍。不，大当家的发现肥羊，在不在？听说对面有100虎卫，是秦军精锐，不可小觑啊！大当家的，什么秦军精锐？我魏本第一个不服，休要长他人志气，灭我自家威风。我带人先冲一阵，让大当家看看我帐下儿郎的威风。那我就等3当家的捷报了。这魏本可是太子的堂弟，听说深得太子器重，大当家让他打头阵，是不是不太好？万一有什么危险？当兵吃粮的还怕危险？这小子一来我军中就颐指气使，仗着太子的势力，就连我都不放在眼里。就让他吃吃秦军的苦头也好，不吃苦中苦，难成人上人。就这样一群喽啰，我们七星卫就解决了。虾兄，你看冲过来的这些老路，看上去杂乱无章，但是你仔细看看，他们基本上都是5人一个小队，交替掩护行进，这是魏武族的路子。虾仁仔细一看，果然如同魏辽子所说，还真是5人一组，暗合兵法，心中一惊。魏辽兄，你确定这是魏武族的路子？我研究各国兵种多年，魏武族是大秦东初第一个强大的对手，我又怎能不知？只是魏武族现在在魏国也不多，已经变成了魏王的禁军，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对面也是聪明人啊！第一轮就派出和我们虎卫人数差不多的魏武族，一旦虎卫在这些人身上耗费太多精力，战局于我不利。正是，还好只有100来人，暗卫和墨家18剑士就够了，虎卫暂且不动。黑冰台暗卫，墨家18剑士，迎战！还敢出来迎战？头功是我的了。兄弟们，立功的时候到了，杀光他们！那100多喽啰也齐齐发出呐喊，脚步也快了许多。对面那小子我看着不舒服，带我去擒来。师兄，快回来！什么人？你！
走你！魏奔就如同一块石头一样飞向村子。这飞来飞去的啥情况？难道对面有神仙？不行，咱们必须先问问将军的意见。咱家领头的将军不见了。擦，飞过去的那个人影，难道是咱家将军？来得好！鬼谷子不愧为一代宗师，每一掌出去都会让一个喽啰瘫软下去。至于墨家18剑士，就更不用说了，人家可是长寿合击之术的祖宗。不过须臾之间，胜负已分。还是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不然我一个人都能杀光他们这100来号人。你是杀开心了？你往回丢个尸体是几个意思？尸体？不会呀，我丢他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人在哪儿呢？我看看。我也不知道这小子这么不经丢啊，下次注意。下次注意？你还要几次？没下次了。玉辽兄，我怎么感觉这第一波是对面派来送人头的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看对面之前的行进安排，负责指挥的应该是军中宿将，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才对啊。可惜三当家的年纪轻轻怎么就没了呢？回头灭了这个村子，我一定给三当家厚葬。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村子里除了虎卫，竟然还有这么多武学高手。公叔，现在怎么办？自然是用剑阵先消耗一波，然后命后队赶紧跟上。头领手一挥，从身后的喽啰中走出几十名手持弓箭的喽啰，张弓搭箭就往村子里射。虾人早就防着这一手，在村里用许多木头搭了很多木棚子，而且除了顶之外，四面幕墙都是活动的，任意一个方向有箭射来，都能移动幕墙遮挡。几轮箭雨过后，虾人这边没有丝毫损伤，反倒收集了不少箭矢。对面有兵家高人在啊！看来这趟任务没有亡魂说的那么轻松啊！狗亡魂提供的都是些什么狗屁情报？说什么只有100虎卫要小心，其他都是土鸡瓦狗。这是土鸡瓦狗吗？亡魂的事情自有太子去寻他说话，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将这个村子快点攻破，晚了恐有变故。我能不知道晚了会有变故？让后队快点！没吃饭吗？诺。玉辽兄，他们怎么没有动静？我又不是神仙，又没有伺候，我怎么知道他们为啥没有动静？但凡我现在手里能多100虎卫，我就直接冲出去了。这么被动，太憋屈了。主上，在村子的其他方向都发现了贼踪。什么？能判断有多少人吗？差不多有1000人。1000人，河东郡的守军果然出了问题。一支1000人的队伍竟然能绕过守军的侦察来到这里，除了内外勾结没有其他结论，就是不知道是哪支守军放这支伪军过来的。希望不是蒙家子弟的军队，不然蒙县就危险了。现在也来不及细想了，1000人的正规军已经不能按我原来的设想对敌了，现在只能硬拼，杀出一条血路。扶苏，你害怕吗？嬴氏子孙从不知道怕是何物。好孩子，墨家18剑士听令，待会要是战况不利，一定要将扶苏送出去。No。诸军随我杀贼。舍得出来了吗？公叔，传令留一部，准备进村搜查，其余各部向我靠拢，布阵放箭。这7星卫冲到最前面，手持好几块木墙，给冲锋的队伍充作屏障，乱箭射到木墙了，朵朵作响。好在这木墙都是原木直接拼凑而成，山贼用的也都是软弓，无法射穿木墙。弓箭手不过开了3轮弓的时间，虾人带着众人就已经冲进了山贼的阵型中。现在必须要将这些人留在这里，等到其他的队伍过来，只要队伍一到，这些人必然全数要死无葬身之地。头领当即抽剑上前。魏良，你还没死？原来是你，庞汉，你不是魏国的将军吗？什么时候成山贼了？你还别说，你这身山贼的装扮比你这假的装扮要顺眼得多。你不是堂堂秦国的国尉吗？怎么跑这当村民来了？秦王养不起你了？你跟以前一样，废话还是那么多，手底下见真章吧。不过几招，庞汉手中剑就被魏辽子打飞，然后被魏辽子一剑横在脖子上。你们的首领已经被我擒拿，还不放下兵器？谁敢放下兵器？给我杀光这群人！还不放下兵器？难道要看着你们主将被我宰吗？战国各国军中都有一条军规，主将战死，随军全军受罚，而亲兵更是要被连坐处死，甚至连抚恤都没有。所以一见庞汉被擒，当即就有几个喽啰丢下了手中的兵器，站着不动。不一会儿，全场的小喽啰们都丢下了兵器，站立不动。这时，其他几路山贼也向这边合围过来。虾人知道此时还不是得意的时候，还有最少500-600喽啰没有解决。虾人向魏辽子使了一个眼神。尔等主将庞汉在此，尔等还不放下兵器？你快放了我家主将，我等做主放你们离开。你也别说放不放我们离开这种话，我们的条件就一个，你们放下武器，我们让你们安全离开。现在我们可比你们人多，能放你们离开，我已经顶了天大的干系了。让我们放下武器，绝不可能。人多顶个屁用！我们如果拼死一搏，鹿死谁手还不一定。你们要是不同意，那也简单。虾人走到庞汉面前，直接冲着庞汉的腹部就是一拳。
让我们放下武器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可以退出秦境。可以，你们退出秦境，我就将你们主将还给你们。我们怎么信你会放了我们主将？我乃秦国公子扶苏，我用秦国公子的身份作保，只要你们退出秦境，我们马上放人。既然是秦国公子亲口做出的承诺，那我们就暂且相信你们。退。想啥呢？我带几个人带着庞汉监视他们，如果他们真的退了出去，就把庞汉交出去。你怎么也这么实诚？虽说兵者诡道也，但是子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亡魂等着我们收拾呢，不宜节外生枝。你说的有道理，亡魂要叛变，边军能放这支1000人的队伍过境，显然是已经靠不住了。一个化妆成山贼的魏国将领确实只是一件小事，那我安排几个7星卫跟你押着庞汉去监督那些魏军是否真的离开。主人，我统计了一下伤亡人数，7星卫折损了3个，黑冰台卫士死了2个，普卫折损最多6个伤命，大部分人都带了伤。最惨的是村里的那些老弱妇孺，死了30来口人。这让虾仁心里又难过又恼怒。难过是因为这些死去的人大都是因为他的原因。如果不是我来安逸，就不会卷入亡魂的这趟浑水，也就不会连累这么多无辜的人。怎么替这些人难过？都是因为我，他们才死的。没有你，他们也会死。老夫今年70有2，看惯了列国纷争，离手百姓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在老夫眼皮子底下死去的人何止万千，直接间接因老夫而死的不下数百。老夫在云梦山潜修，不问世事。楚王为逼老夫出山，竟然派兵将云梦山周围的村民全数屠杀。那老夫该不该死？知道我为什么要来秦国吗？不知道。当今之世，能终结乱世的只有秦国。我本来想来秦国看看有没有可造之材，收上几个徒弟，来日出山相助秦国东出灭6国。这数百条人命的仇，就让楚王用1国来还。牛逼，这格局才叫大！怕是楚王也没想到，自己为逼鬼谷子出山，杀了几百人这种事情，竟然会逼得鬼谷子要覆灭楚国1国。你说你得罪谁不好，去得罪一个纵横家的宗师？所以这仇就让魏国覆灭来还，如何？好。虾仁顿觉豪气大增，日后我必然亲提大军灭魏国。我也要报仇。好孩子，有志气。兵灾已过，自然要重建家园。好在有这些战俘在，没2日，村子又给重新搭建了起来。比起之前来，简直是天渊之别。虾仁又派虾三带着人去其他的城市买来衣服粮食，分给村里的百姓。这些百姓倒是没有记恨虾仁，一腔怒火全部放在魏人身上。你回来了，外面情况怎么样？亡魂终究还是反了。河东郡现在除了你们这里和虎口山，都已经不属于大秦所有。什么？驻守秦军如何？除了我蒙家子弟率领了10000人马退守虎口山之外，有7000秦军从贼。那也不对啊！我记得河东郡的驻军不下5万人，7000人就能将整个河东郡拿下，其他秦军啊，都死了。亡魂那狗贼也为军入关，用计将其余不愿献土的秦军聚在一处，竟然将他们全数杀死。狗贼亡魂，老子不杀你誓不为人。咸阳那边有援军的消息吗？现在河东郡都是伪军，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咸阳的消息。咸阳那边我倒是不担心，只要虾七能安全到达咸阳，这个时间估计蓝田大营已经开始点兵了。上卿，属下回来的时候发现有大队魏军向中这里开拔过来，应该是冲着你们来的。不如上卿跟我先去虎口山一避，再怎么说也是一座坚城，还有10000余精兵。我们如果去了虎口山，那此地百姓怎么办？一旦找不到我们，这里的百姓难免会被魏军屠戮。各位贵人不必担心我们，山里人有山里人的避祸之道，各位贵人只管放心去，我们不会有事的。村长，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说来听听呗。既然是贵人垂询，小老二就说了，离此处50里有一洞口，洞口狭窄，只能容1人通过，但是洞内却另有乾坤，有一座偌大的山洞，正好藏身。贵人又给我们这么多粮食，已经足够我们躲避一阵子了。这是有一个喀斯特地貌的地下溶洞，但是这种溶洞一般都在云贵川这种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在中条山也有这样的溶洞。虾仁算是放下心来，不但又给村民多分了一些粮食，还给村民们留了一些缴获之前魏军的兵器，以作防身之用，又把战俘提前给放了去，以防在他们走后这些战俘作乱。杀俘之事，虾仁还做不出来，解决了村民的生存问题，虾仁这才安心带着扶苏等人跟着蒙县上路。报告上卿，有2支魏军，每一支魏军的人数都超过3000，一南一北成夹击状。这2支魏军都以步兵为主，没有多少马匹，估计1天后才能追上我们。
魏辽兄，你是兵家大才，你说咱们该怎么办？我们绝对不能被这2支魏军缠上，一旦被缠上，那其他的魏军闻讯赶来，咱们就真的走不掉了。为今之计是加快咱们的行军速度，尽快摆脱这2支魏军，早日到达虎口山。你们说，如果我们干他们一下，怎么样？虾仁兄，你疯了！咱们满打满算只有300人，那2支魏军没有一支低于3000，你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吗？这就对了，魏军估计也没想到，咱们就这300人就敢回头跟他们干一下，只要他们想不到，咱们的机会就到了。虾仁兄，你这不是开玩笑吗？3000人的军队跟之前那些假扮山贼的魏军不同，仗不是这么打的。这也行，这有什么不行的？怎么样，魏辽兄，咱们干他一票大的！干了！你们2个小子定下了什么计？也跟老夫说说。还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敢想啊！将军，这一小队人怕不就是之前太子颁下严令，要咱们务必生擒的那活人吧？不管是不是，明日抓回来就知道了。将军，我可听说那队人让庞汉都吃尽了苦头，咱们还是谨慎些好。万一像庞汉那样阴沟里翻船，咱们这脸可就丢大了。庞汉不过仗着祖上福音，没多少真本事，我都不稀得跟他比。而且我们兵力10倍于比，有何惧哉？那是将军神武，庞汉之流怎么能跟将军比？对付这一小队人马，必然是手到擒来。将军立下如此大功，回头在太子面前，还请将军为属下多多美言。那是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将军，有一支军马在营外交战。军马？什么旗号？秦军打过来了。夜色太黑，看不清楚旗号，但是好像不是秦军。不是秦军啊，那就好办了。来人，替本将的甲，擂鼓出兵，带本将去看看是哪路不怕死的过来找野火。来者何人？报上名来。我们是梁山的义军，今天我们大当家的亲自下山找你们借点粮食，我劝你们还是识相一点，交出粮食，不然我们义军的剑可不是吃素的。一伙毛贼，还自称什么义军，敢来我军前借粮，饿疯了吧？只要不是秦军，我怕过谁？一伙毛贼罢了。怎么，你们大当家的也来了？怎么不出来见我？哈哈，你笑个屁啊！我告诉你，我们梁山108条好汉全伙在此，你交出粮食，老子还能放你们一马。要是不交出粮食，一件一个，爷爷我可不管埋。108条好汉啊！哎呦，可吓死我了！粮食我有，肉我也有，就看你们这108条好汉拿不拿得动了。笑话，你敢给我就敢要，你敢要我就敢给，你敢给我就敢要，你敢要我就敢给，你敢给我就敢要。我们是大魏的军队，赶紧退走，我们就不找你们麻烦。魏军又怎么样？莫说是魏军，就算秦军，爷爷我去要点粮食，他们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来人，列阵冲击，杀光这些毛贼好睡觉。不好，快撤！给我追！将军不过是一伙毛贼，不值当的抓那些人才是正事，而且夜已黑，不见前路，恐有埋伏，不可轻动。有理，收兵。报告将军，那伙毛贼又来了，正在营门外叫骂。点兵出营。又逃跑了，收兵。是不是刚才那伙毛贼又来了？你们盯好他们就是，不必再来报我。等明天天亮，我再好好收拾他们。我们梁山108条好汉全伙在此，要是不交出粮食，一件一个。人都进去了，进去了，随时等候号令。这就成了，让他们先好好睡一会儿，咱们也回去休息一下，等会再给他们好看。早睡了，早睡了。将军，大事不好！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伙人，将大营点燃，然后一队人马冲了进来，见人就杀。是哪路人马？正是自称梁山好汉的那伙人。什么？是那伙人？中计了！那伙人必然是趁我点兵出营的时候，让人潜入我营中藏匿，待我放松警惕之后，火杀大营，内外夹击。不过就是一伙毛贼而已。反击！魏将已死。鲍尚卿放火别动队阵亡3人，虎卫河边军阵亡9人，轻伤67人，皆能再战，重伤无。以300人对战3000，竟然阵亡不到10个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轻松的仗。感谢《三国演义》，感谢诸葛丞相的皮兵之计和骄兵之计，照猫画虎，竟然能有这么好的战绩。阵亡了9个人，哎，还是多了些。
这话真是欠抽。阵亡的兄弟尸骨都烧了，装好带走，要让他们落叶归根，然后把那些卫兵尸体上的衣服都给扒下来。对了，缴获了多少匹马？马匹不多，能继续骑乘的也就100来匹，全部带上。你把那些卫兵的衣服赶上，不是还有一支卫军等着咱们去给他们上一课吗？赶紧的，有用。秦国怎么就多了你这么一个家伙？六国有难了。将军，莫急莫急，已经派侍候去找了，一会儿就有消息。我带兵出征之时就觉得心神不宁，现在怎么样？那小队人马不知去向，现在连北路军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整整1天没有消息，你叫我怎么能冷静下来？将军莫急啊，现在河东郡内除了虎口山，还有一支秦军以外，都是我魏军的天下，想来也出不了什么事。会不会是秦国出兵了？不可能，我们大军一直防着秦军，要是秦国真的出兵了，怎么可能会没有消息？也是，看来是我多心了。待会儿斥候回来，立刻让斥候过来见我。诺。将军，营门外来了一队败兵，说是从北边过来的。北边过来的？难道是北路军的人？赶紧出去看看。你们是谁的队伍？在哪里败下来的？话怎么这么多呢？这还问的没完了。我们北路军被一群自称梁山好汉的毛贼用火攻之计给击败了。我带着这群残兵历尽艰辛才找到这里来，看他们有没有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大，这大梁的口音很正，不是一直生活在大梁的本地人说不出这个口音，应该不会是秦军假扮的。你叫什么名字？在军中担任何职？少他妈啰嗦！老子是宗室子，再不开门，老子就去找太子，说你们见死不救。得罪不起，开营门！快给爷爷准备些吃食，饿死爷爷了！马上准备，马上准备！你们先休息一下，饭是马上就到。你还算会办事的，等回头我见了太子，一定替你美言几句。多亏了魏辽兄啊！也就是你能想出这样的损招。原来这校尉正是魏辽子假扮，他本来就是魏国人，假扮起魏人来自是得心应手。你别管招损不损，只要能打赢就是好招。蒙县清点战损和俘获。这次咱们竟然没有阵亡，就有70来个兄弟轻伤，3个重伤的，又缴获了100来匹马。现在队伍里已经有半数的人轻伤了，2次缴获的马匹加上他们原来的，差不多也有了400多匹。虾兄，接下来如何？这2仗占的是出其不意的便宜，等到这些败兵回去，怕是魏军下次就不会再上当了。以现在的阵容，硬拼是不行的，还是尽快赶到虎口山，跟那里的1万精兵会合。有这1万精兵，我们什么仗打不了？虎口山是一座山城，背后就是湖山。湖山险峻，人力所不能及，要上湖山必然经过虎口山这座城市，而现在的虎口山已被魏国大军团团围住。魏辽兄，你看山下有多少魏军？我看不会低于5万人。5万人，好大的手笔，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撑下去。走。情况如何？刚才我们看了，魏军不少于5万人。如此就有点难办了，想要进虎口山，怕是没那么容易。蒙县虎口山背面可以上去吗？此山险峻，人力是爬不上去的，更何况我们还有这么多马匹。虾兄，你使的那2个计谋还能用吗？在敌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面对3000敌军，可以用此计。但是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这里的魏军有没有收到消息，而且敌军不是5000，是5万，随便分支兵马出来就能收拾了我们。那2计是不能再用了。想要回咸阳更加不可能，亡魂不知道埋伏了多少人，在回咸阳的必经之路上，现在真的叫进退两难。现在没有信息来源，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我带几个身法好的兄弟去抓几个蛇头回来。玉辽子这个兄弟没有白结识啊，有事他是真上。再看看这师兄，师兄你倒是也出去活动活动啊。我都70好几的老人家了，自从认下你当师弟之后，就天天打打杀杀的，没过一天舒服日子。你还嫌弃我不活动？行啊，我活动，我这就带着扶苏回咸阳。我还不相信了，我能让那些大军给堵住。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让鬼谷子先把扶苏送回去？虽说少了一个宗师级的战力，但是战争不是江湖械斗，在万人大军面前，宗师也不算什么。就这么办，师兄教训的是师弟浅薄了，那就有劳师兄辛苦一下，将扶苏送回咸阳吧。我他妈就是随口一说，你还真让我送。当今天下能够安全的将扶苏送出去的，也只有师兄您了。您不出马谁出马？再说了，扶苏也是您徒弟，你能忍心看着扶苏跟着我们在乱军中厮杀？万一要是出点啥事，师兄你心中不会不安吗？这话说的好像是我的错一样，难道不是你把扶苏带出来的？你自己怎么不送？虾人一脸无奈。
鬼谷子明白了，虾仁是丢不下这些军士，死不长兵啊！所以啊，送扶苏出去的重要责任就只能落在您老人家的头上了，如何？行吧，我就走一趟，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说，别说一个，只要我做得到10个都行。你先别吹牛，你只要记得你欠我一个条件就行。至于什么条件，等你活下来再说。虾仁点点头，说自己记下了，然后唤来扶苏，交代扶苏跟着鬼谷子先走，一路上要听鬼谷子的话。先生，我不走。扶苏乖，你先跟鬼谷子师傅回咸阳，师傅没事。再说了，师傅还有事要请你帮忙呢。先生请说。听虾仁有事让自己帮忙，扶苏顿时止住了眼泪。虾仁故意把话说得严重一些。你回到咸阳之后，必须第一时间找到王上，请他发兵。你师傅我的死活就全看你了。扶苏必不负师傅重托。哄孩子你是头子。魏国太子魏甲亲自领军在此，原来的河东郡守王浑也在这里。魏国上将军公叔恒亲率15万大军封锁河东与咸阳的要道，防备秦军。王浑也在。虾仁自从得知了王浑用计将其他秦军全数杀死之后，就对王浑心生恨意。他从来没有这么想捉拿一个人。现在我要去捉拿了王浑，你们愿意跟我去的就留下，不愿意去的现在就走，我绝不怪罪。要走你们走，我不走。王浑恶贼残害同袍，我要走了怎么对得起那些惨死的边军兄弟？那我还算是秦人吗？我也不走，我留下。谁走谁不是男人。军心可用。为了统一指挥，虾仁直接取消了飞兵台、五卫、边军乃至7星卫的不同组织，全数纳入一个指挥系统，并且给自己手下的这支军队起了一个军号——匪军。匪军出征，寸草不生。虾仁兄，这不像一个正规军的军号。现在人数太少，就应该像土匪一样，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跑。再说了，之前不是也自称梁山好汉了吗？匪军有什么不好？主上，军旗设计好了。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有一天会成为这样一支军队的副将。在官道上，一支1000人的运粮队正在艰难的前进，豆大的魏字旗昭示着这是魏国的军队。这鬼天真他妈冷，怎么就咱们摊上这破差事？行了，这不比那些在前线的兄弟们好多了，起码没有阵亡的风险啊！你听说了吗？2支3000人的军队被一支叫什么梁山好汉的山贼给击溃了，主将都战死了。山贼能有这么强的战斗力？这不是开玩笑吧？谁知道呢？说不定就是秦军假扮的。那我还是安心运粮吧，起码还能保住一条小命。不许讲小话，抓紧时间赶路。当这支队伍走到一处山道的时候，迎面却走来了另一支队伍。这群人心可真大，都变天了，还敢办喜事？天咋变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看样子还是个大户人家办喜事，这阵仗不小呢。山道狭窄，只能容一支队伍通过，但是对面那支结亲的队伍却好像并没有要让路的意思，眼看2支队伍就要冲撞到一起。你们都让到一边去！军爷，我们这是办喜事的，刚接上新娘子，都算好了日子和时辰，您看是不是先让我过去？放屁！耽误了我们运粮，你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赶紧给我滚一边去！军爷，我们结个亲不容易，你老就行好，先让我们过去，大恩大德绝不敢忘。懒得跟你废话。我好言好语的，你却拿鞭子抽我，那就不要怪我了。你想干什么？赶紧给我松手！是你叫我松手的。匪军办事，不想死的都蹲下。虾仁身后的结亲队伍也向押粮的队伍冲过来。不好，碰上劫道的了。算了，校尉都打不过人家，咱们还是老老实实保命吧。刚才发牢骚的士兵第一个丢掉手中的兵器，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不一会儿，这1000余魏军全部抱头蹲下，像一个个乖宝宝。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今天劫你们的就是原来的梁山好汉，现在爷爷们改叫匪军了，你们可都记好了，爷爷我就是匪军大当家的，虾仁是也，撤退。一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匪军，竟然在1天之内袭击了魏国3支运粮队。这些匪军极度猥琐，除了带队的校尉被杀之外，其余士兵一个不杀，就是下手太狠。别说粮食，就连士兵的斗裆部都没有剩下，3000多士兵就这么光着腚，冻得浑身发紫，回到大营。梁山好汉，匪军好得很，传令各军撒出斥候，寻找这支匪军的踪迹，找到之后大军出动，斩尽杀绝。不好了！
大军存粮所在的金鸡岭被匪军偷袭，存粮被匪军为付之一炬。匪金，我跟你们没完！蒙恬率3万秦军本来是奔赴韩国去接受南阳的，刚进入韩国境内就碰上了为了躲避魏国斥候而潜入韩国国境的匪军。要不是虾仁认出大秦的军旗，蒙恬就已经派兵剿了这支兵不像兵、匪不像匪的匪军。上卿如何破敌？其实我早就想好了破敌之策。上卿之计甚妙，就这么干了。虾仁兄奇思妙想，未了佩服。我这也是效仿前人而已。那行，我带大军正面掩杀，上卿你带匪军去伺机偷袭太子甲的大帐。妥了，就这么办。入夜之后，蒙恬带着大军靠近了魏军大营。午夜时分，除了负责警戒的魏军之外，几乎都在睡觉。蒙恬看看时间差不多，一举手，不700-800头牛的尾巴被点燃，不但受惊，还得烧屁股。一群牛向魏军的大营冲去，而虾仁则带着匪军直扑魏军主将大帐。果然，封建时代军中主将住的都是最好的地方，太子甲就在里面。生擒太子甲！我乃魏国太子，你们不能杀我。你就是太子甲，别是假冒的吧？对，我是假冒的，你们别杀我，我带你们去找真的太子甲。说是假的，那就一定是真的。来呀，将魏甲拿下，用最好的绳子多打几个结。他毕竟是魏国的太子，捆也要彰显他的身份。主上，整个战场都没有找到亡魂。亡魂在哪里？亡魂昨日回大梁去了。什么？太子殿下，你猜魏王愿不愿意用亡魂来换回他的宝贝太子呢？愿意，他一定愿意。不行，亡魂怎么能跟太子殿下等价交换呢？不如再加平阴之地如何？平阴之地是不可能的，最多把河东郡还给你们。河东郡本来就是我们秦国的地盘，你用我的东西来给我提条件，看来你没有诚意啊！我的魏太子同志，把太子甲给压下去。蒙将军，按照目前局势来说，我们该怎么办？事到如今，咸阳不可能不知道河东的事。我想咸阳的大军不日就到，等到咸阳的大军到了，河东郡自然可回到我大秦之手。我却没有那么乐观。蓝田大营常年有10万大军在整备训练，真要发兵早就到了。但是现在咸阳方向却无一兵一卒过来，我估计可能是被牵制住了。牵制？上卿是说其他列国？韩国示威不敢出兵，齐楚2国又远，能发兵的只有赵国，而且80%是赵国李牧出手了。他一出手，不由得我大秦君臣不严阵以待啊！上卿说的是，李牧用兵神出鬼没，无迹可寻，确实很难对付。当年我在桓乙军中攻赵，一路攻城拔寨，好不顺利。可是李牧一出手，竟将桓乙全军直接歼灭。要不是自己拼死一战，别说救桓乙，就连自己也成了李牧的剑下亡魂。以赵国现在的国力，进攻我大秦是不可能的。我估计也就是牵制我秦国大军，让我军不能轻易的援救河东郡罢了。此言有理。可是咸阳如果不发兵，就靠我们现在的人手，怎么解河东之危？蒙将军的2万大军并未太多折损，虎口山还有1万余精兵，这就凑出来3万敢战之士，这已经够咱们做点事情了。虾仁兄，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那你快说啊，别卖关子了。主意倒是有一个，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馊主意。你快说啊！我们这3万人马分成2部分，一半定在公叔衡的屁股后头，寻找机会截断魏军的粮道，而另一部分则去这里。大梁乃是魏国国都，又号称天下第一坚城，咱们去那里干啥？而且魏国境内此时兵力不少于40万，咱们这点人马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上卿是想仿孙膑固执，虽不中，却不远矣。行了，快说你的主意吧，这胃口吊着我们难受。行，我就不卖关子，你们附耳过来。听上去有点危险啊。没什么危险的，这次除了匪军，我再带3000骑兵去，能打能走，不怕。行，我拨付3000骑兵给上卿，由上卿全权指挥。听说了吗？秦国因为不满咱们夺了他们的河东郡，联合韩楚2国发兵攻打大梁了。不可能吧？秦国虎狼之国，韩国和楚国敢跟秦国联合？听说秦国许下了不少诺言，才说动了2国的。那也不可能啊！咱们大魏就算再弱，兵力也有40-50万吧？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让他们攻到大梁来？这有什么不可能的？河东那边起码派了20万军过去，咱们大魏现在剩下的兵力其实不多，这怎么办啊？不行，我得马上走，赶紧逃命去。都是一群废物，怎么什么消息都收不到？谁能告诉我3国联军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能打到大梁来？沿途的驻军都是一群废物吗？我王荣炳，先不说3国联军之事真假如何，即便是真又如何？我大梁城高池深，天下兼城也，城中带甲之士也有7-8万之众，本来就不惧什么3国联军。此时我王应该立刻下诏，安定城中民心士气。再说我魏国大军现在河东，秦国被赵国李牧牵制，连河东不敢
派出兵去，又怎么会派兵来讨伐我大魏国？臣料其中必定有诈。臣想八成是小股秦军伪装成三国联军来搅乱我大魏军心的。唐大夫此言才是老成谋国之道。有大夫此言，寡人今晚算是能睡一个好觉了。唐大夫，烦请你出榜文安定大梁军心，另外多派人守出城打探消息，务必要查明三国联军是否真有其事。魏辽兄，你带1000骑兵去大梁东门，蒙县你去大梁南门，我去大梁西门。咱们马尾拴住树枝，扬起尘土，做出几万大军的架势。大梁城中，如果派军出来作战，切记不可迎战。这次作战计划以惊扰为主，咱们兵少，不可力敌。虾仁率3000骑兵分作3路，径直扑向大梁。大梁守军刚接到王诏，就发现东南西3个方向烟尘遮天蔽日，好像有大军杀到，当即心慌意乱，乱作一团。城中百姓更是四处奔逃，哭爹喊娘。紧闭城门，4门兵士守卫。魏王曾收到消息后，当时就晕了过去。太子甲这几年实际操持着魏国的国政，魏王曾就是死了也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现在太子甲统兵在河东，魏王曾这么一晕，魏国群龙无首，众位大臣你一言我一语，却只是在互相吐槽，没有什么真知灼见。百官们各司其职，我去城楼看看虚实吧。大军又不攻城，怎么会扬起这么大的尘土？而且不扬旗号，难道是在掩饰什么？打开城门，我要去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龙师苦劝不听，只得打开城门，让唐居出城。不过还算龙师是个讲义气的人，不忍心看着唐居一个人去送死，还给他派了10名士兵充作护卫，也算是聊胜于无嘛。这10几个人是来送人头的吗？军士不许攻击，将这10几个人带到我面前。你们是什么人？是来送死的吗？我乃魏国大夫唐居，特来拜会将军。敢问将军是哪国的人马？为何犯我魏国？你可是见秦王论不宜之怒的唐居？正是。原来是唐大夫，久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今日我甲胄在身，不能全礼，恕罪恕罪。咋的？听你这意思，你还是我粉丝呗？据此来就是询问将军是哪国人马，因何犯我魏国？闲着没事，出来活动活动筋骨而已。这说的是人话吗？在人家国都活动筋骨，将军此言莫不是在拿唐居寻开心吗？好吧，刚才是我失言，告诉你也不要紧。我们这次三国联军就是想让魏国换个王。换王？将军不要戏言。刚才你说三国联军，敢问是哪3国？三国你都不知道？我是魏国，攻你们南门的是蜀国，攻你们东门的是吴国。我尼玛，蜀国和吴国都没了多少年了，而且你是魏国，那我又是哪国的？告辞。拦下他们！怎么，将军戏耍了我还不够，还要斩杀我不成？来来来，大好头颅在此，将军自取就是。唐大夫，我怎么会杀你？我只是还想跟唐大夫亲热一下。来人，通知另外2路人马撤退。唐大夫敢跟我一行吗？我连秦王大殿尚且不惧，随你去又能怎样？前面带路。等到了虾仁他们藏身的那个山谷，唐居迅速地盘点了李天行本部兵马。你们就这1000把人？怎么可能只有这1000把人呢？我们可是有3000人呢！怎么，唐大夫是觉得我的兵力太少了？不少了，都有3000人。我虽然只有3000人，但是我背后可是有100万雄兵的大国。秦国。事到如今，我倒也不用瞒你，我就是秦国上卿虾仁。这次佯攻大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解河东郡之围，你们想用围魏救赵之计，是不是觉得很诧异？用你们上过当的计谋，再次对付你们魏国，感觉如何？年轻人，你虽然是秦国上卿，可是太高估了你自己。我魏国人才济济，这点小计谋又怎么会看不出来？怎么，魏国竟然还有人识破我这计谋？不才正是在下，教你一个乖。我可是纵横家鬼谷子门下弟子，鬼谷弟子不学习兵法是不能出师的。你笑什么？好师侄还不拜见你家师叔？你说啥？你再说一遍。看清楚就行了呗，怎么还带抢的呢？这块鬼谷令你是从哪里偷来的？偷？你是不是太看不起你师傅了？你师傅是天下宗师之一，你觉得有多少人能从他身上偷出这块令牌？难道你真是我师叔？喂，你这副见到鬼的表情是怎么回事？难道我就不能是你师叔了？你这养志的功法是学到狗肚子里了吗？听到虾仁说出养志法这3个字，唐居再无怀疑，因为养志法灵龟是纵横家的内门7法之一，非亲传不得而知。
唐居拜见师叔。好师侄，缘分啊，缘分！你师父前几日刚替我送你小师弟回咸阳，不然你们师徒倒是可以见上一面。师父去咸阳，我师父也投靠秦国了。当然没有，你师父一代宗师，那是什么样的神仙人物？怎么会投靠秦国？他只是收了公子扶苏当弟子。哦，对了，也就是你的师弟。这叫没投靠秦国，给扶苏当师傅，那不是妥妥的把自己捆在秦国的战车上了吗？我师父怎么会给扶苏当师傅？那是因为他想将我收入纵横家门墙啊！忘了告诉你，我除了是秦国上卿之外，还有一个身份是公子扶苏的老师。看在你是我师叔的份上，我回去自然会替你遮掩一二。你速速退回秦境，免得遭遇杀身之祸。你还想回去？想啥呢？我都把实底都透露给你知道了，你觉得我还会放你回去不成？你要干什么？别生气，咱们坐下好好聊聊。不愿意聊，那行，等你跟我回了秦国，咱俩再好好聊聊。喝点水。师侄觉得当今天下之势，有哪一国能抗秦否？那六国有没有可能再次联兵伐秦？当今六国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而且各自心怀鬼胎，又怎能再次联兵伐秦？是啊，当今天下七国，秦国如同朝阳，冉冉升起，而六国如同残阳，日薄西山。师侄既然知道天下大势，何不投秦？凭你的才华和我的关系，你在秦国必然比你在魏国有作为的多。魏国是我的母国，如今母国爱弱，我却投效别国，如何再有脸见母国父老？这种悖逆之事，我不为也。迂腐之言，我来问你，魏国是不是我华夏炎黄一脉？是。那秦国是不是我华夏炎黄一脉？也是。既然都是华夏炎黄一脉，投效哪国又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华夏子孙，帮谁不是帮？再说了，你都知道魏国被秦国灭亡是早晚的事，为何不努力在秦国身居高位？你要知道，你只有位高权重，才能在如何处置魏国之民上有发言权。为了魏国百姓，你说你该不该投秦？作为一个纵横家的弟子，学会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判读天下大事。他又怎么不明白虾仁说的道理？我再告诉你一件事，这次到大梁，我原以为被称为天下坚城的大梁有多么攻不可破，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大梁城又不是浪得虚名，你倒是说说怎么个不过如此来？你说的我心服口服，我就投入秦国。如果不能，那就麻烦你送我归国。好，一言为定，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如果我大秦伐魏，绕到楚国直扑大梁，另一支人马牵制你魏国河北的驻军，可行否？可行，但是你秦国出兵多少？20万牵制你河北驻军足矣。需要的话，我可以请王翦将军统军。王翦为天下名将，加上20万秦军，确实足够牵制我河北驻军。那大梁你要用多少兵马？同样是20万，能将你大梁城围住就行。40万大军对秦国来说确实不是问题，但是我大梁城中有驻军7、8万人，百姓数10万，粮草无数，你光靠围城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我可不会干。要说魏惠王兴建的这座大梁城确实不错，而且5代国君代代修筑，城防坚固自不必说。可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什么弱点？地势太低了，老兄。如果我率领20万大军将大梁团团围住，然后挖开红沟和黄河，引2河之水来水淹大梁，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人间地狱。你觉得我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万不可按此计行事，这是造孽啊！那你是心服口服了。为了大梁百姓，唐居愿意投秦，这就对了嘛。夏兄怎么刚过去就把我们给叫回来了？出了什么事？这位是？这是我师侄魏国大夫唐居。拜见唐大夫。唐大夫出使秦国不辱使命，实乃魏国人臣典范。今日的见，荣幸之至。不敢当，不敢当。敢问阁下尊姓大名？在下魏辽。唐大夫出使秦国的时候，在下舔为秦国国尉，曾见过唐大夫一面。原来是兵家大才魏辽子，唐某有礼了。行了行了，你俩不要商业互吹了。魏辽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师侄投秦了。唐大夫加入我大秦，我大秦必然如虎添翼。叛国之臣，惭愧惭愧。师叔，我既然投秦，咱们是不是就此反秦？此时还不能反秦，此时返回秦国，河东之困依旧无解，不妥。师叔，你就3000兵力，再在大梁纠缠下去，怕是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还容易有倾覆的风险啊。那倒不一定哦，师侄啊，咱们演一出戏如何？切，师叔此言何意？嘿嘿，咱们演一出大戏给大梁城中的老魏王和百官们看看。当然，演员不仅仅是你，主角另有他人。还有谁？太子甲。
我为啥非要亲自带兵前往河东郡啊？好好的太子不当，反倒成了阶下囚。5万大军放屁功夫就烟消云散了，现在还不知道秦军会怎样处置我。既然要拿我换平阴之地，父王就是再昏聩也干不出这样的事。看来自己这辈子都回不了魏国了。将军，我为魏国来使，你怎么可以如此对我？哼，慢说你一个使者，就算是太子甲又如何？把他绑了，送到太子甲那里去，让他跟太子甲作伴。尔等秦国如此恶行，侮辱来使，必被列国耻笑。来使何人？我乃魏甲。太子，你怎么真落到他们手上了？臣乃大夫唐居。唐大夫，你真是唐大夫？真的，太子受苦了。唐大夫，你怎么来了？大梁被此军围攻，我奉王令出使，来与此军商谈退兵之事。谁料这军的主将一点不讲道义，竟然将我又困在此处。你们这群遭天杀的秦人，必然不得好死。太子怎么被他们擒住？我率军围攻虎口山，一时不察，被秦军所破，也就被擒拿至此。秦军要拿我跟父王交换平阴之地，恨自己为什么不在被擒拿之前就自刎而死，起码也能体面些，总好过在此受屈辱。太子不必如此，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太子不见周文王被囚有礼，却忍辱负重，忠诚周家霸业。太子要留此有用之身，带领魏国继续抵御秦国呀。如今我是秦人的阶下囚，生死都由不得自己，还谈什么带领魏国？太子，我这次来这秦军之中，无意之中听到秦军主将对大梁的计划。他们想怎么办？水淹大梁。什么？这些秦人怎敢如此做？难道不怕遭天谴吗？太子，如今之计，咱们只有想办法逃出去，将消息送回大梁，才能让秦人无法造此杀你。逃？怎么逃？唐大夫，神烈啊！我是文官入仕，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也学过武艺。唐大夫，咱们这就逃吗？等会，我在过来之前就已经安排下后手接应，先等信号。伯姑，我安排的人来了。伯姑。唐大夫，我们来救你们出去。现在走安全吗？四周的警卫已经被我们放倒了，现在走，秦人不会察觉。那就辛苦几位了。太子跟进。一众人小心翼翼地向外摸去，一路上果然没有碰到什么警卫。看来真的能逃出去。囚犯逃走了，快追！唐大夫，秦人追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先跑再说。这么逃，早晚要被秦人抓住。唐大夫，你先逃，我在前面不远准备了几匹快马，我带几个兄弟去引开秦人。一切小心。唐大夫，咱们有救了。太子小心。太子赶紧上马。两人策马狂奔，也分不清楚东南西北，身后一直传来追赶声，直到天色渐白的时候，身后的追赶声才慢慢停下。大梁的城墙，难怪那些秦人不追了，原来是已经到了大梁。唐大夫，咱们逃出来了，前面就是大梁。唐居却没有回话，伏在马背上半天不作声。太子甲这才想起唐居之前中了一箭，别是死了吧？驾，再不施救，唐居命不久矣。我是魏国太子甲，快放下吊篮，让我们进城。城下有人自称是太子甲，不过咱们小兵也做不了主啊！快去请守将龙师将军来。是太子甲和唐大夫，快放下吊篮。这早上出城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现在成了这副模样？没时间解释了，快找医官来给唐居诊治。好险啊！这件要是再低3分，唐大夫此命不保。好在现在只是失血过多晕厥过去，只要服些补血的药物，安心静养，自可痊愈。知道唐居没有性命之忧，太子甲也就松了一口气。他命龙师派人将唐居送回府邸，自己则进宫向老魏王禀报。你为何满身狼狈的回来？到底出了什么事？太子甲将自己如何被秦人所迫，然后被俘，又是怎么被唐居救回来的151告诉了老魏王。老魏王听完，当场又晕了过去。等到老魏王再次醒来，已经是第2天。水淹大梁，敢问太子，秦军有多少兵力？我一路都被蒙着双眼，等到解掉黑布的时候，又在一路逃亡，如何能说出秦军人数？既然不知道秦军人数，又如何能判断秦军能围我大梁，隔断我河北之兵呢？太子此言不可信也。此人是我弟弟的心腹，这时候指责我，就是想把我从太子的宝座上拉下去。我败居被擒，现在又落个说话不可信的罪名，却没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只得将他记在心中。待我逃过此劫，必然不会放过他。秦军数不低于20万。唐大夫又怎么知道秦军有20万人？我亲眼得见，我身上的箭伤就是明证。唐大夫怎么来了？你伤还没好，当小心静养才是。一点小伤不妨事，倒让太子惦记。秦国此次出兵60万，20万赴河东，
20万足够我河北之兵，20万为我大梁城，为我大梁城的20万秦军是我亲眼所见。各位有何疑问？不会吧？赵国李牧不是去牵制秦国的了吗？秦国怎么可能又派出60万大军？如今的秦国代价何止100万，区60万对秦国来说很难吗？如今之计，唯有急召河东的公叔衡将军，将手中的15万兵马推到河北一线，如此才能不惧秦军的牵制，说不定还能与河北之兵一同大破秦军，如此秦军必退。父王，唐大夫所言才是老臣谋国之言。况且公叔衡的15万大军怎么可能是20万秦军的对手？现在河东心腹，无险可守，还不如将公叔衡的大军调回来。如果河东撤军，那不是什么便宜都没有占到，还平白得罪了秦国。我王勿忧，臣愿意再次使秦，管教秦国罢兵，两国重新修好。有大夫这话，寡人无忧了。传寡人之命，不惜代价传书公叔衡，命他率领大军回援大梁。大夫先养好伤，待伤势好些，替寡人再走一趟秦国，务必让秦国罢兵，必不负我王重托。对不住了，我王。那下人上卿敢把水淹大梁之策告诉我，就代表他其实还有更好的攻破大梁的办法。大梁被迫只是时间问题，我也是为了大梁百姓，我王勿怪。这日大梁城中派出了数百传令兵，齐齐奔赴河东方向。没过几日，魏国公叔衡的大军撤回，秦军蒙恬不费吹灰之力收复河东郡。再几日，出使秦国的魏国使团遭遇山贼袭击，全军覆没，正使唐居不知去向。魏国震怒，大肆搜索。禀告大王，没能找到唐军和那群山贼的下落，就好像从来就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一样。禀告大王，已调查过，秦国根本没有出兵伐魏。征计去缉拿唐居的家人。禀告大王，唐居的妻儿老小也消失了。老魏王气急败坏，一命归西。太子甲提前3年登上魏国王位，但是这一切都与虾仁无关了。他正带着唐居和唐居的妻儿老小在回咸阳的路上。匪军一到咸阳，嬴政就收到了消息，连忙派人将虾仁和唐居请到宫里来。先生，你受苦了。好像也没怎么受苦。先生去趟河东，就替寡人解决了好大难题。寡人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谢你，只是以后可不能再这样行险了。我他妈要不是被亡魂摆了一道，王八蛋才愿意这么玩。臣此后绝不弄险。那就好，唐大夫，寡人又与大夫见面了。王上，前次下臣无礼，冲撞了王上，还请王上恕罪。唐大夫说哪里话？阁下的风骨烈性，寡人欣赏之极，深以我秦国没有大夫这样的人物感到遗憾。今日大夫竟然能投我秦国，实乃寡人之幸。寡人封唐大夫为我秦国业者，绝武大夫。臣谢我王后代。先生与唐大夫归来疲惫，寡人也只是想先述离别之情。先生和唐大夫就先回府好好休息，待过几日，寡人亲自设宴。谢大王。师傅，你安全回来了就好。扶苏想死师傅了，师傅也想你呀。这师傅叫的可比叫老夫真心多了。弟子唐居拜见师尊。起来吧，你小子也被虾仁那货给拐到秦国来了。虾仁这是要把我们纵横家一网打尽的节奏啊！师兄，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这不是不想我们纵横家再次上演苏秦张仪同是操戈的悲剧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到底多少岁了？你猜？师兄，你这么就没意思了啊！咱们纵横家鬼谷子之名是称谓吧？历代纵横家的长家好像都自称鬼谷子，怎么你还想在我面前折腾个长生不老出来？你小子不厚道，知道了还问我？行了，咱们就别在这说话了，回家再说。今天我高兴给大家伙露一小手。师傅，我要吃洋枪。小年纪怎么就记得洋枪？放心，少不了你的。你还会做吃食？怎么这个师叔兵法通神，就连做饭这些小道都会？这到底是个什么人？话怎么这么多呢？虾仁会的东西多着呢，你以后好好跟他学。虾大去整几只羊来，我要亲自烤串给大家吃。虾大馋虾仁的手艺不是一天半天了，立刻去弄了几只羊回来，在后院堆起火堆，虾仁亲手在羊肉上撒上佐料，细细烤制。不一会儿，烤肉的香气四溢。师弟，这次回咸阳之后，不会再外出了吧？不走了，打死都不离开咸阳了。师叔兵法通神，以后也不考虑带兵为秦国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吗？你觉得我需要吗？虾仁可是扶苏的老师，也是扶苏第一个师傅。只要日后扶苏能平平安安的继承大统，就少不了虾仁的好处。确实，师叔的确没有这个必要出去冒险。那师弟打算日后做些什么？我打算把封地从安邑换到咸阳附近，然后竭尽全力教好扶苏和陈平。师兄就这么漂泊也不是办法。
待我将封地换过来之后，我就在封地上修一农庄，你就在我那农庄颐养天年好了。谁要去你的农庄颐养天年？我漂泊习惯了，让我在一个地方住下还真不习惯。对了，你可要送我几匹好马？马没问题，回头给你弄个几10匹，你自己选。这聊天聊得好好的，你干啥去啊？我去整马匹3件套去。马匹3件套，那是什么玩意？虾仁兴冲冲的拿着图纸就去找白胜。这3件东西能做吗？这好像是木匠的活，我是铁匠，做不了，剩下的都没有什么大问题。那行，你先帮我把这2种东西给打造出来，有什么需要尽管跟虾大说，带我去找咸阳城中最好的木匠。主人，这一时半会的好木匠确实不好找，要不然让老四试试。老四，好，你喊他来。这活简单，1个时辰肯定能做出来。主人做出来了，好容易啊！你急冲冲的，就为了做这么一个东西，这是个啥？等白胜另外2件东西做好，你就知道了。白胜也没让虾仁等太久，第2天天刚亮，就已经将马镫和马蹄铁给打造了出来，兴冲冲的跑到虾仁屋外砸门。马镫和马蹄铁给打好了。虾3牵来1匹马，将马鞍和马镫给安装好。虾仁踩着马镫在院子溜达了一圈，那叫一个舒服。师弟，也让我试试呗，这玩意确实不错啊，有了这玩意，骑在马上又稳，屁股还不疼，是个好东西。出大财，就这2件东西，起码能让骑兵的战斗力能上涨1倍。哪里，就是一点小发明。师傅，这东西真好，我骑马再也不用那么费劲了。回头师傅让人给你做一个小的，等你大了，师傅再送你个大的。谢谢师傅。师弟，这马匹3件套可是军中至宝，留在自己手上恐怕不妥。我知道，回头我安排他们做套更精美的，送进宫去。先生此次进宫献的是什么宝物啊？臣献此宝，可让我大秦铁骑战斗力翻上1倍不止，而且还能有效的减少马匹的非战斗减员。到底是何宝物，竟然有此效果？请王上召集军中众臣一同观看。不知王上召我等进宫是有何大事？是要伐魏吗？王上伐魏，某原为统兵前往，不灭魏国，誓不还军。末将也愿前往。今天请大家来，并不是为了伐魏之事，这次请大家进宫是上卿虾仁的建议。他说他有3件宝物，能让我大秦铁骑战斗力翻上1倍不止，而且还能有效的减少马匹的非战斗减员。不过是虚张声势，大言欺人罢了。怀疑你是怎么回事？人家献的宝物你都还没看见，怎么就直接出言诋毁？桓乙将军看来是不信啊！本将就是不信，请上清亮宝，让我等见识见识，看看到底是怎样的宝物能有如此威力。慢，你说看就看啊！就冲你这态度，我不坑坑你都对不起自己。在亮宝之前，我倒是想跟桓乙将军打个赌，就是不知道桓乙将军敢不敢赌。我有什么不敢赌的？你先说赌什么？听闻将军在坝上有300亩良田，不如咱们就赌这300亩良田如何？坝上虽有300亩良田，但是却不是封地，而是桓家多年以来购置的私产。我只是桓家的当代家主，这种私产却是族中共有，我一个人却处置不了。看来桓乙将军有些为难啊。那不要紧，大不了咱们就不赌了。不过堂堂秦国将军，桓家家主，连300亩地都不敢赌，这传出去，怕不是要说桓家没落了？你在说什么鬼话？不过300亩地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先说赌什么就是了。就赌我献的宝物能不能如我所说。如果大家看过之后，觉得真能提升1倍以上的战斗力，那将军就将300亩地划到我的名下。如果不能呢？那自然是我输了，我将安逸的封地转赠于你。我王赐予的封地，岂能拿来做赌本？你这是大不敬！封地代表国家荣宠，自然不能做赌本。这样吧，如果虾先生输了，寡人就赐予桓乙将军300亩封地，如何？桓乙谢王上赏赐。慢来，桓乙将军，咱们还没开始赌呢，你有啥可谢的？我就不信你那个什么老石子宝物能有如此大的作用。夺了，我献此宝在屋里施展不开，请王上与各位将军移步殿外。赵高千匹战马来。就这3个玩意能让我大秦铁骑的威力提升1倍，装神弄鬼罢了。上将军，你看出来这3件东西有什么用吗？末将愚钝，现在还看不出来。哪位将军敢来一试？我来试试。上卿可还有多的宝物？还有一副。王上，我想再骑1匹装上马鞍马镫的马，与王奔较量一番。好，王将军小心了。来得好。2人站在一起，只见割来割往，闪转腾挪，看得嬴政一阵心虚。果然爽利，上卿大才，有这马鞍和马镫，我大秦骑兵双手就可以解放出来。而且有了这2样东西，即便骑术一般，也能在马上施展骑射之术，战力提升1倍，绝非虚言。末将代大秦将士谢上卿了。我也是秦国之臣，为国家效力是本分，不敢当将军此礼。蒙武，咱俩试试剑术。是。
谁又怕你不成？两人取来弓箭，各自在马上向150步外的马上3箭，箭箭都中红心。此乃军国利器，臣为王上贺。王上万年，大秦万年。王上万年，大秦万年。上卿此宝确实神奇，寡人就将罢上。王上且慢，桓乙，你有何话说？夏商竟说是献上3宝，虽然2宝已经试过，确实不凡，但是还有那几个铁片片没有试，谁知道那几个铁片片又有何效果？见过找死的，还没见过这么上赶着找死的。也罢，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王上，请赐一铁匠。准。赵高匆匆找来铁匠，把那4片马蹄铁给装在马蹄子上，卫士将佩戴的各种兵器散落在广场光滑的地面上。上卿这是何意？请将军上马，在这兵器满布的地面纵马疾驰，记得多踩几圈。这踩过去，马不是废了吗？将军只管去就是了。王奔一来，心中确实好奇；二来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对虾人的信任，也就不再多说。纵马在兵器密布的地面践踏而过，就这样跑了好几圈，这才停下来。再一看马蹄，竟然毫无损伤。王上，这4个小铁片果然神奇，马匹竟然没有丝毫损伤。王上，以臣看来，夏商卿这3宝说是能提升我大秦铁骑1倍的战斗力，还是往谦虚的说，当以灭国首功赏之。丞相所言正合寡人之心，就按丞相所言，以灭国首功赏之，撤上卿虾人安义侯封地及安义侯封号。不是灭国首功吗？怎么把我的爵位和封地都给撤了？嬴政这是要卸磨杀驴吗？改封虾人为霸侯，赐霸上封地100里，马鞍马镫马蹄铁3宝为我秦国最高机密，不得外传。丞相，打造这3件利器装备就交给你们丞相府办了。丞相可要先给蓝田大营装备啊？先给我虎卫装备上才是，先给我，先给我。桓乙将军，现在你怎么说？臣愿赌服输，回去就将300亩良田的地契交给夏商卿。那我就却之不恭了。要怪就要怪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就要将我推出去斩首，这个仇我可还记得呢。换成别人，可能我还会佯装大度，但是桓乙不可能。此3物造价如何？3件套加在一起也不过5个半两，倒是挺便宜的。听说上卿曾组建了一支匪军，可有此事？确有其事，不过是臣在河东不得已而为之。回咸阳之后，就让他们各自归建了。归建干啥？你是彻侯，本来就有权组建自己的私兵，寡人就将这些跟着你的将士赐予你，重建你的匪军如何？我倒是不想接受，鬼知道这些人里有多少人是你派来的探子，但是我又不想造反，探子就探子呗，这有啥？还能减少你对我的疑心？谢正哥。嬴政牵起虾人的手就回殿，要给虾人贺功。齐年宫里的这顿酒，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才结束。虾人醉醺醺的回到家，大家都吓了一跳。来呀，再来！王翦老匹夫，你这老狗，看老子不干翻你！蒙武，你别走，这绝酒干了再走，谁不喝谁亡吧！王婉，你他娘的养鱼呢？干了，赶紧干！嬴政。虾大心中慌得一匹，连忙捂住虾人的嘴。虾大将虾人送进卧房，等到虾人的呼声传来，这才安心。第二天，虾人悠悠醒转，头疼欲裂，头好疼。夏上卿，好威风啊！师兄，我咋了我？你难道不记得你昨天在宫中饮宴的事情了吗？说这个啊，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什么事呢？别提了，10几个武将猛地灌我的酒，但是我能怂吗？直接就反灌回去了。那后来呢？后来我喝多了就被送回来了呗。你真的不记得你后来干了啥了？那个啥，师兄，我干啥了？其实呢，也没干什么大事。那就好。也就是说，丞相王婉养鱼，上将军王翦是老狗，上将军蒙武是王八。啥？这都是我干的事。当然还有更刺激的呢，你还直呼秦王大名，说他……别说了，师兄，秦国咱们是待不下去了，叛国吧咱们。师叔，我师父那是骗你的，刚才说的都是你回来之后自己说的醉话，而且赵高刚才来过了，给你送王诏过来，见你还没醒酒，放下王诏就走了。酒量不好，以后就少喝点酒，不然什么时候惹出祸来都不知道。知道了，师兄。对了，师侄，王诏放在哪儿了？放在你书房了。他拿起王诏一看，里面的内容果然是改封自己为霸侯，赐霸上100里封地，另外还允许自己重新组建匪军。祖上有一个桓乙府上的家人送地契过来，这个桓乙该说不说，倒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家大去收了地契，另外再给那个送地契来的家人一些赏钱。主上，咸阳令来访，快请。下官咸阳令
拜见霸侯。老父母不必多礼，此后我也是你治下之民，还要老父母多加关照才是。下官不敢，下官何能敢称上官父母，委实不敢。虾仁这才反应过来，称呼地方官为父母官是明代之后才有的说法，在战国时代这么说，那不认人为爹吗？于是尴尬的一笑，和咸阳令默契的一起岔开话题。先恭喜霸侯获得坝上100里封地，这坝上可是好地方啊，土地肥美，水源丰富，王上将此地封给霸侯，对霸侯的宠爱可见一斑啊。这都是王上厚爱，微臣的受之有愧啊！不知道咸阳令将我的封地安排在哪里？此处甚佳，不知道霸侯意下如何？贾谊，正是贾谊。这贾谊是我昨天接到王诏之后苦心想出来的地方。这地方本来是吕不韦的封地，是关中之要冲。吕不韦死后，封地被收回，一直没有被封赏出去。虾仁大喜，这个咸阳令还真是能教啊！从自己要死囚到现在给自己策划封地，这个咸阳令还真是帮了大忙。只是自己到现在竟然还不知道这位咸阳令的名号，实在说不过去。敢问咸阳令尊姓大名？不敢称尊，下官冯去疾。你叫冯去疾？下官就叫冯去疾，不知霸侯有何见教？我哪里还有什么见教？我只知道始皇帝在统一华夏之后，有2名丞相，左丞相李斯，而右丞相就叫冯去疾。我实在无法将眼前这个官场游子跟日后的右相联系起来。你家族可是冯廷？霸侯如何得知我家先祖？我还有一件小事想麻烦令官。霸侯请说。令官，你帮我看看这300亩良田在坝上何处？这是桓家的地契，桓乙打赌输的。这300亩良田我知道，就在丰原，离霸侯的封地倒是不远。那就烦请令官调整一下，让这300亩地跟我的封地连成一片如何？不过举手之劳罢了。择日不如撞日，不如今日劳烦令官带我去封地看看如何？今日怕是不便，霸侯先的等候2日，带我回去整理好封地文书，再将这300亩地过户到霸侯名下，下官再带霸侯前往如何？令官说的对，先把官府的事办好再去不迟。霸侯，文书已经办好了，可以去封地了。师兄，准备出门。师傅，你跟二师傅要去哪里？扶苏也要去。师傅要去自己的封地看看，你既然来了，那就一起去吧。师傅，我父王也来，他也能一起去吗？郑哥也来了，他来干什么？臣不知道王上驾到，有失远迎，请王上恕罪。寡人今日微服至此，乃是临时起意，又没有提前告诉先生，先生何罪之有？听说鬼谷子前辈在你府中，这是冲着鬼谷子来的。王上，这位就是我师兄鬼谷子。小子嬴政见过长者。罢了，你是一国之君，不必行礼。嬴政和鬼谷子之间的对话，才是战国时代君王对人才的常态。如同鬼谷子这样一代宗师，即便以秦王之尊，也只能称呼自己是小子，而不敢有丝毫不敬。长者前来秦国，小子却懵懂不知，还望长者不怪。我来秦国也没有告诉你，怪你作甚？这个老头子平时看上去不是挺会聊天的吗？怎么到关键时候成了聊天终结者了呢？王上，今日我与师兄去封地一行，不如改日我带师兄入宫拜见王上如何？今日我也无事，就陪先生和长者去先生的封地一观，先生欢迎否？郑哥提出要跟着去，要是不同意，这也太打郑哥的脸了。装逼打脸虽然爽，但是也要分时候分人啊。王上说的哪里话，臣当然欢迎。就这样，虾仁计划的20-30人的队伍，由于嬴政的到来，瞬间膨胀了数百人，浩浩荡荡出了咸阳，向贾谊开拔。一路上，嬴政便招法的跟鬼谷子套近乎，鬼谷子却爱答不理，看得虾仁心惊肉跳，生怕嬴政一个不高兴，直接下令围剿那个老头。好在嬴政的气度果然不凡，虽然鬼谷子对自己爱答不理，却依然笑容满面，客客气气，丝毫不见怒气。不愧是日后的千古一帝，瞧瞧人家这气度，这格局。霸侯，现在咱们已经进入您的封地了。这就是我的封地，看样子不错。我封地里有多少人家？封地中有民户2500户，耕地1600亩。正在行进间，虾仁突然注意到一块田中有几个农夫在收麦子，心念一动，让队伍停下，自己向那几个人走去。长者，咱们一起去看看先生想做些什么可好？小老儿本理正，见过贵人，不知贵人有何吩咐？虾仁发现，现在这些农户的播种方式很简单，就是把麦种撒在土上，然后再用黄土将麦种给盖住。李正，这块地有多少亩？回贵人的话，这块的有3亩8分。今年的收成如何？回贵人的话，今年年景不错，夏天的时候1亩地收了2担麦子呢。这么粗糙的播种方式，竟然还能有2时的收成，纯粹就是老天爷给饭吃。难怪那李正提起2时的收成，还那样沾沾自喜。
老哥，你们这么种地可不行啊！贵人啊，小人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就直说，小人可万万担不起贵人叫大哥。你看这是怎么话说的呢？我就随口那么一说，你赶紧起来。这是咋了？没咋，我就叫了他一声大哥，他就这样了。老哥，你们这么播种不对啊！不对，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种麦子的，有什么不对？你们要深耕，还要松土，把麦种埋深一点，然后还要埋土，还要冬灌，而且你们这个麦种肯定没有混农药，发芽率很低的。等到返青之后，还要注意杀虫。另外，除了农家肥之外，还要补充氮磷钾这些微量元素，这些你都明白。虽然听不懂，但是听上去很厉害的样子。得，我说了一堆，就混了一个不明觉厉。那你们先把土松了，再往下挖深几分，上不压心，下不露白，可懂？松土我懂。那你就先安排松土。贵人，虽说你是贵人，可我们这些地都是有主的地。霸侯听说过吗？这些地可都是霸侯的封地，你这么指挥怕是不太好吧？大胆，你眼前的就是封地之主，霸侯吓人！大侯饶命！大侯饶命！起来，老贵的，站不住还是咋的？先去把土松了，我就在这里看着，你不松完我不走。先生，你还懂农家之术？我说过，除了儒家我不学之外，其他的诸子百家我都学过一点。霸侯，这里的农户世代都是如此耕种，这突然改了耕种方法，如果耽误了收成，明年年贡交不上，怕是会与霸侯不利啊。不就是年贡吗？只要按我的方法来，明年的收成不敢说翻倍，涨个5成还是可以的。5成，我特么想一巴掌扇过去。5成很难吗？5成不难吗？秦国上下都能提升5成的收成，那大秦能多增加30万大军，能提前最少3年灭了6国。先生，这是可开不得玩笑。王上，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如果真能提高5成，不能提高2成，寡人就给先生裂土封王。王就算了，多给我点田地就行。那这样，如果先生所言成真，寡人就将这甲邑之地全数封给先生。妥了，就这么定，这个可以有。就在虾仁跟嬴政说话的时候，李正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架犁，后面还跟着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虾仁看着李正手里的这个犁，怎么看都觉得别扭。再看李正把犁架好，也套在了牛背上，然后一鞭子抽打在牛的背上，老牛开始慢慢的向前走去。虽说犁出来的地倒是也笔直，但是深度却不够。这里怎么是直的？没有屈原犁吗？糟糕，屈原犁最早出现在唐末，这时候自然没有。先生，屈原犁又是何物？反正是比现在这个支原犁好的犁。行了，看你犁的也费劲，等我2天，我搞个好东西出来，你再犁，保证你用的呱呱叫。我又不是蛤蟆，怎么会呱呱叫？小老儿等着侯爷的好东西。冯令官附近可有什么安静一些的地方？我想找个地方画个图纸。前面不远2-3里处有一座庄园，是原来逆贼吕不韦留下的。吕不韦死后，此处就无人居住。不过咸阳官署一直有派人打扫，倒是也算安静。这庄园在我的封地上，应该算我的私产了吧？霸侯，这庄园乃是官产，恐怕还要办些手续才是。一座小小的庄园，还办什么手续？寡人现在就将这庄园赐予先生。属下谨奉王诏。先生，赶紧去画图纸吧，寡人已经等不及要看看这屈原犁到底是何等宝物了。虾仁一行人在冯去疾的带领下，来到了那处庄园。这庄园起码就占了10亩地，正中就是吕不韦的别院。进入别院之后，虾仁也顾不得参观一下别院，就一头扎进了书房，开始画图纸。虾四，你照着这张图纸去打造屈原犁。No。有什么吃的？回禀霸侯，此处庄园内尚有一些粟米可做粟米饭，不过这粟米饭粗糙难咽，怕是难入您的口。粟米那不是高粱吗？那不是用来酿酒和喂牲口的。锅盔，锅盔，上好的锅盔。赏他们1人1斤。按秦国现在的物价水平，1斤不知道能买多少只鸡和多少头羊。原来以为是被贵人盘剥，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多的赏赐，这简直是天降横财啊！你们去再帮我弄些吃食过来，只要弄来了，还有重赏。No。你个败家孩子，就这几只鸡和几头羊，你刚才就给出了5斤啊！家里有矿还是咋的？难道师兄没有听说过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吗？这些都是我治下之民，给些好处能收拢一些民心，有什么不好？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叫事。到底你是纵横家还是我是纵横家？你用心竟然如此之深，这算什么？我师门中还有一门管理学的科目，我这只用了一点皮毛而已。管理学，
这又是什么学问？管理学这门学问可深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里，都和我这门学问息息相关。只要学好我这门学问，治国平天下不过小事而已。管仲都是弟弟。管仲可是辅助齐桓公成就一代霸业的名臣，先生竟然连管仲都不放在眼里。先生，这管理学到底说些什么？能不能说一点让寡人先听听？这很难跟你们详细说啊，以后吧，等有机会再说。现在咱们先填饱肚子才是正经事。扶苏啊，你一定要好好跟你师傅学，他的那些学问你可都要学到手。虾大别看是武夫，却在厨艺上有着特别的天赋，但食材毕竟不够这小300号人吃的，只能先优先给嬴政、扶苏、鬼谷子、虾仁这些贵人。虾仁倒是也没跟他们客气，一来是自己确实饿得受不了，二来是他知道很快食材就会上门了。果然，那几个农户走了不到半个时辰，4里8乡的这些农户纷纷赶着自家养的羊，提着鸡鸭就上门了。虾仁边啃着手里的鸡，边看虾3代人清点这些牲口，鸡鸭100多只，羊13头。大侯千秋，大王万代。怎么样？此次民心我已经拿下了。虾仁先生，你一户一金是在仿效商君的城门立主之事吗？当年孝公时，商鞅主持变法事宜，为了树立秦法的威信，在咸阳城门放了一根柱子，谁能将柱子扛到另外一座城门去，就赏赐100金。但是百姓们因为缺乏对官府的信任，都不相信商鞅的话。直到一个壮士因为家中实在困难，需要这100金救命，将柱子扛到了另外一座城门。商鞅果然言而有信，真的就赏赐那人100金。从此官府的信用重新在百姓心中建立起来，秦国变法也得以推行。王上说的不错，这招确实是商君用过的。我出来封地，百姓不知我性格脾气，难免会对我心生狐疑。我想实行的命令也就不通顺，这样多好。这些领了赏金的农户必然会口口相传，新来的封主不错，那是真给钱啊。虽然多少会有些人傻钱多速来的意思，但是我下次要让他们做什么事情，阻力就不会那么大了。还是那句话，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叫事。先生还是如此诙谐，第一次在寡人的殿上就是这样将淳于越给气吐血的。那老货不提他了，提起他扫兴。对，淳于越那老货不能提，不当人子。多少年没这么热闹过了。当年吕相在的时候也这么热闹吗？你不要担心，我就是随便问问罢了。当年吕相在的时候，这里的年景如何？回侯爷的话，当年吕相在的时候，年景还算不错。吕相对我们这些下人和那些农户都挺好的，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念吕相的好。以后你们的生活会比吕相在的时候还好。师弟，听说你给秦王除了马匹3件套之外，之前还献了一宝。当然，焖钢法就是我献的。我跟你说啊，用焖钢法铸造出来的宝剑，比秦王佩戴的那把战卢宝剑还厉害。还有啥？当着鬼谷子的面，虾仁倒是也没有瞒鬼谷子，将飞天酒买卖的事情全盘托出。当鬼谷子听到能给秦国每年至少增加3成税入的时候，都惊得吸了一口凉气。竟然有如此大的收益，你一个人全部吃完了。师兄，我又不是傻子，我只占2成份子，2成归了扶苏，剩下的6成都给了秦王。你这心思倒也敏捷，起码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那是这么大的买卖，我不拉秦王下水，早晚会被他收拾了。为了这点钱财，何必呢？你既然知道这点，难道没发现你有些过于高调了吗？虾仁回想自己好像确实太过高调了，先是预言了秦国公赵的失败，然后自己几句话还成了秦国的国策，又折腾出一个飞天酒业，还给嬴政献了焖钢法和马匹3件套。之前担心过嬴政会赏无可赏，只能赐死自己。后来河东之行本来是想低调一波，谁料想亡魂那个王八蛋搞事情，让自己又站到了风口浪尖上，而且自己还在想法让屈原离提前1000多年现世，自己这不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现在知道怕了。道家有句话我一直认为很有道理，那就是和光同尘。你现在就好比天上的明月，皎皎然光耀天地，却也成为了最好的靶子。20岁的上卿啊，不得了啊！不知道你记得甘罗吗？秦甘罗12岁拜为上卿，这一直是年少有为的典范，知道啊？甘罗12岁就官拜上卿，结果如何？这个还真不知道。我知道。师兄，你怎么知道的？甘罗其实也是我的弟子。甘罗那小子从小就聪明，用天才2个字来形容也丝毫不为过。他祖父甘茂与我有救，所以辗转找到我，让甘罗拜在我的门下。有一个这么聪明的弟子，我自然也很开心，倾囊相授。其实已经拿甘罗当了衣钵传人，但是甘罗这小子过于聪明了，认为天下皆碌碌之辈，不足畏惧。但是他这么聪明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跟吕不韦走得特别近。
老夫劝过他，吕不韦一厢全压军权，此取死之道也。可甘罗那孩子却不听，后来他靠着吕不韦的门路成了左庶子，后来又成了秦国上卿。那年他才12岁，吕不韦终究还是被秦王给逼死了。甘罗那孩子竟然被秦国朝堂那些墙头草列了12项大罪，他只是个12岁的孩子，这12项大罪是从哪里来的？最后被斩杀在街头。你有惊天伟地之才，万万不可走甘罗的老路才是啊！师兄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就行，老夫也不多说了，睡觉。第二日起来，虾四兴冲冲的拿着做好的梨来找虾仁，虾仁接过梨一看，虾四你手艺确实不错，一夜的功夫还真把屈原梨给造了出来。这就是屈原梨吗？正是，这曲原梨跟直原梨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比直原梨更短，然后直轴改曲轴。赶紧演示演示。虾仁带着众人和屈原梨又来到了昨日的那块土地旁。见过诸位贵人，李正，今天用我的这架梨试试。这梨能干活。这一下地，屈原梨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梨身短小，更加省力不说，单就是直原改屈原，就让梨出来的地深了至少5分。平时耕完这3亩8分地，最少需要大半天的功夫，现在用了这屈原梨，不过1个时辰就全部理好。贵人这里果然不凡，小老儿代天下农户谢过贵人。老丈，这里如此之好。小老儿在地里找食了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梨。且不说种这麦子，如果用这梨出来的地种粟米或者豆子，那收成才叫好呢。老丈，那用此梨收成能增加多少？贵人生来富贵，自不知我们这庄稼的事。有这梨确实省力，平日要干1天的活，只需要小半天就能干完，这样我们就能开出更多的地出来。至于收成嘛，小老儿确实不敢估算。能提升5成收成，先生发明此物，却能让我大秦百姓永无饿殍之嫌。寡人代大秦百姓拜谢先生。秦国得屈原梨，永无饿殍之嫌。谢先生。顿时地上跪了黑压压一票人，就连扶苏都跪下了。不过一点小发明，当不得王上如此。王上万年，大秦万年。王上万年，大秦万年。上天何其厚待我嬴政，竟然赐下先生这样的人物辅佐我大秦，寡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谢先生。王上，臣正好有个请求，请王上批准。先生请说，寡人无有不应。臣师门学问浩瀚如烟海，臣学的只是沧海一粟，只是最近杂事太多，竟然有遗忘之嫌。臣想请陛下允许，臣不用回朝，就在这农庄安心将我师门学问整理出来，不知王上允否？大哥，你闹呢？你虽然是上卿，但是我没让你负责国家政事啊，你哪来的杂事？你不回朝，寡人心里不安啊。刚才王上可说了，无有不应。寡人倒是没问题，只是扶苏的学业。扶苏的学业，王上不要担心，从后每月扶苏可在庄上随我学习1旬，这样他又能跟我学习师门学问，又不耽误他学习其他的课程。王上以为如何？既然如此，那就如先生所说。臣谢过王上。先生既然不愿意回朝，寡人也不好拒绝，只是有一件事，还想听听先生的意见。王上请讲。魏国无故夺我河东郡，朝臣多有出兵讨伐魏国之意，先生以为如何？臣以为现在伐魏并不是一个好时机。此话怎讲？魏国的位置太为敏感，现在伐魏容易引起列国同仇敌忾。我大秦新败于赵，如果此时再引动列国联军伐秦，与我大秦不利。先生说的是，那先生以为该如何？王上为何不想想南阳？南阳，先生是说对魏国用租界？正是，与其发大军讨伐，胜负未知，不如陈兵魏国边境，让魏国拿1块地出来赔礼道歉，咱们得了实惠，还不落人口实，多好。听先生一席话，如醍醐灌顶，寡人知道该如何做了。臣送王上。你呀。嬴政走了，带着依依不舍的扶苏和不明所以的冯去疾走了。虾仁这时才觉得天地都松快了不少。师弟，你就这么留下了？不然啊，扶苏仔也走了，1个月来1旬也就够了。公子不能长时间离开君王身边，不然容易生出嫌隙。你连宫都明白？那是，你以为我《甄嬛传》是白看的吗？扶苏这时有了自己和鬼谷子2个老师，而且国尉御辽子和业者唐居可以说都是扶苏的人。从历史上扶苏的班底可以看出，蒙恬、蒙毅2兄弟也是他的人。只要他自己不失宠，日后继承秦王之位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自然不能让扶苏长期离开嬴政身边。敢问封君，那曲原梨可还有？能否再赐予小老儿1架？这样吧，做曲原梨需要木料，你组织几个人去帮我砍木头，5根木料换1架屈原梨可好？我们这些庄稼汉有的是力气，砍几棵树而已，多谢封君垂怜。虾仁带着鬼谷子回到庄园，加大去咸阳城里，把府上的人都带到庄园来，另外再买些粮食、木料等等物资，另外在咸阳城里再雇些人手回来，好搭建房子。师弟是想提前先做出几架屈原梨给
给李正准备上啊。那人手呢？是的，师兄，我打算在封地上的空地给白胜搞一间铁匠个工房，但是咱们人手有些不够，忙碌了一整天，累得我浑身难受。这时要是有个美丽的姑娘能给我按个摩啥的，那该有多美！主人，外面咋了？外面我们兄弟发现了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有什么奇怪的？打发走就是了。主人，这个女人可有些不一般，她身上的首饰可不是普通人家能有的。咋的？老毛病犯了，想干上一票？主人说的哪里话？自从进了虾府，我就已经改邪归正了，怎会还犯那样的毛病？既然没有犯毛病，那就送走呗。我累一天了，就不能让我歇歇？主人，要不你还是出去看看吧。这个女人身上还带着伤，都晕过去了。这里没有医官，我们都不会救治。带着伤？虾人有些好奇，但是虾三既然都这么说了，他还是决定勉为其难的出去看看。急救的法子我是学过一些，说不定还真能救下这女人的命。只见一个女人正趴在那，肩膀上有好长一道伤口，还在滋滋冒血。查看了一下，伤口还不浅，但是却看不出什么兵器造成的。但是按照这样的出血速度，超不过1个时辰，这人就没救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人送进去？难道你们就真的打算看着他去死？虾人一声怒吼，让虾三等人好像如梦初醒一般，手忙脚乱地将那名女子送进屋中，放在榻上。别说，声音还挺好听，脆生的。去取些干净绢布来，先在水中煮开，再凉干送来。另外取些止血的草药来，还将孤影也取几瓶来。主人，有酒岂能无菜？要不我去给您沏一盘肉过来。我他妈要酒是给他伤口消毒用，想什么呢？快去！消毒？消什么毒？这女子看上去好像也没中毒啊。你要救她，都到自己家门口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你会医家的手段，略懂一些皮毛。我越发的看不懂你了，好像这天下的事就没有你不知道的。炼钢这种手段你会也就罢了，农家医家的手段你竟然也知道，更加不用说纵横家的秘籍也能在你口中娓娓道来。你背后的师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师门？虾人交代虾三将草药捣烂，用一小块绢布沾了些酒，仔细清理女子的伤口，然后将捣烂的草药糊糊敷在女子的伤口上，又用干净的绢布把伤口给包扎好。这就完事了，暂时也只能这样了。可惜没有抗生素，不然他能活下来的几率更大。现在只能看他的造化了。抗生素那又是个啥？虾人自然无法跟鬼谷子解释什么叫抗生素，连忙岔开话题。师兄，你看这女子是被什么兵器伤的？伤口竟然这大。鬼谷子又怎么会不知道虾人的小心思？我看这女子身上的伤是月伤，月伤阴波宫6指琴魔。什么乱七八糟的？斧钺的钺，不是乐曲的乐。哦，原来是那个钺啊！那玩意现在不都成了礼器了吗？还有人用来当兵器？呵呵，当然有。阴阳家的护法尊者杨尊乐素就是使用钺的顶级高手，虽然不是宗师，却也半只脚踩进了那扇大门里。杨尊乐素总不会跟这样一个弱女子过不去吧？谁跟你说的阴阳家不会对弱女子下手？你又怎么知道她是个弱女子？难道她还会武艺？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说。小子，自己琢磨去吧。虾七，你带几个人从发现这女子的地方沿着血迹寻找，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蛛丝马迹。主人，你的意思是？你别多问了，只管去就是。切记，如果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马上回来。还有，一定不要冲动，即便是查出什么线索，也一定先回来报我知道。诺。虾七离开后，虾人莫名有些心慌。这个女子出现的时机也太巧了，自己刚到这里第2天，又恰好嬴政离开，现在自己这里只有7星卫这寥寥数人，万一发生什么变故，连应对的能力都没有。不过好在庄园里还有鬼谷子这位大宗师坐镇，只要不是大军围杀，或者一下子蹦出来4、5个宗师，想来问题也不大。第2天，虾人过来看过2次这名女子，给她换了药。好在这些草药的功效确实不错，血已经止住了，而且已经开始结疤。蒙宪，你怎么来了？自从他们返回咸阳之后，蒙宪带着虎卫回到军营，2人就再也没有见过。末将蒙宪率领匪军归建，拜见侯爷。你把匪军给我带回来了？全军312人，一个不少。我正愁手底下没有人，现在匪军就归建了。什么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支匪军有黑冰台的暗卫，有秦宫的虎卫，还有边军。虽说是个大杂烩，可是战斗力并不弱。你们来了就好。虾人也不客气，直接把昨晚那女子出现的事情告诉了蒙宪。侯爷，其中必有蹊跷。你安排斥后营去找虾七，一起找线索。庄园的防御警戒就交给赶战营了。诺，末将这就去安排。蒙宪带着匪军自去安排，除了匪军，虾大还带回来100来号壮
壮劳力，这些壮劳力可不便宜，每人每日的工钱要3个半两。好在虾仁现在家大业大，当即安排这些壮劳力开始搭建房屋，毕竟多出了这么人，总不能都挤在庄园里。而且白胜的铁匠工房也要建，虾四也提出来要盖一个木匠工房，还要盖仓库。好容易忙碌到晚上，虾仁也不抠门，宰杀了10头羊，熬了羊汤，配上锅盔一起吃，让匪军和这些壮劳力吃得一个个肚皮溜圆。主人，我们顺着血迹一路查找过去，在离此地不到10里，血迹就中断了，而且并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10里没有人能带着那么大的伤口还能走10里路，血都流干了。只是这女子到底有什么问题？虾仁还没想明白。小子想不明白了？你想明白了？人又不是我救的，我为啥要想明白？既然想不明白，干脆把人丢出去，任凭他自生自灭好了。不妥，这女子来的这么巧，看来就是奔着我来的。如果把这女子给丢出去，那我们所有的线索就都断了，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还是把这女子养在身边，我们多加小心就是了。嘿嘿，你就不怕引狼入室？你小子不会是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动了什么歪心眼了吧？天地良心，我连那姑娘长啥样都没看清楚，我怎么可能动这样的心眼？行了，知好色，增物上爱也是常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也到了找媳妇的年龄，看上人家姑娘了就明说嘛，害羞个啥？我他妈害哪门子羞？我说了，我连那个姑娘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主人，那女子醒了。醒了就好办了。姑娘，你终于醒了。足下何人？在下是这座庄园的主人。姑娘受伤晕倒在我家庄园外，被我家人发现，这才救下姑娘。啊！姑娘受伤未愈，当安心静养才是。小奴家正被人追杀，不能连累恩公。姑娘天仙一般的人物，怎么还有人敢追杀你？不过你放心，我这庄园有甲士数百，不管是谁都讨不了好去。看见这位没有？大宗师有他在，咱啥人都不怕。宗师，你也没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是宗师，对不对？你看吧，我就说你平时要好好打理一下自己。你看，把自己搞得跟个花子一样，人家姑娘都不相信你是宗师。鬼谷子此时真想一巴掌给虾仁呼过去，但是有外人在场，鬼谷子却发作不得，气得呼呼的在一旁生闷气。奴家只是没想到，在这里竟然有缘分能遇见一位宗师。奴家齐国周雨竹，拜谢2位救命之恩。你既然是齐国人，怎么会在这里被人追杀？又是被谁追杀？姑娘可否告知在下？奴家本是齐国一家商会的东家，因久慕秦国风华，又听说秦国出了一款飞天酒，生意太好，这才带着商队来秦国，想找这飞天酒的东家谈谈生意。可没想到，刚过函谷关就被一伙贼人盯上，将奴家的商队给洗劫了，劫去财物不说，还要害奴家性命。好在奴家还有几个忠仆拼死相救，奴家这才逃脱一命。本想去咸阳告状，谁知还未进咸阳，又被那伙恶贼追上，奴才不小心中了贼子一跃，幸得恩公所救，感激涕零。周姑娘可知劫杀你的是什么人？山贼、土匪？都不是，我认的那个恶贼就是阴阳家的护法双尊之一的阳尊乐素。周姑娘，那乐素是半步宗师的高手，他为何要对你下手？那是他看上了我们周家的一件宝物。宝物？什么样的宝物能迎来一位半步宗师的觊觎？姑娘可否告知？就为了此物。阴阳五行诀？难道阴阳五行诀有2块？姑娘可知道这是何物？这块玉诀是我家传宝物，却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乐素那恶贼口口声声要我交出玉诀，我想必是此物。既是姑娘家传宝物，还请姑娘收好。姑娘伤体未愈，不可轻动，只管在这里养伤就是。那恶贼要真上门，我也自有办法对付。姑娘请安心。虾仁然后跟鬼谷子退出了房间。你觉得这姑娘说的话几分真几分假？一句真话没有。有何依据？飞天酒创立至今不足2个月，齐国的临淄商会是飞天酒在齐国的独家代理商，齐国只有他这一家在售卖。但是2个月的时间，怕是临淄商队的车队还没有回到齐国，这姑娘在齐国又怎会听到飞天酒的名声？还有吗？再来就是这姑娘说是被乐素盯上，这才中了1月。看来这姑娘武艺不差了，能在半步宗师手下只中1月，并且能顺利逃走。但是你看她的年纪不过20而已，将是有这么高武艺的人吗？人不可貌相，你怎么知道这柔弱女子不是武学奇才？如果说之前我对这姑娘只是有所怀疑，那么现在就是实锤了，这姑娘绝对有企图。你分析的头头是道，那你说说她为何而来？那谁知道，反正在我的庄园里，就算是天王老子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留下慢慢看呗。你还说你不是贪图人家的美色？你放屁，我没有。你个小色鬼，你个老不休。此后几天，周雨竹就在庄园中住下养伤，而虾仁忙着搞基建，也没有去看过周雨竹。
有了那100来个壮劳力的加入，基础建设搞得飞快。虾四主持的木匠工坊已经生产出10几架屈原犁，老李正如愿得了1架屈原犁，得意洋洋的四处显摆。这玩意是从哪里来的？这屈原犁就是天上的神仙犁地的宝物，咱们这封君是天上星宿下凡，专门来给庄户人救苦救难来的。这下虾人在这些农户眼里不但是钱多人善，还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直到这天，一匹快马从咸阳而来，这匹快马进了庄园没多久就走了。白胜，白胜，快来，大好事！怎么了，主人？白胜，恭喜你啊！主人，我何喜之有？你自己看了就明白了。主人，小的不识字呀。我这记性忘了你不识字，来，我告诉你，你可站稳了。我前日给王上上了奏书，申请在咱们这建一座兵器研究所，王上允许了。你这座铁匠工坊就是大秦的兵器研究所。这里成了啥兵器研究所？那我干啥去？啥？你干啥去？你就是兵器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王上亲封，赐爵不更。主人大恩，主人大恩！你这是做什么？给我磕什么头？也不怕我折寿？主人，小人嘴拙，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主人。行了，也不用感激我，你的活可不少。主人，这又是啥？这些都是图纸，你仔细研究一下，抓紧时间都给制作出来。主人，这些都是啥东西啊？小人从来没有见过。都是兵器装备，只要你能将这些装备都给做出来，我保你最少再升2级爵位。主人，你就瞧好吧，都交给我了。白胜一听这话，顿时信心百倍，腿也不颤了，手也不抖了，感觉一口气能跑80里了。拿着图纸就钻进了铁匠工坊，速度之快，如同一只大老鼠。这个人这性格哪行？你说说。得让人给这个兵器研究院挂个牌子，再派几个匪军守护这里，毕竟这里就是未来大秦的军工研究基地。主上，你怎么在这儿？赶紧的吧，人都到齐了。什么人都到齐了？把话说明白。这不是你昨天交代的，让我通知各家类正今天过来上课。你说要教他们冬小麦的种植方法呢，我昨天通知了一宿。你怎么不早说，尽耽误事？我倒是想早说，问题是也得找得到你啊。大上学宫，你这么做，小心稷下学宫找你麻烦。我在咸阳，又不在临淄，稷下学宫有能耐就来咬我呀，看谁咬得过谁。当了一辈子庄稼汉，还是第一次坐进大房子里准备上课。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坝上学宫。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学习冬小麦的种植方法。在上课之前，我要先讲几句话。也许你们认为你们在土地里刨食刨了一辈子，经验丰富；也许你们认为我只是一个闲着没事拿你们寻开心的贵人，但是你们错了。我虽然不是农家弟子，但是我对农家这些伙计的认识，甚至还要远超农家。你们以为小麦亩产提升5成就是我们的目标吗？不，你们又错了。我们的目标是让整个秦国都再无饿死之人，让天下再无饿死之人。你们要学好我教你们的知识，然后传播出去，让全天下的穷苦人都能掌握这门技术。你们就是火种，让全天下都能吃饱饭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秦万年。侯爷刚才说的啥？您老听明白了？我要是听懂了，我是那个。看您这副模样，我还以为您听懂了呢。你还年轻，但凡这种贵人说话的时候，不管说啥，你都装出一副听懂了的表情，保证你受用不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你有什么问题？侯爷刚才讲的我倒是都听明白了，就是有一点，我们那个里没有牛啊，没有牛屈原犁也用不上啊，这深耕也耕不了咋办？虾人这才想起来，在战国时代，牛这种动物其实并不多，甚至到唐宋时期，农民耕地时用牛的比例也不大。这好办，侯府马上出台一个租借令，每一个里都能向侯府租借2头壮牛作为耕地之用，租金嘛就定来年1里收成的1/20，如何？不过养牛的费用你们各里自己掏哦。1头老牛就价值100个半两，更何况刚才侯爷说的是壮牛，这样2头壮牛的租金仅只收1/20的收成，这简直就跟白送一样。不过现在快到冬天，牛的草料不好找，怕是养不活，侯爷都愿意把牛借给咱们，这是天大的恩德，就算咱们不吃饭也得让牛吃饱了。这些人担心的也不无道理，现在的人不懂得清除料的方法，光靠冬天打的那些野草确实不太能养活牛，只要能抗过今年明年夏天草木茂盛的时候，就可以制作清除料，到那时候不要说牛，就算再养几百只羊也不是大问题。刚才大家说的有道理，冬天牛没有营养很容易掉膘，这样吧，养牛的精料也由我侯爷府借出，借1还1，不收利息，如何？从来没见过封地的封君有这么善良过。
讲得我口干舌燥，早晚要弄几棵茶树。武夷山现在是楚国的地方吧？灭了，赶紧灭了！为了能喝口茶，也得提前灭了。小子，不是说要低调吗？你这又是曲园里，又是兵器研究所，还寄牛和金料给那些农户，你就不怕别人告你一个收买人心的罪名？你觉得我怕吗？你小子当然不怕，不过你到底在急些什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有什么急的？你还不承认？你之前献出一系列能增强秦军战斗力的宝物，现在又献出曲园里冬小麦增产之法，还不遗余力的想通过这些农户将这些方法传播出去。难道你真的不觉得你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吗？3年后，秦国就要开始灭六国的进程，我需要在这之前尽量增强秦国的实力，让秦国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没有那么大的损失，这样才能在扶苏继位之后，既能保存对六国余孽的威慑，又能持续对北方匈奴的战略优势。可是这些也不能跟鬼谷子讲啊。既然你不愿意说，那就好自为之吧。计划中还有更多的事需要计算，需要统筹管理，需要各司其职，看来要找帮手才行。不过战国时代，知识分子可是稀罕物。加大，你明日一大早就去咸阳，把告示贴在城门显眼处。主上，你这么一来，整个咸阳的柿子怕是都要把你吃了。不怕他们不来吃我，就怕他们不来啊！兄弟，你还是太年轻，有时候请神不如激将啊！霸侯上卿虾仁欲以师门学问挑战咸阳城中各位贤才，凡是有能胜过霸侯者，4万金。霸侯亲自保举为官，如不能胜过霸侯，则入侯府为奴3年。3日后，贾谊侯府封地论战。大言不惭，这个霸侯太猖狂了。就是，这分明是藐视我朱家世子。各位贤兄，小弟不才。3日后，愿亲王贾谊参加论战，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霸侯。同去。虾仁，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到了头，竟敢夸下这样的海口，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咸阳的世子，这是取死之道。且不说输了之后你的声望你就没有声望可言了。就算赢了又如何？赢了这些世子，那不是把诸子百家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消息传出去，诸子百家的那些老怪物能坐得住？到时候你怕是连性命都难保。来人，准备车驾，3日后贾谊一行。老师是堂堂儒家经主，您去贾谊是给那虾仁长脸，何必呢？我不是去给他长脸的，我是去给他吊丧的。在儒家弟子的各种添油加醋、推波助澜之下，咸阳城中的世子对虾仁的恶感迅速增加，几乎已经将虾仁当成了天下第1大恶贼。这个待遇连当年的吕不韦都没有享受过。先生为啥突然要这样做？得罪了天下世子，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先生这样做是不是要做一个孤臣啊？之前先生不愿意跟寡人回朝，说是要在封地潜心学问，寡人就觉得奇怪。虽说先生这个上卿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但是他在我心中的地位，他不会不知道。可先生却仍然坚持要脱离朝堂，这分明是要降低自己对朝堂的影响力。先生的闷钢法和马匹3件套赢得了军方大多将领的好感，远离朝堂也无形中斩断了自己与军方的联系。现在又故意挑战天下士子，斩断自己与诸子百家的联系，这分明是想要一心当好老师，当一个孤臣的节奏啊！先生，你把寡人的心胸想得太狭隘了。既然先生为了教好扶苏，甘愿当个孤臣，那我这个做家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3日之后贾谊论战，寡人定要去给你撑场子。我就是想要几个手下帮我的忙，真没有你想的那么伟大。不是说今日论战的吗？怎么不开门？虾仁，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既然敢夸下海口，怎么不敢出来见人？快出来，虾仁，快出来！上卿，钢片家的家业做好了。樊胜，你不愧是大将之流，这薄薄的一张钢片，连一个沙眼都没有。虾仁用指甲的铁剑一剑砍上去，连个凹痕都没有，更别说裂痕了。有了进攻性武器钢剑，再来一身防御装备，仿唐明光铠的钢甲，有攻有守，这还不战斗力爆棚？而且这甲叶的制作技术还关系到另外一件大杀器，只不过还没到研究的时候。主上，咱们庄园可让那些士子给堵了，咋办？还有士子，那还想啥？开门迎客，让蒙县把匪军准备好，论战欢迎，闹事的直接拿下。末将匪军统领蒙县，奉霸侯之命前来迎接诸位参加论战的士子前往论战，请诸位士子前往论战之地。既然诸位士子不愿踏进庄园，不如请虾上卿出来，就在此地论战即可。此处山清水秀，倒也宜人，正合论战。见过儒家经主，经主说得对，何必进庄？就在此地论战即可。让虾仁出来吧，我们在这里等他。快去通传。
报，淳于越提议就在庄园门口论战。有屋子不待，非在门口吹冷风，怎么不冻死这个老丫的？不过世子不进来，论战也开始不了，我的人才招募计划也推进不下去。想到日后的幸福生活，我也只能妥协。七星未走。诸位世子，今日论战，得诸位赏脸光临，虾人不胜荣幸。既然大家不愿意进庄，愿意在这里论战，虾人也乐意奉陪。还说什么霸侯，连一点礼数都不懂，见到前辈竟然视若无睹，如此之人，有什么资格跟我等论战？不知道尊驾说的前辈是何人？正是我家老师，儒家经主淳于越，淳于大儒。这是儒家给我准备的下马威，原来是淳于大儒。刚才风大迷了眼，一时没看见你，不好意思。不过我这离你老人家怕是受不起。大言不惭，你年纪轻轻，竟然如此不尊重前辈高人，此论战不论也罢。就是连理都不懂，还论什么战？没想到浪费我这么多的时间，竟然是个无礼之徒。淳于越好毒的计，我如果不行礼，那么我这顶无礼之徒的帽子就扣上了。淳于老鬼，你还没死啊？谁敢对儒家经主如此无礼？你个小屁孩，我跟淳于老鬼说话，有你什么事？闭嘴！原来是纵横家的鬼谷子，难道你要为这无礼之徒张目吗？拜见鬼谷子先生。没想到多年不见，你这老鬼竟然还认识我。不过我可不是给他张目的，毕竟是我的师弟，也用不着我给他张目。他是你师弟，你怕不是在哄我？你又不是3岁的娃娃，我还要哄你？要吃奶不？说什么你？我这师弟今日举行论战，也是为了瞻仰诸子百家年轻一辈的风采。论战就是论战，讲的是学识才华。但凡有人想倚老卖老，我可不答应。弟子拜见师祖、师叔祖。站到一旁去。还好。只有纵横家退场倒也无妨，诸子百家剩的还多，还真就不相信虾仁这个黄口小儿能应付。不过既然鬼谷子出来替虾仁站台，那我这儒家经主的身份已经压不住虾仁了，还是先静观其变。不知道哪一位世子先来论战？我来。大队士兵将这群士子包围。虾仁，你暗伏甲兵是要干什么？你要将在场士子全数屠戮吗？王上驾到。王上，秦王也来了。先生，寡人来迟了。怎么秦王也来了？未知王上驾到，臣失礼了。寡人把王翦跟李斯给先生送来了。上将军王翦是兵家在秦国的扛把子，上卿李斯现在法家唯一的领头羊，臣惭愧，让王上费心了。先生与秦国多有建功，这点小事何足道哉？今日我师兄和王翦上将军、上卿李斯以及这位儒家经主，只是来给我们今天的论战做评判，请各位世子不要有什么顾虑，踊跃一点嘛。这虾仁算盘打得也不错，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我架了起来。不过我早有安排，这也算不了什么。哪位世子先来论战？我先来领教上卿师门学问。不知尊驾高姓大名，何家弟子？我乃名家弟子公孙离是也。你叫公孙离，咋没见你的那把伞？请问公孙先生有何赐教？我就想请问虾上卿一件事，白马是马乎？虾仁难以应付了，这白马是马后面跟着的就是名家前辈公孙龙的成名之战白马飞马论，就是名家长于诡辩之术，白马飞马就是代表性的题目。当年公孙龙靠着这一辩题，不知道辩赢过多少高人，也因此名噪一时。阁下是想说白马飞马的论调吗？可惜啊，白马当然是马，这有什么好辩论的？看来这位虾上卿还是没有领教过我们名家的辩论之术啊！今天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非也非也，虾上卿此言大谬。白马非马也，马本来有颜色，所以有白马。假使马没有颜色，就只有马而已，怎能称它为白马？但是规定马是白色的马，就与马有区别了。所谓白马，是马限定于白色的，限定于白色的马自然与马是有区别的。所以说白马非马，虾上卿认为如何？既然你喜欢玩文字游戏，那我就好好跟你玩玩。你说白马非马是因为颜色让马与白马有了区别，对吧？正是。好，名家之辈在这里玩的是一个文字逻辑陷阱。我们现在辩论的主题是马这种动物，对吧？是。既然是马这种动物，那么白马的白就是给这种动物加上的一个特殊属性而已。比如说我们讨论人这个概念的时候，不能因为你被我打断了腿，就直接说你不是人。要知道特殊属性并不能替代生物总称，而且要玩文字游戏，你也是个弟弟，是就一定是吗？难道不能解释为属于等同于的意思吗？我说你是人，却没有说你就能代表所有的人，而是说你属于人这一种族的一员，这有问题吗？没问题。你们名家不过是一些玩弄逻辑之徒而已，与国事民生丝毫无补，还不退下？
你说你一个好好射手不躲在后面放冷箭，非得冲锋在前，这人头送的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七星为先救人，我就随口说上那么几句，怎么还吐血了呢？看来公孙先生的身体不太好，算了，就免去公孙先生为奴之说，我可不想要一个身体不好的。虽说名家世子在世子群中并不太受待见，但是虾仁如此蔑视名家，就是蔑视在场的诸子百家，是可忍，孰不可忍？法家世子田汾见过虾上卿，法家，此人乃齐法之士，小心。战国后期的法家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李斯、韩非、申不害属于秦晋法家，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流传着一支齐法家，与秦晋法家要旨各不相同。齐法家的代表人物慎道死后，齐法家与秦晋法家势同水火，大有互为法家正统之势。只是齐法家的弟子怎么会到秦国来？上卿，不知道你对秦法怎么看？怎么看？我用眼看，嬴政就站在这呢。我能说秦法不好吗？果然老话说得好，小白脸子没安好心眼子。秦法自从商君变法以来，国富民强，六国戍守，好还是不好？这还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没想到虾上卿见识如此浅薄，其法苛刻，世所共知，非是我法家真意。愿文田先生高论。法者，国家百姓遵循之制度也，制度者乃刻板之术，劳民之术，非治民之术也。应佐以情理于其中，情理法三者相辅相成，这才是正道。田汾的这个说法已经无限接近于我前世法治的概念，比起秦法现在死板教条的秦法要有人情味的多。法理不外乎人情，虾某有几个问题想求教一下田先生。你问就是了。请问在先生的法条中，杀人当何罪？杀人偿命，这有何话说？再问田先生，孝道是否天地正道？人无孝道，与禽兽何异？倘若有一人为父报仇，亲手杀人，该如何？偿命。那按田先生的意思，因为孝顺杀人还要偿命，那是不是就不要为父报仇了？或可轻判。那田先生的法条制定出来，岂不是如同废纸？情与法的冲突是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法律之后就存在的冲突。前世常有情与法相冲突的案子，田汾本来就只是法家的一个学子而已，这种问题其实已经是难为他了。上卿，虾先生这问可解否？臣才疏学浅，怕是也难两全其美。当然是注重孝道。刚才田汾自己也说了，人无孝道，与禽兽何异？当然是无罪了。请先生教我。教字不敢说，我只是将自己的观点给大家分享一二罢了。一人为父报仇，杀人是该偿命还是该无罪释放？其实这根本就不算是一个问题。问题的根本在于，他父亲既然死在他人之手，他为何不报官？是杀是囚，都应该由官府做出决定，而不是自己一怒杀人。既然不报官，而选择私下复仇，自然该以杀人罪论处。同时，官府应该考虑他父亲的案件情况，另外对杀死他父亲的仇人另外立案。一是一，二是二。再来，我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情理，条款不能够于死板僵硬，这样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判罚。但是前提是判罚的主题必须是官府，而不是私人。学生不如上卿，愿在上卿门下为仆3年。战国时代，奴和仆是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也不计较田汾嘴里说的是为仆，而不是为奴，能看出来，这个田汾对法家还是有一定研究的，正好来给自己帮手。这个小滑头，还真让他糊弄过去了。平时看这些世子个个眼高于顶，还以为有多高的义业，没想到都是一群纳枪头，中看不中用。现在让虾仁连胜了2阵，这还怎么压得下去？兵家世子还尊领教上卿兵家之法。你是还家的人，是又如何？是不敢比吗？还尊，此处不是你胡闹的地方，还不退下？我没有胡闹啊，我是真心想要跟虾上卿比试比试。这还尊是还家自还以之后的杰出英才，与王贲、蒙恬、李信并称为咸阳城兵家4少。前些年一直在齐国孙家学习兵法，去年才回到秦国，现任卫戍营校尉，不可小觑。兵家4少，这外号一听就拉胯得很。不过既然能跟王贲、蒙恬、李信这3人并称，想来是有些本事的。只是自己好像在日后的历史书上，并没有听过这小子的名号。难道早死在秦军征战途中，所以没能留下名号？不过是比试罢了，有何不敢？比什么？怎么比？兵家还能比什么？自然是兵棋推演。兵棋推演，战国时代就有兵棋推演了。不好意思，我府上没有兵棋，怎么办？没事，我带来了。既然你带了，那劳烦哪位给我说说这兵棋的规矩？这5个盒子中都有棋子，其中兵指的是兵种兵力，双方各抽1次；器指的是攻城或者守城的器械，还有运粮的马车，这些也是双方各抽1次。粮就是各自的粮草，也是各抽1次。而天指的是天时，地指的是地形，命指的是作战目标，都是只抽1次。待双方抽完之后，根据抽出来的天时、地形、命令、兵力、器械、粮草，互相推演攻伐，最后达成目标者胜。看来虾上卿是从来没有玩过兵
期推演。怎么样？现在不玩也来得及，只要你将我们还价的300亩良田归还，再亲自上门向我家叔父道歉，我今天可以不跟你比试。实锤了，这就是上门替他叔父找场子来的，这能惯着你？我有什么不敢比的？尽管放马过来。上清抽天时，我抽地利，然后各自抽自己的兵力、粮草、器械，最后抽命令，如何？虾仁也不反对，上前伸手从天字7盒中抽出一枚棋子。狂风，这可不是一个好天时。丘陵，骑兵1万，1巡粮草10架兵车，步兵5万，1月粮草20架兵车，存活1月。加上清的手气好像差了一点嘛，看来这场比试天命在我。王将军，为何那桓尊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天时是狂风，地利又是丘陵，这2项都不利于骑兵的发挥，而桓尊可在丘陵力战死守，反正他粮草足够撑过1个月。那夏先生岂不是输定了？情况不容乐观。这丘陵林木可茂密否？自然是草木丰盛，反正你的骑兵是不要想在这种地方发挥战斗力了。既然如此，胜负已分，还有啥可比的呢？虾上清既然认输，那也不用再比了。不知道虾上清何时去我家登门道歉？谁说是我输了？难道还是我输了不成？当然，这还用问吗？各位都听见了，虾上清这是准备耍赖了。这怎么能是桓尊输了呢？就是啊，1万骑兵又是在狂风丘陵地带，粮草又只有1巡的粮草，根本就不可能撑过1个月啊！难道虾仁是想让士兵将1巡的粮草当成1月的粮草来食用吗？那士兵岂不是饿的兵器都拿不住，一样不是5万步兵的对手？看来虾仁是看自己必输无疑，所以准备耍赖了。虾仁上清，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何必做这等无赖姿态，平白降了自己的身份？看来你们对兵法确实没有什么研究啊！也罢，就让我给你们指点一下，桓尊输在什么地方？倒要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刚才我问桓尊，丘陵草木可盛，桓尊可是说的草木丰盛。是我说的，那又如何？既然草木丰盛，敢问阁下可是在丘陵顶上立寨？正是，绝不让你的骑兵有居高临下冲击我军的机会。那就对了，我以5000兵力强攻你的营寨，你是攻出来还是依寨防守？我必胜之举，为何要攻出去？自然是举寨自守。这就对了，一般认为自己稳操胜券的都不会轻易冒险。那么这时我另外5000精兵放火烧山，你又该怎么办？你怎么敢？狂风天啊，5000士兵一起点火，封住火力，你猜烧干净一座丘陵需要多长时间？你自己的5000士兵正在攻占，你连自己的士兵都一起烧死，为什么不呢？命令是存活1个月，又不是保存有生力量。我将桓尊的人马烧死完之后，最后活下来的不就是我了吗？你这个屠夫！屠夫，此部长兵没学过，兵家就是用各种手段取得最后的胜利。小子，你还嫩了点。你这恶毒性子是我大秦的危害，老子杀了你！此人在论战动武，拿下传信给桓府，让他叔父亲自来领。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了，还有哪位世子愿意赐教的？虾某在此恭候。其实为奴什么的都是戏言，如果各位大贤愿意留在虾府，虾某愿以门客之礼供养各位大贤，年俸万金，绝不食言。今日论战可圈可点，如果各位再无人出战，那老夫就宣布论战结束。我师弟在庄园内准备了一些饭食，各位原来可先用了饭食再走，怎么样？淳于老鬼，进去喝几杯。老师，咱们就这么走了？走吧。虾仁虽然论战得胜，却同时得罪了名家、齐法家、桓府。宗师又如何？虾仁十分客气地将各位留下的世子请进庄园内，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如同流水一般上来。留下的世子对虾仁的印象瞬间改变。这位上精通百家之学，又如此礼贤下士，实在难得。是啊，是啊。虾兄，桓家不好惹，还是将桓尊放回去。冤家宜解不宜结，齐法家最少还有2名宗师，要小心。桓尊既然上门找场子，自然要面对失败的风险，更何况桓乙跟我的恩怨不是几句话能解开的。反正在秦国，桓乙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上头还有我坐镇呢。酒足饭饱之后，世子们纷纷告辞，最后留下的只有法家的田汾、张仲和小说家文卢3个人，还有个正在昏迷的公孙离。虾仁先将田汾和张仲安排去休息，单独留下了文卢。文先生果真是小说家弟子。小说家弟子又不是什么显赫身份，冒充这个身份有什么好处？是小说家在诸子百家之中属于最不起眼的那种，在这个时候确实不太受待见，冒充小说家弟子确实没什么意思。那先生为何选择留下？刚才关上清论战，竟然对诸子百家皆有涉猎，
我想请问上卿，对我们小说家如何看？小说家嘛，也是天地正道。上卿果然认为小说家也是天地正道吗？自然是天地正道。不过什么？小说家记载的大都是风土人情、拜官野史，却大都是人云亦云，自己的主张并没有如同儒法等百家一样自成一家，所以百家并不太看得起小说家。可是如此，正是，上卿之言一针见血，并无自己的一家之言，正是我小说家的弊端。不过小说家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请教上卿。接地气啊！你们小说家的来源大都是百姓里手，可以说是最贴近百姓生活的人。别看儒家法家他们说的如何高大上，但是你们天生就应该是跟老百姓站在一起的。只要你们能写出百姓爱看的东西，褒贬善恶，导人向善，必能流芳百世。上卿，我该怎么做？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你要亲自去百姓家里去了解百姓的生活，这样才能写出最真实、最能代表人民情感的作品来呀！我这就去，别走远了，就在我封地里就行。现在的人还真是淳朴，说啥信啥。文卢或许是因为自己小说家的身份并不被待见，所以身上并没有田汾、张仲这些人身上世子的那种傲气。这样的人最适合到百姓中去聆听百姓最真实的声音，然后给我反馈。这个小废物，我他妈都说了时机未到，不让他去招惹虾仁，这个小畜生就是不听。现在好了，让人家给扣下来了吧。你生的好儿子，我没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所以一直对桓村有很高的期望，甚至力排众议，送桓村去齐国学习兵家之道，指望他能争点气，超过王贲那几个小子。没想到却在虾仁手上吃了这么一个大亏。那还不是为了给你出气？我用得着他给我出气？虾仁虽然得罪过我，还厚颜无耻的耍手段抢了我家300亩良田，但是他有大功于情，深得我王信重，又是公子扶苏的老师，我才一直忍让。这小子来这么一下，不是逼着我跟虾仁彻底翻脸吗？翻脸就翻脸，我桓家对大秦也不是没有功劳。你要不是我的亲大哥，我早就将你打杀了。伯父、父亲，且息雷霆之怒，孩儿有话说。映雪，你怎么来了？父亲，女儿听说了桓尊哥哥的事情，知道父亲心情不顺，特来劝解。映雪，好好劝劝你父亲，赶紧想个办法，总不能让你堂哥就这样在夏府受罪吧？我能有什么办法？难道还真让我不要我这张老脸，亲自去接人吗？脸没了再挣回来呗。什么？父亲息怒，我倒是有一个主意，要不父亲跟伯父听听？我就知道映雪侄女聪明过人，有什么主意就赶紧说吧。让父亲亲自去接堂哥回来，那绝对不行。伯父虽然是堂哥的生父，身份地位都合适，但是最不能去的反倒是伯父。不如让我去如何？你？对啊，就是我去。想来那夏上卿也算是一位高人，总不会跟我这个弱女子过不去吧？女儿，那虾人颇为狡诈，你行事要万分小心。父亲放心，女儿会小心的。田汾是其法家，讲究情理法三者结合，亲手制定的各种借贷条款，既有硬性要求，又有弹性措施。张仲是秦晋法家，虽然有些死板教条，但是用来当一个执行人确实不错，所有交代的事情都能一丝不苟地完成，并且丝毫不打折扣。有了这二人的辅助，虾府向封地百姓借贷牛和金料的事情迅速地开展起来。为了整个事情，虾人直接命虾二管的飞天酒业全力采购壮牛和金料，不过2日就将整个咸阳城售卖的壮牛和喂牛的金料搜罗一空。封地上的农户在李正的带领下，欢天喜地地来虾家庄园办理借贷手续。有田汾和张仲的帮助，不过1天功夫，100个里都领到了牛和金料。在虾人花钱如流水的操作下，冬小麦的种植在整个封地步入了正轨。短短7天时间，100个里全部按照虾人教的办法深耕细作，加上壮牛提供的高效率，所有的麦田都成功地播种了冬小麦。没想到我的恩公还是一位良善之士呢。谁说不是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谁见过这么好的封君？又借给我们这些庄稼人牛和金料，利钱收的还不多。有这么一位封君，是我们甲乙百姓的福气呢。就是咱们封君可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还教给我们神仙种麦子的方法呢。人家神仙都是餐风饮露、长生不老之体，谁会种什么小麦？周姑娘好兴致啊！见过恩公。周姑娘身上还有伤，快免礼。恩公好大的手笔呀！不过是顺手而为之，不值一提。恩公此举骑马万金，却只是顺手为之吗？都是为了封地百姓嘛，百姓的收成好，我的年贡不也跟着水涨船高了吗？这倒也是，不过恩公这样做，难道就不怕秦王猜忌和其他的封君有意见？我王非一般君王，绝不会对我起疑。至于其他封君，我又何必在乎他们？恩公果然是恩公，气度果然不凡。周姑娘还是早点回去吧，天气凉了，你身上有伤，还是回去静养的好。那奴家就回去了，恩公也要保重身体，莫要着凉。
侯爷，我找您半天了，您怎么在这待着呢？甜粉怎么如此着急？何事？桓家来人了。嗨，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原来是桓家的人来了。是桓乙亲自来的吗？要是他亲自来了，就让他把人领走。我现在可没工夫搭理他。不是桓将军亲至，来的是不是桓乙？那能是谁？来的是桓家的大小姐桓映雪。走，看看去。不好意思，刚才我有些俗事，让桓小姐酒后了，罪过罪过。是奴家来的匆忙，叨扰上卿了。小静，虾仁脑中好像被一根重锤击中，眼前这个桓府大小姐，竟然跟他前世的女朋友长得一模一样，就连眉心的那个心形印记都跟记忆中的女友一样。只可惜小静在他穿越过来之前就已经结婚了，只是新郎不是他。侯爷，这是桓府的大小姐，你快松手！失礼了，大小姐无怪，我家侯爷今天可能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你才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你全家都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桓姑娘，刚才虾某见到姑娘，以为是自己以前的故友，一时情不自禁，失礼于小姐，还请小姐莫要怪罪于我。奴家怎敢怪罪侯爷？我家堂哥还在侯府关着，奴家求侯爷都来不及呢。甜粉，还不快去把桓尊请到这里来，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我愣着干啥？我特么怕你犯浑。敢问桓姑娘芳名？映雪。映雪，好名字。低身枪玉佩，举袖拂罗衣，对眼已艳起。映雪似花飞，好一个映雪！低身枪玉佩，举袖拂罗衣，对眼已艳起。映雪似花飞，似诗非诗，读上去怪怪的，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请问侯爷，这是诗吗？这当然是诗，在我师门管这个叫五言绝句。侯爷的诗门一定很漂亮。漂亮漂亮。听说有客人到，老夫来见见。谁把这老不休给招来了？奴家桓映雪，见过鬼谷子前辈。你认识我？奴家与前辈却人牵一面，只是前几日来论战的世子在咸阳城中传说，鬼谷子前辈就在虾府。这世上如前辈一般仙姿绰约、道德高深的人还有几人？自然是鬼谷子前辈当面。小姑娘会说话，不错不错，能得鬼谷子前辈一声赞赏，是奴家的福气。师兄，你来干啥？你以为我想来？刚才甜粉跑到我那屋去，说你见色起意，犯病了，请我过来看看。不然你以为我真的想过来？什么叫见色起意？我那是真情实感，我这没事，你老人家该干嘛干嘛去。你俩聊你俩的，我不说话不就行了？桓姑娘别理他，咱俩聊咱俩的。我倒觉得鬼谷子前辈很可爱啊。鬼谷子可爱？这老家伙什么地方可爱了？侯爷刚才说的那4句诗，能否写下来送给奴家？完了，我只会用炭笔，还不会用刻刀。这小子刻刀用的跟文盲一样，你让他写下来给你，算是为难他了。不会吧？力压咸阳城世子的虾上卿，虾侯爷竟然连刻刀都用不好。刻刀这玩意本来就不好用，再说了，竹简这玩意也太不方便了，一本书就能装一间屋子。我之前在师门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这玩意。敢问侯爷，你在师门用的是什么？当然是纸和笔啊。感觉又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啊！纸笔又是何物？这个纸和笔嘛，怎么说呢？还说啥？送一份给桓姑娘不就行了？你个老东西，我特么这时候上哪弄去？回头我给姑娘准备一份送家去，可好？那就先谢过侯爷了。不客气不客气，在美丽女人面前，当然不能丢面子。恩公，奴家来的是不是时候？侯爷，这位是桓姑娘，这位周姑娘前段日子受伤，倒在庄园门口，是我救回来的，现在在庄园养伤。这位是桓家大小姐，这是上门来迎接她家桓尊的。奴家桓映雪，见过姐姐。还不知道桓大小姐芳龄几何，不敢当姐姐之称。姐姐说哪里话？姐姐一看就饱经风霜，眼角都有皱纹了，想来定是比妹妹年纪大些。这声姐姐，姐姐自然是当得的。姐姐就姐姐吧，谁叫我比你大呢？哼！侯爷，不知道你救回来的这位周姑娘与侯爷是什么关系？家中可有爵位？这位周姑娘只是我救回来的，与我侯府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恩公救我一命，还替我疗伤，我这清白的身子都被恩公看了去，奴家除了以身相许，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难道恩公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不成？既然看我去死，当初又何必救我？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侯爷，既然周姑娘愿意以身相许来报答侯爷的救命之恩，你还有什么犹豫的呢？毕竟人家清白的身子都被你看了去，似乎好像大概是被碰瓷了。我感觉你们在讹我。姐，你怎么来了？姐，你打我！映雪待桓家谢侯爷管教之情。
不敢，还大小姐随时可以将还尊带走。跟我回去，到家再好好收拾你。侯爷，我可等着你的纸笔哟。恩公，纸笔又是何物？得，又来了一个。老鬼，你刚才怎么不救我？姐，你需要救吗？刚才我看你抱的不是挺享受吗？别说，还真挺享受的。呸，你个老不休，我看你就是见死不救。我这是为了你好啊！这2个姑娘，不管以后你娶了哪一个，怕是日子都不好过啊。我娶她们，你在说什么疯话？周雨竹来历不明，而且很有可能是冲着我来的，我怎么可能娶她？黄映雪就更加不可能了。她叔父黄宇现在跟我基本上算是势不两立，怎么可能让黄映雪嫁我？小子，话不能说的这么绝，要知道世事无常啊！我还大肠包小肠咧。不过你小子承诺还家姑娘的那个捞石子纸笔，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凉拌笔还好说，找一些鹅毛来也能做成鹅毛笔，但是纸就麻烦多了，要经历多道工序，而且还不一定真能造出来。还有墨也是一个难题，光有纸笔没有墨用什么写？砚台倒是还可以用普通的石头代替，毕竟端砚的产地现在还属于楚国，想要一好的端砚也得等灭了楚国再说。但是牛都吹出去了，总不能对一个小姑娘食言吧？既然要做，那就开始吧。既然决定要做纸笔，那索性就把文房四宝全部做出来，走自己的路，让后世的人无路可走。倒要看看你如何作为。加大去弄一些树皮、苎麻、破麻布、烂渔网回来。好端端要这些破烂回来干啥？抓紧时间去办。加七，想办法搞一些黄鼠狼回来，用黄鼠狼的毛来制作狼毫笔。主人，羊毛不行吗？羊毛也不是不能做，只是羊毫笔因为太过柔软，写出来的字很难有筋骨。加三，你去终南山砍一些粗壮丰腴的松树回来，要做松烟墨就得靠这些松树了。这也没占点便宜，这不是王八蛋吗？算了，为了让环姑娘开心，这便宜不占就不占了。我跟环乙确实有些恩怨，但是并不是什么生死大仇，想要化解其实不难，实在不行去求郑哥出面也不是不可以。我休息了，你们下去吧。宗主，你今天的表现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我怎么做是我的事，你最好不要干涉我。你的事我本不想管，但是你因为一家之恨丢失了宗门的至宝，这事就跟我有关系了。1个月后就是宗门大会之期，到时候你如果拿不出玉珏，哪怕有日尊站在你背后，你也恐怕交代不过去。月尊，你放肆！现在我还是一宗之主，你最好对本宗客气一点。对宗主客气是应该的，只是你觉得我还能对你客气多久？废话少说，你到底有什么事？自然是来看看我们宗主的计划进行的如何了。但是好像你愿意牺牲色相，那家人好像不太愿意接受啊。这跟你没有关系，你只要盯好扶苏就行了。扶苏那小子每个月有1旬时间待在这里，你想办法等扶苏来了之后，将扶苏擒下，用来跟嬴政交换玉珏。你在这里你侬我侬，这种送死的事情就让我去。你可以不去，你不去就将日尊换来，我让他去。生什么气嘛？我又没说不去，只是扶苏出宫必然有黑冰台的暗卫保护，想要抓他好像没那么容易。只要姬无心不亲自护送，就凭黑冰台那群废料能难得住你月尊？虽然知道你不是真心的，但是这话听着我舒服，这活儿我接了。但是我还是要劝你，记住你自己的身份，你是阴阳家的阴阳主。主上，破烂我带回来了，先把它们用水泡上，然后切碎洗干净，多泡几日。加4，你尽快将图纸上的工具给做出来。禀告，上卿李斯来访。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交换，告诉我今天有贵客上门。果然，李兄，这不就上门了吗？余兄这段时间杂事缠身，今日才得闲来拜访贤弟，贤弟莫要怪罪才是。李兄说的哪里话？你能来我就开心了，说什么怪罪不怪罪的这种见外的话。贤弟心胸果然不凡，倒是我落了下乘。贤弟，余兄这次来是有一件事想拜托贤弟。还说什么拜托不拜托？只要小弟做得到，必然全力以赴。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就是余兄想让犬子拜在贤弟门下，不知道贤弟是否应允。李斯自己就是法家魁首，他的儿子不学法而来拜我为师，这事听上去怎么感觉这么不靠谱？李兄执法加之牛耳，家学渊源，如何会让贵公子不学法而投入我的门下？我那孩子从小就不喜欢法家之说，却对纵横家心生向往，说要成为苏秦、张仪那样的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天天在家里把我折腾5级6兽的。而且你前几日论战之事传遍咸阳，说你如何厉害，我那儿子一听就激动了，非要来拜你为师，在家里寻死觅活的，我这才厚着脸皮来找你帮忙来了。虾仁这才明白，
为啥李斯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不就是想他儿子跟在扶苏身边，日后好混一个从龙之宫前抵旧臣的名头嘛？天下父母心啊，反正一头羊也是赶，两头羊也是放，这好办。过几日扶苏要到庄园来上课，到时就让贵公子一同过来就是了。那愚兄就多谢贤弟成全，些许小事而已。听说贤弟对桓家大小姐有意思，要不要愚兄去给你做个大媒？谁说我对桓家大小姐有意思了？你敢说你对桓家大小姐没意思？那你轻薄人家干甚？我轻薄她，这话谁说的？咸阳城里都传遍了。啥？这些消息都是谁特么传出去的啊？怎么能传得这么快呢？如果你真对桓家大小姐没有意思，那我劝你还是找个时间去桓府向桓家大小姐当面赔罪的好，免得两家面上难看。这事如果没有人在后面推波助澜，打死我都不信。这分明是想挑拨我与桓家的关系。但是到底是谁在背后计划，先不想了，反正道歉是不可能的，先把文房四宝给做出来再说。父亲，大伯，你们有事找我？女儿，听说你前次去接你弟弟的时候，被虾仁纳斯给……你被虾仁纳斯给轻薄了。大伯，你在说什么呀？好个虾仁，竟敢欺负我女儿！来人，点齐家兵，我要去找那小子算账。父亲且慢，你听我说，父亲此去就中了他人的计了。中计？中什么计？虾仁虽然初见我面时略有失礼，却是将女儿认作他的故友，算不上什么轻薄。此后一直彬彬有礼，更加没有欺负女儿。而此事在虾府发生，只有虾府寥寥数人知道，怎么会几天功夫就传得满城风雨？我想那虾仁不会傻到自毁名声这种地步，女儿也不会将这样的事情外传，所以必然是有人在背后肆意散播谣言，就是想让咱们桓家与虾家拼个你死我活。父亲点兵前往，不是中计又是什么？你说的倒也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不追究，天知道还会传些什么不堪热耳的话出来。就让他们传，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传些什么出来。只要我们桓家不上当，那背后指使之人一定会有下一步的计划，做得多错得多，早晚露出马脚。你要是个男孩子该多好，不过好像虾仁跟我女儿倒是挺配的。主人，黄鼠狼打回来了！不愧是捕猎的高手，不到1天时间就抓回来10几只黄鼠狼。虾七，你去将黄鼠狼各个部位的毛分别取下，然后用已经准备好的牛骨梳将符合要求的黄鼠狼的毛给挑选了出来，按照流程将毛制作成笔尖，然后扎进提前制作好的木管里。主人，毛笔做出来了。你去用炭灰和水调1碗带颜色的灰水出来，这才叫笔。多大的人了，还用树枝？你懂个锤子，这是毛笔。这就是你说的笔，让我来试试。你这是什么玩意呀？一点都不好用。毛笔初学者绝大部分都是这样，掌握不好用笔的方法，写出来的字就是这样的。是你不会用好吧？我教你。这是个好东西啊，这玩意确实比用刻刀要轻松多了。那是你也不看看是谁做的，只是东西是好，就是绢布太贵，寻常世子也用不起啊。而且这灰水写出来的字色淡，恐不能长期留存。你想到的东西我能想不到吗？再过几天纸就能做出来了，那玩意比绢布便宜太多了，保管叫所有人都能用得起。莫你也不用担心，我心里有数。再过几天我送你一套文房四宝，你就知道好处了。你说啥？你的只能让所有人都用得上，那东西可方便。一本《论语》也不过就是2、3斤重而已，字要写小点，斤把重也不是不可能。我可是看过《论语》的，当年我游学儒家，曾亲自见过《论语》，半屋子的竹简，用了你的纸就只用1、2斤。这还是故意往大了说，我不确定自己现在造出来的纸质量如何，要是换成我前世的《论语》，也就半斤不到。要是师弟真能将此物造出来，必然能青史留名，流芳千古。我可不是冲这个，我是答应了桓家大小姐要给她送纸笔的，至于青史留名什么的都是浮云。这样一件东西，你竟然拿来讨好姑娘，真是孺子不可教也。我这是叫言而有信。你那个文房四宝赶紧做出来，我先预定10套。你订这么多干啥？我朋友多啊，这不得拿出去送个礼啥的。10套倒是行，不过你得给钱。就这点东西你还要钱？我被你撺掇着当了扶苏的老师。对了，还有陈平，可一直没有收续费呢，你是不是把这笔账给我结了？不就是10套文房四宝吗？多大的事？别说10套了，再多10套也不是不行。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你们继续多做几支毛笔出来，加大用上好的玉石和黄金打造几根华丽的笔杆，毕竟木头的笔杆看上很寒酸，送礼拿不出手来。
主上，我去浸泡造纸材料的大池子看了，池子里水已经开始咕嘟咕嘟的冒泡了。再泡个6、7天就可以开始下一步的程序。按时间算，下3差不多已经到终南山了。再有几天，上好的松树就能被送回来，到时候纸笔墨就齐了，文房四宝就差砚了。砚台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并不是说什么样的石头都能用。虾4，你去坝水中捡来2车鹅卵石，仔细挑选几块大小合适的石头，让人细细打磨。等到以后灭了楚国，我一定要提前将歙砚给拿下。至于广东的端砚，那得等嬴政统一6国之后开发岭南再说了。侯爷，事后营发现有些不对劲。蒙县为人稳重，一些小事根本不会来找我。他说不对劲，那就肯定有些不对劲。怎么了？出了何事？事后营在咸阳到庄园的路上发现了一些可疑人。怎么个可疑法？他们人人携带兵器，却刻意的隐藏踪迹，而且藏身在一处山谷中，好像要伏击什么人。伏击他们有多少人？不下60，而且好手不少。让事后营盯紧了，有什么情况随时报我。另外，让咱们的人小心一点，不要被发现。末将知道，事后营都是黑滨台暗卫出身，擅长隐蔽追踪，倒是不太会容易被发现。你派人去一趟咸阳，去通报黑滨台一声，要惊动黑滨台。过几日扶苏就要到庄子上来了，不能不小心。末将这就去办。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你刚才说霸侯虾仁派人来通知你，有一伙来历不明的人埋伏在咸阳到贾谊之间，似乎想要伏击什么人。正是。那这伙人想要伏击谁呢？属下认为可能。说以属下的愚见，应该是准备伏击公子扶苏。一伙人在咸阳附近准备伏击寡人的公子，而你们黑滨台竟然需要靠霸侯的人来通知才知道。寡人觉得你们黑滨台好像也没什么用。王上，是属下失职，请王上责罚。行了，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呀？起来吧，寡人要责罚你。上次姬丹逃跑，寡人被刺的时候你就没命了。属下谢王上爱护。寡人不是爱护你，寡人是还要用你。你是寡人的鹰犬，是寡人的耳目，处置了你，寡人岂不是变成了聋子瞎子？你们黑滨台的职司是刺探他国情报，保护王室安危，在其他事情上有点小差池，寡人能理解。但是咸阳城是大秦的心腹重地，要是连咸阳都能被人随意搅乱，寡人的脸面往哪里放？大秦的脸面又往哪里放？属下该死，属下这就派人去围剿那伙贼子。行了，那伙贼子只是明面上的弃子而已。怎么不相信霸侯的匪军实力如何？寡人又不是不知道，他的那些斥候还都是寡人的黑滨台出去的人，就凭这些人能侦查到了东西，那就是别人希望他侦查到的东西。寡人猜想，这伙人应该是贼人抛出来的诱饵，一旦寡人信以为真，派你们去剿灭这些人，自以为高枕无忧，放松了警惕，那扶苏才是真的危险了。王上高瞻远瞩，属下佩服。你不要奉承我，高瞻远瞩的是霸侯，你以为他没有想到这一层？他派人来通知你，就是要你提高警惕，不能被这伙贼人给分了神，不然以霸侯手上200、300人的敢战之势，加上鬼谷子这位宗师，你以为他们对付不了这伙人？眼前的嬴政自然不用说，从他极度忍耐，最后一举扳倒吕不韦就知道他是个老谋深算的主。可没想到那个霸侯虾人竟然也有如此的心机。你去安排一下，盯紧这群人，不能放走一人。另外，过几日扶苏要去霸侯庄子上课，这些人要动手也必然在此时动手。寡人决定跟着扶苏一起去。王上不可亲自赴险，难道寡人能让自己的儿子去赴险不成？寡人相信你们黑滨台一定能保护好寡人父子的安全，对吗？属下万死不辞。另外，选择身家清白的暗卫，把扶苏那边给寡人盯紧了，每一个进出宫闱的人都要严查，不能漏过一个。王上的意思是，公子那边有人跟贼人暗通款曲，自己去品吧。侯爷，咱们不动手吗？怎么姬无心让咱们动手了？那倒没有。既然姬无心没让咱们动手，那自然就是他那边把这事给接了过去，剩下的就不是咱们操心的事了。但是公子扶苏的安危，扶苏那边你不用担心，王上是不会允许扶苏出事的，至少现在不会。这事就这么定了，事后营继续盯好那伙人，然后你再派人去一趟咸阳城，把这个交给墨家的人，告诉他们这是给馋弦子的。末将这就去安排。搞情报还是得让专业的人出马了。虾仁的文房四宝工程进展得十分顺利，鬼谷子这几日一直在各个工房溜，他对文房四宝的热情让虾仁都感到惊讶。我能不能青史留名，就看这文房四宝了。就这么一个好名的老家伙，竟然还能流传后世这么久，真的是岂有此理！侯爷，咸阳城传来消息，公子扶苏的车驾已经出了咸阳，不过王上也在车驾上。什么？王上也来了？奇怪的是，这次王驾出行却只带了300虎卫甲士，连黑滨台的卫士都没有带，就300虎卫。郑哥果然没有放弃这次机会，只不过没有用扶苏做诱饵，而是用自己做诱饵，果然够狠，连自己都舍得出去。立刻集合匪军。侯爷，集合军马作甚？我带你们去挣功劳去，救驾之功不要白不要啊！
咸阳通往贾邑的路上，一队人马正在迤逦前行，数百虎卫拥簇着一副车驾，而在车驾中的正是秦王嬴政和公子扶苏。父王，护卫你的人是不是少了一点？不少了，800甲士又在咸阳进击地面，人马太多了，怕是那些小老鼠不敢出来。小老鼠，行了，还有一会儿，先休息一下吧。来者何人？阴阳家护法双尊，阳尊热肃。又是阴阳家，为何要袭击寡人？王上休惊，末将救驾来了。你是何人？末将魏树营校尉，闻听王上被袭，特来救驾。魏树营，我并没有安排魏树营啊，难道拦住他们，别让他们过来？嬴政，这次你在劫难逃了。姬无心怎么还没有到？贼人的后手让我诱惑出来了，但是我的后手却迟迟未到，我这特么不是把自己玩飞了吗？两路贼人合兵一处，虎卫渐渐不知贼人已经渐渐逼近了嬴政站立的车驾。眼看嬴政身处危险之中，从贾邑方向又冲来一彪人马。难道我今天就要命丧于此了吗？我王修经家人来也。先生来了，关键时刻还是先生靠得住。救驾来迟，王上恕罪。先生来的正是时候，正是时候啊！鬼谷子，你怎么在这里？你得去问我师弟。原来虾仁在集合匪军的时候，顺手用在家10套文房4宝作为代价，将鬼谷子也给抓了过来。毕竟不用白不用。鬼谷子，你确定你要管？怎么，你在威胁我？我怎么敢威胁一位大宗师？可是你纵横家的弟子可都不是宗师吧？今天大不了我直接撤走，回头你纵横家的弟子要是发生什么意外，你可不要怪我。哟呵，老夫活了这么多年，你还是第一个敢威胁我的人，老夫倒是有几分喜欢上你了。慢着，快跑！要不要追？不要追了，保护好王上才是正事。若非先生救我，嬴政怕是今天就要丧命了。先生救驾之功，寡人定要封赏。王上，臣救王上是臣分内之事，不敢求功。王上要赏，就赏给匪军和虎卫将士吧。若无他们拼命，怕是臣也无力回天。先生说的甚是，就依先生所说，今天有功之士皆有封赏，只可惜没能捉拿那2个贼子，让他们跑了。跑不了，王上不是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最后收网吗？那也是先生请动了墨家墨赐，寡人才能有所准备啊。虾仁自然要客气一下。那天他自从知道姬无心没有任何反应后，就知道嬴政必然有所布置。但是论起刺探情报来，天下谁能有墨赐专业？于是让蒙宪给墨家送去一封信，让他们出动墨赐给黑冰台提送贼人的情报。嬴政自然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除了自己做诱饵之外，还命姬无心率领黑冰台的暗卫，根据墨赐提供的消息，暗中潜伏在这伙贼人的老巢附近，准备一网打尽。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嬴政甚至把赵高都派去做了监军。所以阴阳宗的这一次伏击，其实一直在嬴政和虾仁的掌握中。都是王上运筹帷幄，臣不过是出了点小力而已。先生就是谦虚。扶苏，父王有何交代？今天寡人把你送过来，你就要好好跟先生学。在这里，你可不是秦国公子，只是先生的弟子，你可明白？儿子明白。先生，魏树营靠不住了。今天岳尊章来带出来的那些人马，的确是秦军攻伐的路子，说不定还真是魏树营的兵。魏树营管着咸阳城的城防，如果魏树营靠不住，那咸阳城就危险了。再说，魏树营既然靠不住，那虎卫里面会不会有隐藏的敌人？王上勿忧，此事好办。即将安出，王上可从魏国战死的军户中选择其后代，命人教授其武艺，或者从关中选出3代清白的良家子从军，为王上护卫，这样就不怕有人藏于军中。虾仁县的正是后世汉武帝与林孤儿之法，唐太宗也按此法设立3位，更不用说朱元璋收养了那么多义子。先生此计大妙，可解寡人心头之患。虾仁微微一笑，却不说话。这时他只能提建议，却不能多说，因为这毕竟是只属于君王的武装，多说反而会引起嬴政的怀疑。嬴政知道虾仁的顾忌，也不再多问，只是自己暗暗思考这支军队该如何挑选。来人，去给王上安排饭食，都来装上了，那还不得让正哥吃顿好的。待嬴政用完饭之后，王翦亲自率兵赶到，过来迎接嬴政。对于王翦，嬴政还是很信任的，不然也不会让人去蓝田通知王翦。在王翦的保护下，嬴政这才离开虾家的庄园，回咸阳去了。扶苏在庄上的日子，要加强警卫工作，一定不能让扶苏出事。周雨竹正在房间里等着岳尊他们的消息，但是在嬴政和扶苏进了庄子的时候，周雨竹就知道计划失败。计划是怎么失败的？不知道派去的人手还有多少能活着回来，8成是暴露了。此地不能久留，必须要走。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没想到周姑娘你也没睡着啊！你怎么在这？
别看了，没有埋伏，我又不是来捉你的，我是来给你送行的。要那么多人干啥？如此良辰美景，花前月下，就你我二人共饮一杯，不好吗？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姑娘苏醒之后，交代来历之时，我就发现了姑娘的破绽。这么早就发现我有破绽，为什么不早早拿下我？那么早拿下你，岂不是没了很多乐趣？那小子但是没想明白你是干啥来的，这才暂时放过你。鬼谷子，你怎么也过来了？好容易我有个跟周姑娘独处的机会，你来当啥电灯泡啊？电灯泡是啥？跟你没有关系，赶紧走，别耽误事。行了，你们用不着这样一唱一和的，有什么招数就使出来吧。看看，我就说你一出现就直接搞乱了我们俩之间的气氛，你还不走？他可是阴阳主，你确定你能搞得定？你们知道我是阴阳主，本来只是怀疑，现在坐实了。你，哼！嘿嘿，那日月尊从你房中出来，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老夫就跟在身后。明明知道老夫在庄子里坐镇，你们竟然出入如无人之境，是不是有点太看不起老夫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动手就是了。且慢动手！我说了，只是想与姑娘共饮几杯，却不想与姑娘动手。你走吧。你真的放过我？那当然，我早就说了放你走。谢了。要是这姑娘知道末次的人正跟着她，不知道她会咋想？哎，咋想咋想，这阴阳家不收拾了，我睡不好觉啊！这就是你辜负这样一个美人的原因。老不正经，你给我说清楚，谁辜负她了？辜负她啥了？谁辜负的谁知道啊？第二天，虾仁带着扶苏巡查封地，其实就是想让扶苏接点地气，多了解一点民间疾苦。此时，虾仁封地的冬小麦种植已经略见成效，几乎所有种植冬小麦的土地上都长出了青苗。先生，这就是我大秦将士食用的粮食吗？这是百姓们自己吃的东西。那这麦子好吃吗？要不我带你去尝尝。几位贵人有什么事吗？老丈莫怕，我等是路过的，走到此处腹中饥饿，想找老丈求一碗麦饭吃，可否？贵人，那麦饭是我们平民百姓的饭食，怎能入得贵人之口？贵人莫跟小老儿玩笑。只求一碗麦饭，一碗清水，这是饭钱。不过一碗麦饭而已，当不得贵人如此赏赐。既然贵人要吃，请进屋吧。扶苏好奇地打量着这里，他在宫中从没见过如此破旧的地方，对一切都感到好奇。这就是我大秦百姓居住的地方吗？是啊，大秦大多数的百姓都住在这样的地方。可他们为什么不住好一点的房子呢？因为他们已经把一切都献给了大秦了呀。小老儿刚好做了一点麦饭，请贵人先用。先生，这也是吃的。这正是百姓家的日常吃食，你先尝尝看。师傅，这饭太难吃了。难吃嘛，难吃也要吃下去，这都是粮食，容不得你浪费。虾仁还是第一次这么严肃地对扶苏，扶苏有些害怕，小口小口地吃着麦饭，只是表情却十分难看。就这一小碗麦饭，扶苏吃了差不多1个时辰才勉强吃完。师傅，这麦饭拉嗓子。大秦的百姓，你未来的子民吃的就是这样的东西，你有什么感想？生民多奸。知道生民多奸这4个字也算不易了。正是大秦有无数这样的人，才让大秦能持续暴兵，持续东出。如果说大秦锐士是大秦的面子，那这些人就是大秦的里子。没有这些人，大秦还有什么面子？老丈，不知道你家中可有人从军？贵人算是问着了，小老儿一家可都是大秦的军人出身的。小老儿曾经是白起将军帐下小卒，也打过长平之战咧。只是后来老了，当今大王又要精炼士卒，小老儿才退出军伍，回乡养老。小老儿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去年死在赵国，现在还剩下一个小儿子还在军中，说是来年给小老儿挣一个不更回来呢。老丈，你都有2个儿子为大秦献身了，就不担心小儿子也？都是为了大秦。小老儿虽然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小的时候山东6国屡次进攻我大秦，我却是知道的。我的祖父、曾祖父、父亲都死在战场上，但是这日子不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吗？虽说我已经死了2个儿子，那我不是还有1个吗？假如有一天我小儿子也死了，小老儿亲自上阵，别看小老儿上了年纪，就6国那些怂兵，小老儿起码能对付3、4个。听了老头的话，虾仁心中震撼，秦人竟然尚武至此，家中3儿接头军，战死2人都还一心求战。有国人如此，秦国怎会灭不了6国？师傅，我明白了，这就是民乃国之本的意思，对吧？扶苏真聪明，能跟师傅详细说说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吗？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丰衣足食，那么才能国泰民安。如果百姓都活不下去了，那这个国家也就完了。孺子可教也。师傅，
你这碗麦饭你咋不吃？傻孩子，我不是不吃，我他妈是吃不下啊！就这玩意让我怎么下咽？咱的确是吃不下麦饭，但是咱能吃得下面粉啊！扶苏师傅能用这麦子给你做出你从来没有吃过的美食，你信吗？师傅做美食的手段天下无双，我当然相信。这贵人果然是在逗孩子玩呢。就这麦子，如果不是能吃饱，谁会去吃它？就这还能做出什么美食来？老丈可是不信。贵人说能做，那自然是能做的。小老儿信。老丈家中可还有晒好的麦子？有的，有的。蒙县，你去寻一根石杵，再寻一块平整的大石头来。也许是常年在村口被人做的原因，这块大青石的表面光滑如镜，正好合用。老丈借几斤麦子一用。虾人把半斧麦子铺在青石上，用捣衣杵在麦子上来回碾压。没一会儿，就见麦子上那层麦皮被捣衣杵碾过之后，纷纷脱落，露出里面的麦仁。干了一辈子农活，还第一次知道麦子外面的那层麦皮可以去掉。虾人让匪军中身强力壮的汉子来碾，这些汉子一上来，那气势就跟虾人完全不同。不一会儿，就将那大半斧麦子全部去了皮。虾人很满意，然后将那些壮汉继续在麦人上碾压，直到将麦人都碾成粉末。这就是面粉，这玩意可是好东西啊！包子、饺子、油泼面、肉夹馍，华夏有名的那些面食美食，哪一样都缺不了这玩意。蒙县，你去打2只野兔，把略肥的地方切下来炼点油。走，扶苏师傅给你做好吃的。老丈，这麦子是你家的，你来说说这味道到底如何？这饼又软和又香，真好吃。师傅，都是麦子，你将它磨成粉之后，竟然比之前的麦饭好吃了不知道多少倍。师傅果然有点是成金之妙术。磨得还不够细，回头我得把石磨和石碾子给发明出来。我再去找油。蒙县，你这条猪后腿是从哪里来的？从李正家买的，他家还是个猎户，这是他家儿子打的一头野猪，还剩下这么一条腿，我给扛来了。猪虽然是6畜之一，但是猪吃的又多，又不太能干活，所以在这个时代，养猪的其实并不多。但是养猪倒是一个能稳定提供肉食和油脂的好法子。除了养猪之外，关中大地还盛产豆子，豆油也是油啊。虾人的思绪瞬间飘了很远。老丈，您家里存的麦子已被我等吃了个精光，实在过意不去。这块金饼，请您收下。贵人今日给我等贫苦人家发明了如此美食，让这难以下咽的麦饭成了香喷喷的美食。小老儿已经很感激贵人了。区一些麦子，不值贵人这块金饼，请贵人收回去。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这不是要我白吃白喝吗？要是传出去，我的脸面还要不要了？那小老儿就厚颜收下了，却不知贵人姓名。我师傅就是霸侯，上清虾人。小老儿不知道是侯爷驾临，怠慢了侯爷，侯爷恕罪。老丈不必如此，我只是随便走走路过而已。师傅，我还想吃。走，回庄子干饭去。一行人回到庄园，虾人交代刚才学过磨面粉的那几个人，先磨他几十斤面粉出来再说，然后一头扎进书房，用新鲜出炉的毛笔和松烟墨在卷布上画了2幅图纸，就冲到木匠工坊，找到虾四，把这2玩意给造出来。主人，这玩意我造不了，这分明是石匠的活路，我可是木匠。我不管，交代给你，你想办法找石匠，把这2个东西给造出来再说。跟在老头家不同，虾人家中的油可就太多了。之前每次杀羊的时候，虾人都让人把羊尾油给留下来炼成油脂备用。很快，羊油煎饼和羊汤出锅了。鬼谱子在庄园中是出了名的好吃。此时闻到羊油煎饼的香气，早就蹲在厨房门口等着开饭。今天也恰好是虾武来庄园交红冰楼账册的日子，此时也被香味吸引了过来，一口气吃了几张饼和2大碗羊汤。主人，这饼太好吃了，我能在红冰楼卖吗？这东西在红冰楼卖绝对能火。等石磨出来之后，分出高筋、中筋、低筋面粉之后，还有更多美食。先用这羊油煎饼打开一波口碑也不是不行。虾人欣然同意，却不知他这一同意，却在咸阳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真不知道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竟然能有这么多奇思妙想，东西做的就是好吃啊！就是嘴馋，其实也没什么。你别老把心思放在吃食上，也问问莫次有没有消息。莫次你还信不过吗？有消息自然会给我送来，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咋的？嫌我话多了呗？行，那老夫以后就不说话了，我闭嘴行了吧？那待会儿我做的肉夹馍，你可还要尝尝。肉夹馍，我要吃。又过了几天，这也做了出来。虾人当即选了10支金玉笔杆的毛笔，
又配上10块松香末，再加上精挑细选的10块砚台，用精美的礼盒仔细装好，准备派人送去还家给还映雪。就在这时，一匹快马从咸阳城而来，带来了一个消息：大侯，夏武在酒楼被打了，目前生死不知，求侯爷救命。好好的开着酒楼，怎会被打得生死不知？集合匪军去咸阳。侯爷，你可算来了，快去看看掌柜的吧。现在情况如何？受伤太重，虽然现在用药吊住他一条命，却不知道能不能救得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在昨日，一名自称是成华军的人带着一群人来吃饭，酒过3巡，菜过5味。成华军大喝说菜里有虫子，他带来的那群人开始喧闹起来，赶走客人。夏武不过是过去跟那人解释了几句，谁料那成华军突然暴起，命人将夏武狠狠地打了一顿。临走的时候留下话来，说是给夏武3天时间，将酒楼出手卖掉，不然自己来一次打一次。如果真的是有意来闹事的，怎会只打人不砸店，而且敢动王上撑腰的店，而丝毫不怕王上怪罪？主人，飞天酒业最近也不太顺利，先是酒房差点失火被烧，后来又接到消息，给酒房输送酿酒原料的商队有2只被劫。虽说不至于影响酒房的产量，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是有人刻意的在针对飞天酒业。当然是刻意针对的。主人，你在咸阳城除了桓家和儒家，好像没有什么对头啊？难道是桓家或者儒家下的手？谁知道呢？这几日飞天酒业那边，你安排可靠的人先管着，只要不出事就行。你过来鸿宾楼帮忙，也照顾一下下午。等上3天看有没有什么人过来买酒楼。主人，那你……我要去撩妹了。不好了，虾人打上门来了！这什么操作？好个虾人，杀人不过头点地，竟然还敢找上门来！这都是哪跟哪啊！我是特意前来拜访桓家大小姐的，不上门怎么拜访？我杀了你这个淫贼！我特么好端端的给你家大小姐送礼物，怎么就成了淫贼？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住手！侯爷莫怪，府中近日多生事端，家弟有些多疑，得罪了侯爷，侯爷莫怪。家人此来是给桓大小姐送文房4宝来的。文房4宝，那又是何物？笔墨纸砚就是文房4宝。侯爷将纸笔给做出来了，全在车上，能否让奴家一观？在这。啊，请侯爷入府。侯爷的文房4宝分外新奇，就是这笔软软的，却不好用。这是你没掌握好方法，我来写2个字给你看看。虾人刷刷点点，在宣纸上写下了之前还映雪的那首诗。还映雪将那首诗拿在手中，爱不释手。虾人见还映雪喜欢，心中很是得意。不知道府上最近出了什么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也不瞒侯爷，昨夜府中有贼人窥探。什么人胆子这么大，敢窥探桓府？贼子并没有抓到，却得了贼子遗落的一块令牌。什么令牌？可能通过这令牌查到什么线索？霸侯虾。你再说一遍。令牌上刻着霸侯虾3个大字。这他妈不是说的我吗？桓大小姐，我说我虾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令牌，你可信？我信。这不科学，怎么这就信了？我信，但是我弟弟不信，我爹和我伯父估计也不会信。令尊干啥去了？前几日就被王翦上将军招到蓝田了，不在家中。桓大小姐为何相信我？以侯爷的智慧，既然派人来窥探我们桓府，怎么可能还带着虾府的令牌？有道理。那桓尊为啥一见我就喊打喊杀的，还骂我是淫贼？桓大小姐，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窥探的是奴家的闺房，冒犯了，冒犯了。又不是侯爷的错，侯爷不必如此。虽不是我的错，却想来跟我有关，我这也是提前赔罪。礼物送到，我就先告辞了。离开了桓家，虾人回到咸阳城中的府邸，他越想越不对劲。打着我旗号夜探桓府的人到底是什么人？还有一块令牌被桓家的人拿到，这不是摆明了在坑我吗？虾武被打，飞天酒业也频繁出问题，这后面是有人在针对我搞事情啊！蒙县去咸阳官署将冯去疾请来。冯令君来得好快啊！侯爷召唤，下官不敢不快。既然来了，就说说吧。说啥？你别跟我说鸿宾楼大掌柜被打得生死不知，你这个咸阳令不知道。原来是这个事，下官当然知道。既然知道，就都说出来吧。此事下官知道的清清楚楚，打人者是成华郡营瑞，宗室子弟，向来骄傲跋扈，无法无天。只不过一般都在岳阳，轻易不到咸阳来。至于为何来到咸阳，下官却不知道了。宗室子弟哪一脉的宗室？大宗伯迎策之子。宗室子弟还敢如此跋扈，冯令官，你怕是还有些事情没有讲明白吧？侯爷可知道秦王政8年的成交之乱？这我还能不知道吗？但成交之乱跟我的大掌柜挨打有什么关系？侯爷以为王上是何许样人？
雄主也。正是，王上乃一代雄主，既然不能容忍相权分其权柄，又怎么会容忍宗室掌权？而宗室总有些不甘寂寞的人，想挑战一下军权。你的意思是说，成华军就是宗室用来挑战军权的棋子？侯爷果然聪明，一点就通。挑战军权跟打我家大掌柜又有什么关系？谁叫侯爷现在是王上的陶铸工呢？这下我算是明白了，他们是想斩断我对郑哥财政上的支援。他们这么赤裸裸的动手，是以为王上的黑兵台是摆设吗？就不怕王上直接找他们算账？前几日，王上下诏，诏令将3代清白的良家子和战死在疆场的大秦战士功臣子弟编入军中，卫戍皇宫和咸阳，皓月雨林。而原来的卫戍营则入蓝田，接受上将军王翦的操练。羽林军这个200多年后汉武帝刘彻想出来的名字，竟然在战国末期被郑哥给提前注册了。我发誓，这个名字我肯定没有对嬴政说过，但是冯去疾说这个事必然有他的深意。卫戍营中可是有大批宗室子弟，英明无过于侯爷。这些宗室子弟原来在咸阳城里驻守，也就相当于宗族势力掌控了咸阳城的安全，而王上则有护卫与宗室分庭抗礼。不应该说各安其职。现在王上一举将宗室掌握的兵权驱离咸阳，宗室能不着急，又怎么会不进行反击？所以现在侯爷明白了，原来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王权和族权博弈的棋子。可是郑哥怎么一点动作都没有？明白了，不是郑哥不出手，而是一个小小的成华军不值得出手。侯爷既然已经明白了，咸阳官署还有事，下官就先行告退了。行，冯令官是大忙人，我也不留你了，你先回去。好的，侯爷，那下官告辞了。待会儿我去拿了成华军去咸阳官署报案，你可要提前做好准备哟。侯爷，你刚才说的啥？这不是混蛋吗？我想着卖个好还不落麻烦，让他去御前打官司，他竟然要拿了成华军去咸阳官署告状，这不是硬生生把我给拖进这个麻烦漩涡里去了吗？回禀侯爷，成华军是宗室，宗室的案子一直都是转交总政府的，下官可没有权利审理。原来是这样啊，那也好办，我先把人抓来，你再以咸阳官署的名义将成华军转送宗政府便是。虽说跟原来的想的有些出入，也沾上了一点麻烦，但是好在麻烦不大，这倒是可以应承下来。等你安排人将成华军转押宗政府的时候，我再派人将成华军斩首，反正有咸阳令背锅。不知道下官哪里得罪了侯爷，侯爷干脆直接就在这里松下官一死算了。咦，你没走啊？哎呀，那我刚才的计划不是都被你听见了？那可不行的灭口啊！侯爷可真能拿下官开玩笑。冯令官，你确定要将此事推给大宗伯？成华军无辜殴打我咸阳良民，诚其可恶。下官这就回去安排人去捉拿成华军。行了，就你们咸阳官署的那几条货色，恐怕连人家大门都进不去，还是我去将成华军拿来，直接给你送过去。这场大功劳你可要自己掌握啊！多谢侯爷提点，下官日后一定为侯爷马首是瞻。你且去吧，我稍后就到。下官这就去。冯宪召集匪军跟着我去抓人去。咸阳城东有一座府邸，正是成华军嬴瑞在咸阳的住所。此时却被虾人带着人堵在门口。你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这可是成华军的府邸，你们赶紧给我滚！大胆霸侯上卿虾人在此，仔细你那张嘴！什么霸侯娘侯上卿下卿，老子没听过，赶紧给我滚！匪军上！谁敢在我家门前撒野？你就是成华军嬴瑞。你是谁？知道本军的名号，还敢在此闹事？既然是你，那就好办了，将嬴瑞捉拿去咸阳官署。我是成华军，你们敢得罪我，小心夷尔等3族。就这样的货色，也就只配当一个棋子了。我乃霸侯虾人，此来是为了我家大掌柜无故被打一案，现在将嬴瑞捉拿去咸阳官署归案。虾人说完，押着嬴瑞扬长而去，留下嬴瑞的那些手下面面相觑。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快去禀报大宗伯啊！虾人押着成华军嬴瑞招摇过市，大张旗鼓地前往咸阳官署。嬴瑞的府邸其实离咸阳官署并不远，也就1刻钟就能到。可虾人竟然硬生生将这1刻钟的路走了大半个时辰，还引来了大批咸阳的百姓围观，个个指指点点。成华军嬴瑞被蒙线捆了个马蹄绑，被绑在一根木棍上，此时又被百姓指指点点，一时羞愤难当，一个没想开，直接就晕了过去。咸阳令负责整个咸阳的大小事务，
除了明氏之外，还掌管着1000咸阳卫，可以说是上马募军，下马募民。审案也是咸阳令的职责之一，所以虾仁将嬴瑞告到咸阳官署，却是正官。堂下何人？何事高官？我乃霸侯虾仁。前日我家大掌柜被此人打伤卧床，今日我将其捉拿到贵署，请令官发落。可是此人因何昏厥？谁知道呢？可能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吧。这人不行，这个案子就审不下去了啊！来人，将人犯用水泼醒。谁他妈敢泼我，老子杀他全家，你信不信？大胆贼人，还敢如此嚣张，定是无恶不作的狂徒。来人，拉下去，先是20记台刑，再来问话。瞧瞧人家这对战的，一旦决定站队，就彻底的抛下一切，还未审案就将嬴瑞给打了一顿。这20鞭子打下来，嬴瑞可不好受，这就把嬴瑞给得罪惨了，日后就是想反水都没了可能。你敢打我？我可是成华经，我是关内侯，我是宗室子弟，你们咸阳官署没有权利打我。大胆！上晋变法曾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年惠文王犯错又如何？不是一样对太傅嬴前施了一刑？你不过一个小小的关内侯，竟敢在咸阳官署出言恐吓本官！来人，再加10记！我这细皮嫩肉的要被打30鞭子，还不当场打死过去？令君饶命！令君饶命！是我出言不逊，是我口不择言，请令官饶我这次。饶你，拉下去打！既然都决定站队了，这个案子就是审给王上看的。饶了你，怎么能在王上面前展示我的手段？将被告带上堂来。堂下嬴瑞，霸侯下人状告你殴打他家鸿宾楼大掌柜，此事可真？是我打的。好，你既然承认了就好。你说，秦律，无故殴打他人者，杖40。杖40，我是宗室啊，归宗政府管，不归你们咸阳官署管啊，把我移交给宗政府啊。宗室子弟又如何？都是我秦国子民，难道秦律管不了你不成？今天别说你一个关内侯，就是大宗伯亲来，也不能是秦律为伍。冯令官好大的口气呀！令官，是大宗伯来了。大宗伯来了又如何？本官在审案，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闯堂。冯令官，老夫现在闯了堂，怎么你也要打老夫一顿？敢打嬴瑞，是因为嬴瑞真的犯了秦律，最多说我不给宗室情面，但要是真的打了嬴策，怕是嬴政也保不住我。大宗伯说的哪里话？这咸阳城都是嬴氏的天下，大宗伯身为嬴氏一族的族长，有什么地方去不得？令官此言不对，天下是王上的天下，我虽然是嬴氏的族长，却也是大秦的臣民，怎么能说这咸阳是我嬴氏的天下呢？这个老狐狸还真是滴水不漏，一点空子也不给，想给他埋个坑，竟然不上当。敢问令官，此人可是成华君嬴瑞？正是贵公子。今日不谈是谁家子，我只问令官，成华君嬴瑞犯了何事？软硬不吃，这是来找场子的啊！成华君嬴瑞当众无故殴打良民，触犯秦律，按律杖40。他既然违背秦律，自然要按律处置。不过我想问问，祖宗家法也有宗室犯法，当交给宗政府处理，为何不移交？你口口声声说秦律，怎么仗着秦律就不听祖宗家法了？怎么不说话了？来人，将原告被告全部带回宗政府。且慢，你是何人？原来大宗伯不认识我啊，那不才就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就是官拜上卿霸侯飞天酒业董事长鸿宾楼东家虾仁。原来是霸侯当面，老夫失礼了，不知道霸侯拦住老夫，有何指教？大宗伯来得晚，所以不知此案冯令官已经审结，就不劳大宗伯费心了。老夫刚才的话，霸侯是没有听见吗？大秦祖宗家法，宗室犯法应交宗政府审理，朝堂官署一概不得预闻，所以冯令官刚才审的无效。真是笑话！自商君变法以来，律法早已经深入人心，秦人一举一动无不严格按照秦法规定执行，祖宗家法就大得过秦法了。难道大宗伯认为祖宗家法能大得过秦法？大宗伯真是这样想的？看样子霸侯是很看不起祖宗家法，难道霸侯有了律法就不要祖宗了吗？祖宗当然是要的，但是那些不合时宜的祖宗家法就算了，时代在变，形势也在变，那些破烂该丢掉的都丢掉吧，捧着糟粕当宝，平白惹人笑话。大胆，身为秦臣却出言诋毁我大秦的祖宗家法，老夫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不可。来人，将虾仁抓起来，交给王上发落。霸侯为国家重臣，岂是你们说抓就抓的？我看看谁敢！
还敢拒捕？拿下拿下，生死无论！来人，将双方都给围起来！该有在官署煽动兵器者，杀无赦！冯去疾，你竟然如此蔑视宗政府，如此蔑视祖宗家法！银策看着这个平时根本不放在眼里的小小咸阳令，竟也被冯去疾的果断给吓了一跳。这里是咸阳官署，本官只按大秦律办事，没有什么祖宗家法。反了，都反了，给我上！哎呦，我的老天爷啊，这是干啥呢？赵高，你来的正好，冯去疾要造反，你管不管？大宗伯这是干啥？这是在咸阳，谁也反不了。这是什么风把赵府令给吹来了？怎么一个两个都这么没有礼貌？下人在大秦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只可结交，不可结仇啊！奴婢奉王上诏令来此，宣罢侯下人大宗伯迎策，咸阳令冯去疾入宫觐见。老臣奉诏。看来这老狐狸刚才是演了一出戏啊，这是等着嬴政出手呢。大宗伯平日基本不出宗政府，今天因为何事去了咸阳官署，还准备大打出手。王上，今日祖宗不见矣。祖宗不见了，这说的是什么话？大宗伯年纪大了，还请止住心情，好好说话。今日王上不给老臣做主，恐怕宗庙不存，我嬴氏一族将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还是你说吧。诺。冯去疾就将今天咸阳官署中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给说了出来，只不过在说的过程中稍微用了点春秋笔法，将下人的责任都给隐去，言谈话语中却隐隐有指责嬴策不遵国法，以宗法强压国法之意。臣弃我王，大宗伯藐视秦律，乃冒天下之大不韪。秦国变法已历6代，秦律森严，嬴策此举已经违法了。臣请我王降诏，治嬴策不遵国法之罪。大胆李斯，这大秦还是不是我嬴家的天下？难道祖宗制定的规矩就不要了吗？虽说秦国变法6代，但是祖宗之法即便是商君也没有废除的道理。我不过是照祖宗制度办事而已，怎么谈得上不遵国法？我倒要请王上治李斯、冯去疾一个离间宗室、残害宗亲之罪。嬴政头大了，他本来没想在这个时候出手，谁料虾仁和嬴策今天就杠上了。得到黑冰台的密报之后，嬴政立刻让赵高赶紧去咸阳官署，将3人带进宫来。先生是绝对不能出事的，但是现在怎么办？直接镇压宗族势力，怕是自己前脚镇压，后脚就会传来秦国各地宗室造反的消息。不镇压宗室，那秦国6代以来的立国之本就会瞬间崩塌，宗法会立刻凌驾于国法之上，其后患犹在前者之上。这时他却瞟了一眼虾仁，却看见虾仁一副心有成竹、老神在在的样子，心中一动。此事乃因霸侯下人被打所致，却不知霸侯对此事有何高见。臣有一言，却有些不中听，先请王上恕臣不敬之罪。是寡人问先生，先生有什么话就直说好了，寡人必不怪罪。我只有3句话告诉大家，那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这3句话一出口，偌大的殿上鸦雀无声，就连李斯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向虾仁。咋了？这3句话没毛病啊！这是后世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的名言，就是说天灾不用怕，祖宗制定的制度也不用一成不变，而其他人的议论更加不值一提。王上，虾仁此言乃无君无父之言，妖言惑众，当斩！你这乱臣贼子，竟然祸乱朝纲，我今天与你势不两立。太激进了，太激进了！头更大了。本来想让先生提出一个2权的法子，没想先生却直接将众大臣的火给拱了起来。先生这3句话听上去提气得很，但是却不应该是这个场合说的，这不是赤裸裸的激化矛盾吗？众人皆言我是胡言乱语，那我就要请问了，商君变法是不是祖宗不足法，又是不是天变不足畏，又是不是人言不足序呢？说得对啊，商君变法就是彻底改变了秦国之前所有的律法和政治制度，但是却让秦国富强起来，并且成为了天下7国之首。如果说祖宗之法真的有用，孝公何必要请商君变法？殷商何在？周天子何在？我大秦又何必东出？何必灭周灭蜀？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过日子，不就好了？但是孝公没有因循守旧，他知道继续之前秦国治国的老办法，秦国必亡。如果啥都要讲祖宗之法，那恐怕各位也不会站在这里了。但是宗室子弟犯法交由宗政府处置，这也是孝公定的规矩，商君当年也没有反对。的确，这个规矩的确是孝公定下的，而且商君也并没有反对。那我就要请问一下大宗伯，当年太傅嬴前又为何受一刑？
这句话问的嬴策哑口无言。当年还是惠文王的太子触犯禁止私斗的禁令，但是身为太子太傅的嬴虔以教导无方受刑，但是却是违反了秦律受的刑，并没有按照宗法处置。嬴虔也因为这个事闭门8年不出。当年的嬴虔不光是太子太傅，而且还兼任宗正府的大宗伯，按道理是应该用族规处置的，但是孝公和商君偏偏用的秦法处置，这中间的深意谁能不明白？皇上，自惠文王之后，可还有宗室子弟不交由宗正府处置的案例？有啊，大宗博士忘了成交了吗？那是吕不韦的乱政。是你说要例子的，我给你举了个例子，你又说是吕不韦的乱政。年纪大也不能不讲道理吧？敢问冯令君，你是咸阳令，仅在咸阳一地发生过多少起宗室子弟横行不法事？下官担任咸阳令也不过3年，但是这3年内，宗室欺压良民63起，抢夺民田44起，偷逃税赋16起，打死大商人107起。这么多！嬴政听了都惊了。他虽然知道宗室子弟多有骄横不法事，但是也没想到仅3年时间内就犯下了这么多案子。犯案的宗室子弟可是都移交了宗正府，这是全部移交了，可曾听闻法办的？一个都没有。宗室犯法交给宗正府，竟然如此敷衍，臣以为宗室不可放纵，请王上严惩宗室，严肃法纪。大家都听到了吧？就3年时间，宗室子弟犯法无罚，多少百姓怨声载道，民心不稳。将士们可还敢为国奋勇杀敌？没有这些为国杀敌的将士宗室，还能安享太平？痴人说梦。虾仁的最后4个字，如同晨钟暮鼓敲在嬴政的脑子里。如果说之前他只是想敲打一下宗室的势力，现在虾仁直接把事情上升到国家命运的角度之后，嬴政就不得不调整自己之前的想法了。在他心中，没有任何事情能比灭6国更加重要。所有会影响他灭6国的不安定因素，他都要全部消灭。从今日起，宗政府不再负责宗室子弟不法事，宗室犯法一律按秦律治罪。嬴策劳苦功高，辞去其大宗伯之职，赏岳阳1000户10亿，以养1000年。另外，嬴策长子卫都尉入王翦军中任职，嬴瑞罚金3000，免杖刑，送去军前效力。先生这几日受惊了。王上记挂虾仁，虾仁感动莫名。若不是王上命赵府令前来营救，虾仁可能已遭嬴策毒手。寡人惭愧，大宗伯这次的举动，寡人其实早已知晓。本来想着嬴瑞与先生的人口角一番也就是了，谁料想他竟然会对先生掌柜动手，此事是寡人思虑不周，寡人知错。看来嬴政是有意等我出手，然后借着我这只手将宗室的司法权给拿到手中。至于为什么要借我的手，那也简单，我是外来户，在咸阳除了嬴政，没有别的牵扯，正好做他手里的刀。倒也无妨。王上，家人还有一事不解，恳请王上指点。先生请说。大宗伯为啥要派人去夜探桓家大小姐的闺房呢？那是我安排的，想通过桓家大小姐被探闺房，先生被诬陷，来激先生出手的。好手段，好谋划，虾某甘拜下风。今天留下先生，还有一事想跟先生请教。王上有话请讲。寡人通过这件事发现，寡人对朝堂大臣还有宗室了解的太少了。黑冰台的直司又不在国内，寡人有意从羽林中划出一位出来，专司寡人的耳目，先生觉得如何？这不就是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机构吗？难道1000多年后的锦衣卫要提前在大秦现世了？这他妈还玩个屁啊！王上万万不可，朝堂百官、黑冰台都是王上的耳目，何必另设耳目？而且臣猜想，王上想见的这锦衣卫目标是针对朝堂大臣和宗室的吧？那就更加不行。治国已成，王上以这等心术对待群僚百官，又会以什么态度来面对君王？此乃自取其祸之道。再来，给了刺探之权，王上必然会给这个组织刑狱之权。这样的一个组织，如果有了刑狱之权，那必然成为一个恐怖的组织。王上雄才大略，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大秦的后世子孙，但凡有一个不争气的，这样的组织必然会为祸人间。虾仁大义凛然地说了这番话出来，却发现嬴政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咋了这是？先生果然才华过人，本来寡人对这个新位还有些顾忌，没想到先生竟然将所有的弊端都说了出来。寡人可以按先生说的规避这些弊端，这样即便成立了也没有什么坏处。啥造孽啊！我怎么就管不住？这张嘴言多必失的道理都不懂了吗？从齐年宫出来，交代好人看护好家务，虾仁就飞也似的离开了咸阳。他是一刻也不想在咸阳城待下去了。还以为我在嬴政心中的地位不一样，其实都一样，都是嬴政为了达到自己目的的一枚棋子罢了。看来我必须要加快准备，等到嬴政统一6国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将扶苏推上皇位。天知道那个时候的嬴政还会不会觉得我对他有用？糟
造反就不用想了。有嬴政的大秦跟没有嬴政的大秦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不是胡亥和赵高瞎搞一气，单就是一个蒙恬就足够镇压天下了。谁能造反成功？项羽不行，刘邦更加不行。哎，这地方没一个好人，都是他娘的心机婊。以后除了扶苏的事，我再踏进咸阳一步，我就是狗。等回到自己的庄子，虾仁才松了一口气，还是自己的庄子住着舒坦。你今天在咸阳城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虾仁将这2天发生的事都告诉了鬼谷子。就这，小子你还是太年轻。年轻咋了？年轻犯法。我今天心情可不好，没工夫跟你吵架。咋的？想不明白？抑郁了？我抑郁啥？不就是当棋子吗？普天之下，谁又不是棋子呢？你要是有这样的觉悟就行了。天下万民，上到君王，下到离手，人人都是棋子而已。这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非要跳脱出去当什么棋手，可不知道大家都是天道之下的棋子，想要跳出去，无非是自寻烦恼罢了。行了，老夫也不吵你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师傅，我要吃羊油煎饼。扶苏啊，你要快点长起来啊！大秦的未来和师傅的未来就靠你了。虾仁抚摸着扶苏的头，心中莫名的涌上一股暖流。扶苏抬起头，小眼睛一眨一眨的。此后大半年的时间，虾仁就真的在庄子里专心处理封地的事情，而咸阳城却是一步未进。夏武的伤势好了之后，继续掌管红冰楼，但是虾仁从匪军调了2个身手好的贴身保护夏武，绝对不可能让夏武再被打一次。不光是夏武，每一个负责他产业的人，虾仁都安排了人保护，而且虾仁是按他前世安保公司的训练标准训练的这批保镖，所以他对这些保镖倒是放心的很。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在这半年时间里，嬴政果然成立了一支特殊队伍，名叫天网，专门负责刺探朝廷大臣和宗室子弟的不轨事。天网的探子不过几个月时间，就从刚成立时候的300-400人迅速扩充到7-8千人，就连平日里那些闲汉无赖都被收罗进了天网。发展轨迹跟朱元璋的锦衣卫几乎是惊人的相似，而赵高则摇身一变成了这支天网的指挥官。在赵高的指示下，大批大员被捉拿下狱，其他那些小官更是不计其数。朝堂官员人人自危，不过好在嬴政的虎威下，赵高还不敢过于放肆，那些官员被拿下也是各有取死之道。冯去疾倒是通过这件事情被嬴政赏识，从咸阳令直接成为了9卿之一的太仆，而虾仁则因为久不在朝堂发声，开始渐渐在朝堂上销声匿迹，直到虾仁封地开镰割麦的这一天。下5月16，这是虾仁请鬼谷子算好的开镰的日子。这天，虾仁封地的男女老少齐齐出动，组成了一支镰刀大队，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麦地之外，就等着虾仁发号施令。这些准备割麦子的人，人手一把崭新的钢镰，这可是白胜的铁匠工坊最新的出品。主人，不但镰刀是钢的，就连曲园里的犁头都换成了钢的，用这么好的钢料来打造农具，太浪费了。所谓民以食为天，好钢就要用在关键的地方，没办法，家里有这个条件。看着自己面前这支士气高涨的割麦大军，虾仁莫名的觉得豪情万丈。主人，王上携百官来了，离此不到10里。王上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听朝堂上的消息说，王上正在筹划灭韩国的计划，这时候应该在调兵遣将，输送粮草才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割个麦子而已，至于这么大的阵仗吗？先生开镰，这么大的事情都不通知寡人。割个麦子而已，能有多大事？寡人可记得先生说过，用了你的办法种的麦子产量可以提高5成，寡人可是一直记在心里的。今天先生家开镰，寡人自然要亲自来看一看。如果先生的地真的麦收能高出5成，寡人绝对不会辜负先生。嬴政这次不是微服，而是正儿八经的启动了秦王的仪仗过来的。今天大朝会的时候，嬴政不发一言就启动仪仗，带着百官过来，原因谁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嬴政来此地的原因，群臣立刻议论纷纷。麦子能提升5成的产量，大侯怕不是吹牛吧？王家面前吹牛，他不要命了。不管怎么说，我是不相信他能提升这么大产量的，除非他用什么妖法邪术。就连王婉也一脸不悦，在他看来，能让麦田的麦子提升5成这种话，无非是虾仁的自吹自擂。原来是冲着我地里的这些出产来的，那好办，就当着你们的面开镰又如何？没想到一点小事却惊动了王上，这好办，我现在就让他们开镰。开镰！随着虾仁一声令下，
早已经等候多时，已经按耐不住的男女老少各自回到自己的田里去，挥舞着手中的镰刀开始割麦。太仓令带着一群主官直接冲了上去，开始测量田亩，然后准备称重。随着麦子一穗穗的倒下，太仓令属官的眼神越发奇怪。你们看，那些太仓属官的眼神，咋好像见了鬼一样？是不是霸侯说的是真的？真的产量提升了？我看不可能，我估计是产量不够，想着待会儿怎么帮霸侯报花账吧。他们敢，他们不要命了，当着王上的面就敢作假，那可不一定。人胆子大了，什么事不敢做？称量结果当真敢有人造假，我就算拼了这个丞相不做，也要把虾仁这个霸侯拉下马。那些太仓令的属官更加一个都不想被放过。禀王上，已经称量了3亩地，结果如何？3亩地，最多的一亩收成30厘9斗，最少的一亩收成30。多少？你再说一遍。最多的一亩收成30厘9斗，最少的一亩收成30。不可能，你们胆子真大，竟敢肆意造假！丞相这是怎么话说的？每一亩都是我等亲自称量的，那些麦子都还在那里。丞相不信，自己去称就是了。他带老夫亲自去称。这才300来斤的收成罢了，怎么激动成这个样子？我到底是走了什么运，能得先生这样的贤才辅佐？按刚才太仓属官报来的数字，一亩麦子可不就提升了50%的产量吗？启禀王上，又称量了1亩地的收成，得卖36斗。36斗，要是整个秦国都能提升这样的产量，那每年整个秦国能多收入多少粮食啊？王上，老臣亲自去称量了1亩地，结果是33斗。此乃天佑我大秦，臣为王上贺，为大秦贺。丞相，这是虾先生之功，有虾先生才有这好收成。老夫刚才对霸侯失礼了，请霸侯宽恕。丞相这是干啥？我都没往心里去。按理说，虾仁这1000多亩地起码要割上2天，可嬴政哪里能等着，干脆把半家的虎卫、羽林都派了出去，连夜抢收。他倒要看看，这1000多亩地是不是都有这么多产量，还是只有这几亩地才有这样的收成？到月上中天的时候，总算是将这1000多亩地给全部收完了。启禀王上，霸侯封地1360亩地，共得粮4960石，亩居36斗。先生，封地的麦田竟然都有这个产量，这绝对是化腐朽于神奇的骚操作。请问先生，我大秦的麦田是否都可以按你的方法来？这是自然，我大秦只要是种麦子的地方，自然都能按我这个种麦子的办法来。那先生可愿将这法子交给大秦？王上上次带走屈原离的时候，我不是将种植方法给王上一并带走了吗？怎么王上没有交给质素内力？嬴政仔细想了想，这才想起来，上次我带走屈原离之后，就将屈原离何先生给的种植办法交给了质素内力，让他推行全国。原来寡人已经提前部署了，看来今年秦国的收成肯定不错。质素内力何在？臣在此。寡人问你，交给你的屈原离和冬麦的种植办法，你是否已经安排推行了下去？现在推行的情况如何？大秦今年的麦收能提升多少？质素内力此时心中又急又悔。那日嬴政将屈原离和冬麦的种植办法交给他后，他去找了几个老农过来询问过。这种办法有些离经叛道，能不能提高产量还真不好说。呵，这种歪门邪道，我才不会去推行。谁又知道这办法竟然真的有用啊！亩产提升50%了，这特么当时要是真的推行全国，那是多大的政绩！臣尚未安排。你坏我大事！庸才，算了，为了我家庄子不被你这一腔庸血玷污，我就救你一救。王上虽然质素内力有不尊王诏之举，但是我倒觉得他这个举动倒是可圈可点。这啥意思？合着质素内力拿老子的王诏当放屁，这事还做对了。王上可容臣一问。先生请问，内力得到我的冬麦种植办法后，可有请人来询问？下官在得到王诏之后，就请了几个老农一同参详，只是那些老农认为我这个办法可能不能用，所以你才没有推行全国是吧？臣敢问王上，在今日开镰之前，王上对臣的办法有多少信心？10成信心。王上错了，臣对自己都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臣的冬麦种植办法刚出来的时候，臣也只敢在臣自己的封地一试，却仍然有无牛的难处。试想，臣不过100里封地，已然如此，大秦如此的疆域又会怎样？各地情况不同，环境不同，面对的困难也不同。如果仓促推行全国，则大祸不远矣。今日是我这封地收成不错，王上才认为没能及时推行全国亏了。但是如果今天是我这封地收成并不能尽如人意，那王上是不是要给质素内力加官进爵了？这怎么会？
此乃人之常情。臣并没有怪王上的意思，只是臣想起了老子的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臣封地还未丰收之前，治粟内力如此谨慎行事，正合天道。即便臣封地现在丰收了，臣也并不希望王上就立刻推行全国，而是应该先在关中选择1、2个县试行一下，待这2个县有了成果，再推行1郡之地，再推行全国。这样出现了问题之后，还能及时补救。真要推行了全国，一旦出了问题，怕是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王上，霸侯此言才是治国正道，事涉国政，不能草率下决策。刚才霸侯说的就很好，先试1县，再试1郡，而后通行全国。臣附议。先生说的乃是老成谋国之言，寡人受教。但是按先生的说法，这治粟内力反倒有功了不成？罪臣不可成功，罪臣谢王上恩典。你当然没功，既然你从老农口中得知我的方法有可能有问题，为何不向王上禀报，不向我行文询问，而是置之不理？你这是怠政懒政，虽有善举，却无善心。虽然死罪可免，活罪却是难饶。臣请王上将治粟内力降为小吏，以观后效。治粟内力另选贤才。先生此言才是，却不知先生认为谁才是治粟内力最好的人选。从今日起，推广臣的冬麦种植方法，才是治粟内力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这位治粟内力必须要有排除万难的勇气才行。臣举贤不避亲，业者唐居临危不惧，机智果敢，有股贤士之遗风，可堪大用。丞相，你以为如何？治粟内力为9卿之一，掌管全国财税，为9卿中最重要的职位。但是虾仁这次的功劳太大了，他提出的人选 WU 要是出言反对，那就是得罪了虾仁罢了。看在虾仁造福秦国万民的份上，就让唐居当了治粟内力右儒，臣觉得不错。唐大夫果如先生之评价，寡人也是亲眼所见。既然丞相也觉得不错，那寡人就此下诏，业者唐居迁治粟内力，你滚去太仓当个小吏去。今日霸侯封地收成大增，是我秦国的大喜事。霸侯且将麦禾准备9捆，寡人要进县太庙告慰列祖列宗。不过9捆麦禾而已，拿去。行了，今日寡人得闻佳音，已经心满意足。众卿，随寡人回城吧。今天怎么了？这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说走就走，要不留下吃顿饭？算了，嬴政带来了差不多2、3千人，我又不是地主，可经不住这么吃。走了也好，走了自在些。霸侯今天这个买卖做得不错啊。师兄，咱就说能不能不要大半夜在阴暗处吓人？哈哈哈哈，果然瞒不过你小子。师兄，你又不割麦子，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干啥？我来恭喜你，不但解除了在秦王心中的芥蒂，还把唐居送上了9卿的位置呀！什么芥蒂？我跟王上之间肝胆相照，怎么会有芥蒂这种东西存在？好小子，还跟我这玩心眼！不过不得不说，你今天的谋划确实已入画境，就算是我亲自谋划，也不过如此而已。师兄这是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行，那老夫就将你的谋划抽丝剥茧，一点一点的讲出来，你看看老夫说的对不对？行啊，你说说我听听。哼，你为了谋划今天这事，筹划的时间也够久的。我说你怎么放任庄子里有天网的人还能无动于衷？原来就是为了今日。我庄子里有天网的人，我怎么不知道？你昨日当着庄子众人面前，亲口对蒙宪说，让他点兵，今日帮着农户收麦子，还说今年的麦子最少增加1时的收成，这可是有的。是，这跟谋划有什么关系？我确实是怕农户们收不过来啊。那你就没发现当夜庄子里少了几个人？庄子里现在少说也有几百人，少几个多几个，我怎么会知道？哼，那几个人就是天网的探子，你用天网探子之口，将今日开镰之事传到秦王耳中，加上去年你送给秦王的曲原礼，一下勾起秦王的兴趣，才让他大驾至此。去年下午被打之事，你知道是嬴政为了收宗室之权用的计之后，你就绝不咸阳，再不肯踏进咸阳半步，这也让嬴政对你有了芥蒂，认为你心怀怨怼，不然也不会让赵高在你庄子里埋下暗探。等到秦王驾临之后，你又故意诱使秦王主动询问治粟内力，让他亲口爆出没有按照秦王旨意推行冬麦种植办法的事情，将治粟内力拉下马，又用自己的功劳跟秦王做了交换，让唐居坐上了治粟内力的位置，你敢说不是？你老人家确定说的是我？
还不承认。亏我还一直担心你真的对秦王心生芥蒂，又或者想接着这次开镰获得更多赏赐，没想到你小子的用心如此之深。你这东小麦的功劳太大，你现在已经是彻侯，官位上卿，秦王真要赏你，除了开府别无赏赐。但是秦国官制，除了丞相和上将军外，无人有开府之权。你要真有了开府的权利，那才是自寻死路。不过你倒是聪明，毫不避讳地将唐雎推上了九卿之位，正好给了秦王筹功的机会，还借此告诉秦王，你对秦王真的没有怨怼之意，不然也不会推荐自己的师侄当这个九卿。秦王还真相信你小子，不然你以为进献太庙的麦禾为啥非要你家的麦禾？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唐雎面对秦王也毫不退让，这份胆气才能推进此事。不过话又说回来，老夫的承你的情，我们纵横家一脉现在人才凋零，除你之外，也只有唐雎一人还算是有些前途。你保举唐雎担任了一国九卿，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好帮手，他在治粟内力这个位置上必然能有所作为，前途就更加敞亮了。我还给唐雎找了个帮手，谁呀？我咋不知道？你保下那名治粟内力的性命，还让他留在太仓，他感激你救命之恩，岂有不戴罪立功之理？有这样一位熟知内中情弊的老手在，唐雎想不出成绩都难。我怎么在你嘴里成了一个大阴谋家？你别胡说，我可没这么安排过。行了，我知道，彼此心照。我快疯了，谁他妈跟你心照了？这小子心机深似海呀！唐雎在东小麦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与他勇气不符的谨慎，他直接给嬴政上了3年推广的计划书。当然，这份计划书是在虾仁的指导下完成的。第1年在咸阳附近的杜县开展示众，第2年推广到整个关中，第3年向全国推广。他这里按部就班地进行冬麦种植推广。朝堂上也在有条不紊地准备对韩国的攻势。当然出兵需要理由，秦王嬴政以韩王不成为理由，命桓以为主将，率秦军8万攻韩。上将军王翦屯兵秦赵边界，防备赵国救韩，又令上将军蒙武屯兵河东，防备魏国救韩。朝堂上紧锣密鼓，战云笼罩，而虾仁却带着扶苏在灞水上钓鱼。我是咋想的呢？怎么就突发奇想，带扶苏来钓这老婶子的鱼？扶苏啊，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师傅，咱们一条鱼都没钓到，就这么空手回去，大师傅会笑话你的。是啊，鬼谷子那老货见到我空手而归，不知道会怎么损我，这个面子可不能丢。妈蛋，豁出去了，今天不钓到鱼，死活不回去。哥们，可有打上活鱼吗？今日收获不错，倒是有几尾活鱼。我想买你几尾鱼可好？贵人想吃鱼，尽管拿去就是了，小的送贵人。别，我可不占你的便宜。你去我夏家庄打听打听，我什么时候要东西不给钱？夏家庄可是假意霸侯夏家庄子？正是霸侯夏家，你眼前的这位就是霸侯虾仁虾侯爷。小的拜见侯爷。快起来吧，地上粮，我不过买你几尾鱼而已，当不得你如此大礼。霸侯庄子上还要人吗？你要上我庄子？正是，小的听说侯爷是天上星宿下凡，又夺天地造化之术，普普通通的一块麦田，经过侯爷点化就能多收5成的粮食，而且还说在侯爷封地过活能延年益寿。怎么还传出了这种谣言？从进入嬴政的视线开始，就一直在躲长生不老这个话题，千方百计的想要摆脱自己身上的神秘色彩。这段时间，因为跟嬴政见面的时间少，嬴政也从来没有提过这事，我还以为已经摆脱了我仙人的身份，怎么在外界传的越来越没边了啦？那些都是谣言，粮食确实能多收一些，那也是老农们种出来的，可不是我的点化。至于延年益寿之说，更是无稽之谈，你可不要听信谣言。原来是小人仙缘不够，小人明白了。我说的是真的，那些都是谣言。喂，你的鱼，哎，虾大，你去给他送一块金饼。总感觉事情有些不对，但是又说不上哪里不对。蒙县，你去封地之外打听一下，看看现在外面都在怎么说我的，并且查查到底是谁在背后传播的这些谣言。禀告霸侯，离封地比较近的地方还好，最多也就是说您是星宿下凡，有点10成金之能。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却已经开始传说您有起死回生之术，神鬼莫测之能，就连虾家的庄子也变成了洞天福地，住几天就能延年益寿，一直住下去更加能长生不老。甚至还用吕不韦做例子，说吕不韦福薄，压不住此地的福气，所以被嬴政给逼死。
而您道行高深，此次的福气反成了您的助力，倒让您顺风顺水，青云直上。这特么不是扯淡吗？慢钢法、马匹3件套，还有屈原理、冬麦种植技术，哪一样不是造福秦国的东西？换个爵位和官位不值吗？反而将我跟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牵扯到了一起，还说住在我这里能长生不老。还好现在嬴政长生不老的梦想还没开始，不然让他盯上，我就真的完了。不行，一定要想办法把这股风头给压下去，而且速度要快。蒙县，你马上联系咸阳的莫次，想办法把这股谣言给压下去，绝对不能坐视不理。门口发生什么事？怎么如此喧闹？侯爷，门外来了一个壮汉，说是请侯爷救他妻子的性命。救他妻子性命？他妻子咋了？说是怀孕难产，眼看就要不行了。胡闹！妻子怀孕难产，不去找稳婆，不去找医官，来找我有什么用？他们说这里是洞天福地，您又是星宿下凡，必然能把人救回来。那汉子就抱着老婆来了，自家妻子难产，竟然会相信外面的那些鬼话，这汉子也是个没脑子的主。算了，人命关天，还是出去看看吧。实在不行，把家里的马车借他，驮他和他妻子去找医官也行。你这汉子怎么一点事都不懂？这里是霸侯的庄子，不是医馆。我家侯爷也不会治病，你还是赶紧带着你夫人去找医官吧，再晚可就来不及了。都说侯爷心善，就请侯爷出手救救我夫人吧，她快不行了呀。是啊，就请侯爷出手救人吧。这么大个汉子，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应该也不会如此低声下气。就请侯爷出来吧。哎，看着可怜的哟，侯爷来了。侯爷，你就发发善心，救救我家娘子吧，求求你了。你这汉子怎么如此不小事？你家娘子难产生不出来，为何不去找医官找稳婆，偏偏来找我？我可不会治病呀。他们都说侯爷是星君下凡，是有大法力的，我见娘子出事，脑子就乱了。你这么乱是会害死你娘子的，你快去找2个稳婆过来，要经验丰富的，另外派快马去找医官。那娘子没戏了。都散开，别围在这里，让空气流通起来。虾仁这时已顾得上那些谣言，回忆着前世学来的心肺复苏的办法，进行30次的心脏按压，然后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你这小子怎么在这个时候犯了色心？老夫宰了你！活了，真的活了，这可是大神通啊！死而复生，还有啥事是侯爷做不出来的？谢谢侯爷大恩大德，谢谢侯爷。你最好小心一点，他只是被我急救回来了，但是根本问题还没解决，还需要医官的详细诊治才行。快去安排一间净室，将这对夫妇给安置进去，然后多烧些热水备用。都散了，以后别再闲着没事凑热闹了。另外，今天的事情不要瞎传哈。刚才你们看见了吗？黄泉的鬼差都上来了，长得那个难看哟，可对咱侯爷却也是恭恭敬敬的。什么鬼差？分明是泰山府军经制，但是被侯爷一掌下去，直接打跑。怎么是一掌？侯爷明明就用1根指头，泰山府军就灰溜溜的跑了。师兄想啥呢？回去了。你小子真有御使鬼神之能，能让人死而复生。我要有这本事，我还在这里待着干啥？我还不赶紧飞升仙界了？那孕妇根本就没死，只是处于一个假死的状态。我刚好懂一点急救之道，这才把那孕妇给救了回来。要是真死了，我也没办法。你真不懂神仙之道，懒得跟你解释，爱咋咋地。那壮汉在娘子和孩子都获救之后，非要卖身在虾家为奴，虾人自然不愿，给了这壮汉1点钱，派人送这一家3口回乡了。虾人原本以为这就是一个小插曲，也是一件行善积德的善举，也就没怎么往心里去。直到文鲁，你回来了。文鲁回来了，侯爷可好？文鲁啊，这大半年的你怎么造的如同老农一般模样，可苦了你了。不苦，文鲁还要多谢侯爷给小说家指了一条明路，让我小说家又能重见天日。快坐下说。甜粉，你吩咐弄些好酒好菜来，咱们给文鲁接风洗尘。文兄此行如何？不出门不知生民竟然如此多艰。没有下去之前，我是真没想过大秦的百姓会过得如此艰难。秦国乃7国之首，况且如此，其余6国的百姓，我真不敢想象过的是什么日子。看来这文鲁是真的心有感触了，能对百姓心存善念，以后无论是做官还是做人，都差不到哪里去。文鲁兄此行可有佳作？还要多谢侯爷送来的文房四宝，确实比之前的竹简要轻松得多。秦野杂事这个名字取得差点意思，记载的虽然都是乡野怪谈，倒是也有些趣味，就是写作大多是流水账，看多了容易犯困。这也是现在流传的，这正是现在最热的故事。这玩意也能瞎写的？
日上中天，一副碧玉路旁，有霸侯心生怜悯，以大神通救治。恰逢泰山府君出行，令人收纳，妇人魂魄，霸侯不许。泰山府君怒，霸侯战之，仅2合，就将泰山府君战败。府君求饶，妇人因此得救。这他妈写的都是什么玩意？文卢兄，这故事怕是不妥。有何不妥？我知道这故事都是编出来的，但是现在这个故事现在在关中百姓口中却传扬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文卢兄可是有话要说，直说便是。侯爷，我在这段时间还另外打听到一些情况，可能侯爷要多加重视才是。文卢兄请说。侯爷，近来我在贾邑发现有一伙方士以心神为名，广授符水和丹药，说是能医治百病，逢凶化吉。还有这事？而且侯爷猜猜，这伙方士口中的心神说的是谁？不会是我吧？可不就是侯爷吗？奶奶的，竟然敢用我的名头装神弄鬼！前几日来找侯爷救命的那妇人，据我了解，就是服下了那伙方士所谓的仙丹才出的事。擦，还草菅人命，这事看来我是非管不可了。蒙县带几个兄弟便装跟我去贾邑，2位跟我一起走一趟吧。老丈，请问今天贾邑是出了什么事了吗？怎么这么多人进城？今天是仙师开坛展示神通的日子，我等都是进城去瞻仰仙师神通的。老丈，请问这贾邑城中有几伙仙师？还几伙仙师？你当仙师是麦子吗？有这一伙，呸，有这一位仙师就已经是我们贾邑百姓的福气了。你这人，算了，不跟你说了，我还是先进城要紧。今天是我家师傅冒着上天降罪的风险给大家展示神通，大家待会儿可要仔细看好，回头给我家师傅好好的扬名。我乃终南山炼气士少虚子，乃星神弟子，星神下凡转世为霸侯，而我受师命见天下苍生皆苦，下山拯救苍生。之前一直是要赐福，好像有些人觉得我是个骗子，今日特意设下法坛，向众生显露一下我的神通，也免得被人小瞧了去。将顶搬来，取油来。只见2个麻衣壮汉将油倒进大鼎中，然后在鼎下烧起了火来。不一会儿，大鼎中的油开始翻腾起来。那老者见鼎中油沸，一翻手，亮出手中的1枚半两钱，把钱往鼎中一丢。今日我就给大家施展一下这有鼎捞钱的手段，我就用这只肉胳膊，在这灌开的油鼎中捞着枚铜钱。各位看仔细了。我的老天爷啊，这是真的直接把肉放进去了，那还不马上就皮开肉绽了？我不敢看了，太可怕了。在围观百姓的惊呼声中，少虚子竟然没有露出丝毫痛苦的样子，好像手没有放在滚开的油里，而是放在清凉的水里一样，甚至还在油鼎里反复捞了几次，才猛地将手从油锅里拔了出来，手中抓着的正是1枚秦半两。仙师果然是仙师，这样都没事。仙师法力无边，神通护体，我就说仙师厉害，你们还不相信？现在信了吧？雕虫小技。侯爷，你说这是雕虫小技？这种把戏也就是在这里，要是放在我们那里，连饭都要不到。在滚开的油鼎里空手取物都没饭吃，眼前这位霸侯还话说自己不是星宿下凡。大家都看见了，这样的神通如何？大家都看见了，我师傅的神通是多么的广大。我这里有我师傅亲手制作的灵符，但凡家里有人生病或者是遭灾遇邪，一道灵符化水服下，保证你是福到病除，免灾去祸。仙师这符怕是不便宜吧？我们都是小老百姓，家境也不富裕，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这位问得好，我家师傅是为救苍生才下的山，怎么会贪图这人间的富贵？所以这符纸却没有定价，全凭着各位的良心。你们觉得这道符值什么价，就给多少辛苦钱。这是个好托啊！托，这是什么意思？刚才问价的那个人跟这仙师是一伙的，如果我所料不错，待会儿必然还有1人主动用重金求福。还有这样的手段？这点门道算什么？在前世可以有着千门八将、金皮彩挂、燕雀风麻的存在，眼前这些所谓仙人的手段，不过是一些入门级别的手段，在前世估计连小学生都骗不到。千门八将的手段，甚至可以欺骗一国之君。仙师啊，我从泾阳而来，就为了求仙师的一道灵符，还请仙师发善心，赐我一道灵符，我愿意出100金相赠。事情的发展竟然跟侯爷说的一模一样。你也算是有仙缘，就赐予你一道灵符。今日赠符只看仙缘有无，不看钱财多寡，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回去之后用火烧成灰，河水服下，可解一切恶，治一切病。我那可怜的儿子总算是有救了，我儿子有救了。看来这灵符真的有用啊，能值100金呢。刘家二郎，你家小儿子不是重病缠身，一直没好吗？还不赶紧求一道灵符，回去救你家儿子。我倒是想，但是我去哪里找100金了？我家里就剩下1只羊，还值点钱，可是仙师也看不上啊。
你家小儿子重病。仙师，我家小儿子已经重病多年，为了给他治病，我早已经家徒四壁，家里除了一只羊，实在是没有别的东西了。求仙师能赐我一道灵符，救救我儿子。你倒是个有仙缘的。这样吧，虽然我家师傅有法不情受的说法，但我看你也是个可怜人，你就把你家的羊牵来，也算你给师傅尽的心，我就赠你一道灵符，如何？一头羊就能换灵符，那还等什么？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仙师且慢，教主老夫是何事呀？仙师有礼，敢问仙师可真是霸侯弟子？我是不是星神弟子，与你有什么相干？仙师不要误会，前些日子我家宅不宁，有一方士路过，说有妖邪作祟，只有星神亲自出手才能化解。但是你刚才也说了，星神贵为霸侯，我一介草民又如何能见到霸侯？听说仙师是霸侯弟子，所以想请仙师能否帮我引荐一下霸侯？我愿意以千金相赠。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星神，请仙师引荐。你果然被妖邪附体，如果不及时救治，怕是活不过3日。这样吧，明日我请我师傅亲自出手救你，该准备的东西你自己可要准备好。多谢仙师，该准备的我一定都准备好。不知仙师落脚何处？明日我去哪里拜见星神？明日你到县守官署就是，我们暂时借居在那里。虾仁面露惊容，这个吃惊岛还真不是装出来的，他是真的没想到，这伙骗子竟然敢堂而皇之的住进假意官署。但是他马上就将吃惊的表情隐藏了起来，笑得特别灿烂。少虚子也笑了，笑得特别真。又来了一个冤大头，正好可以狠狠地宰上一顿。你快马出城，回庄子搬兵。侯爷，咱们不回去吗？咱们走不掉了，估计现在咱们已经被人盯上了，而且这些人就住在县守官署，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他们跟本地县守是一伙的。是的，大秦立国以来，你们什么听说过有官吏跟方士沆瀣一气坑老百姓的钱？好像没有。那不就是了？所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让本次县守迷了心窍，干出如此的蠢事。虾仁一行人来到寄存马匹的客栈，要了几间上房，就住了进去。侯爷，客栈外面有好几个盯梢的，应该是那伙骗子的人，要不要末将带人出去？不用，人家除了怕咱们这头肥羊跑了之外，还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就让他们在门口守着，有人替咱们守夜还不好？侯爷，咱们的人到了，让他们把县守官署给我围了，但是不要让县守官署的人发现，看到我们信号再冲进来。诺。你们是干什么的？没看见这是什么地方吗？赶紧走！我等与少虚子仙师有约，少虚子仙师让我们来这里找他的。原来是仙师的客人，你们走错门了，你们绕到后门去，从那里进去。敢问君爷，仙师为何住在这里呀？嗨，你问这个啊？我跟你说，你可别四处说去。我们家县守大人啊，是个官迷。我家县守一不贪赃，二不枉法，在甲乙也是一个好官，可惜就是想升官，但是大秦自有考核制度，我家县守几年之间根本就没有升迁的机会。然后仙师来了，说是能帮县守炼出一颗延年益寿的仙丹，我家县守打算用这颗仙丹进献给王上，想要博一个前程。你说这不是官迷是什么？进献仙丹这活儿也敢干？我实在是被这位县守的智慧给倾倒了，都不知道这所谓的仙丹是真是假，就敢往上头进献，万一是颗毒药，全家都得跟着他遭殃。多谢君爷带我见过仙师，定有厚报。二哥，听说昨天收成不错啊？那是昨天那场面，你是没看见啊？锣鼓喧天，人山人海。为了咱师傅的一道灵符，那些老百姓都跟抢一样，值钱的东西拼了命的往大师兄的怀里塞。二哥，那你说这次咱们能分多少？眼界窄了不是？管他分多少呢？现在咱们就是跟师傅好好学，等到咱们出师的那一天，什么样的钱咱们赚不到？二哥说的对啊。敢问两位少虚子仙师可在？仙人在。你是何人？为何要找仙师？虾仁把刚才对守门兵士说的那套词又对麻衣壮汉又说了一遍。既然是仙师让你来的，那说明你还是很有仙缘的嘛。我这就进去跟仙师通报一下，你先稍后，我这就去通报。仙师请你们进去，仙师喜欢清静，你只能带2个人进去。只能带2个人。既然仙师喜欢安静，那这样蒙县跟文先生跟我进去，其他人就在此等候吧。还请前边带路。见过仙师。客气了。仙师，不知道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件事如何了？我看你今日妖邪之气大盛，邪祟又多入体了几分，怕是你命不久矣。那怎么办啊？仙师，还请仙师救我。算你仙缘深厚，今日我将我师傅请了来，由他出手，你身上的邪祟必然能被清除。那就请星神出手。还不参见星神？你说这个长得歪瓜裂枣的家伙是星神？
你说这个长得歪瓜裂枣的家伙是星神，这长相要是趴在草里不仔细看，就跟个大蛤蟆成精一样。仙师，这位就是你说的星神，是那位霸侯虾仁。不可亵渎星神，星神今日要给你去除邪祟，所以专门显化这副相貌出来，用来震慑邪祟。这波解释是可以的，星神相貌果然威武，还请星神出手救我一命。启禀师尊，今有信徒。你叫啥？回仙师，我姓贾，单名一个化字。今有信徒假话，被邪祟缠身，苦不堪言，请师尊出手斩杀邪祟，以救信徒的性命。既然信徒有难，本身自然要出手相助，这里不适合除妖，且去院中设下法坛。这是拿我当唐三藏呢！进了这个圈，妖怪就不能吃我了。星神念了半天咒，终于停下，踩着神秘莫测的步伐来到虾仁面前，在虾仁身上拍了几下，然后退回原来的位置，又是一番装腔作势。虾仁的身周开始出现一点一点的鬼火，从虾仁身上开始向四周飘去。见鬼火出现之后，星神又是一顿五五旋旋，然后将一张符纸对着虾仁的方向念念有词。过了一会儿，虾仁身边的鬼火渐渐消失，星神怒目圆睁，将符纸按在桌子上，操起一柄法剑，就向那符纸砍去，连砍几剑，才从桌子上又端起一碗水，含了一口在嘴里，然后向符纸一喷，就见刚才还空无一物的符纸上，竟然显现出一个人形，而且好像还在流着血。星神拿起这张符纸，在火烛上点燃，待符纸化为飞灰之后，这才停了下来。星神已经将你体内的邪祟支了出来，并且已经斩杀了。现在你是不是觉得神清气爽，跟之前大不一样了？演得不错，就是氛围感上差了一点点，给你们一个80分吧。你在说什么？什么演不演的？竟敢对星神不敬！果然是白灵，看你吓得那样，我不打你，果然跟我想的一样。这姜黄你是从哪里搞来的？这可不是秦国产的物事啊！而且你是怎么知姜黄水碰上碱水会变成红色的？来人，快来人！师傅，怎么了？这3个是来找事的，给我拿下！你小子也不开眼，敢来这里找事，这是活得不耐烦了啊！来呀，给我打，打死算我的！快去请县守，你到底是谁？一会你就知道了。贤师，这里出了什么事？县守大人来得好，这3人前来捣乱，还无故打伤我的弟子。你们是何人？竟敢在县守官署大打出手，还敢无故伤人？你不问问我们为啥要打人？不必问，打伤贤师的人就是不对，按秦律，无故伤人者杖4世。来人，将这3人拿下，有胆敢拒捕者杀！慢，你就不问问我是谁？我管你是谁，拿下之后再问不知。我是救不了你了，兄弟们出来亮个相吧！这是踢到铁板了，敢问阁下到底是谁？贵官不是要把我等拿下之后再问吗？那就来拿我等便是。守卫兵士被匪军包围之后，也发现情况不对，当时就停下了进攻的步伐。最外圈的那些守卫兵士齐齐将兵器对准了包围自己的匪军，却没有露出丝毫惧色。秦国能在天下7国之中独占鳌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单看这一个普通的小县的卫兵，就能看出秦军的强大。县守的卫兵并不在秦军的作战序列当中，平时也没有作战任务，顶多就是剿个匪啥的。可现在面对匪军的包围，却能做到迅速反应，而且反应有度，不慌不乱，这就很难得了。虾仁不想这些守卫兵士被县守这个蠢货牵连，于是向蒙县示意。蒙县会意，从怀中取出虾仁的大衣，高举过头。大侯，上卿虾仁在此，还不放下兵器？快放下兵器！放下兵器！莫伤了八侯。县守大人，难道不验验我这枚官印是真是假吗？不用验，不用验，自然是真的。少虚子借本侯之名行骗，为祸乡里，将少虚子拿下，先押入大牢。假意县守玩忽职守，放任少虚子在本乡行骗，有失官体，一同拿下。待本侯上报朝廷之后，再另行处置。你去寻贾谊县尉，让他暂时带领县守之职，告诉他朝廷之令没有下来之前，贾谊要是乱了，本侯就取了他的脑袋。田先生，田汾在此，你替我写一份奏书，将贾谊发生的事情全数写上，然后派人送去咸阳，交给业者冯去己，请他代为上奏王上。对了，你在我虾家庄子时间也不短了，本侯就送你一份前程。你在奏书的最后写上一句：齐国世子田汾，广有才智，才堪大用，可人贾谊代县守之职。侯爷这是要保举我为官，侯爷待田汾如此厚意，分无以为报，请受田汾一拜。田先生不必如此，我也就是让你这么一说，你是否能当上这个县守，还得看王上的意思。田汾一样铭记于心，我这就去写奏书。那时的大秦士子不少，但是真正能得官的却没有几个。此时
虾仁直接将假意县守保举了田汾。田汾怎能不感动莫名？快入夜的时候，几匹快马带着虾仁的奏书出了假意，奔向咸阳。这封奏书是用何物写的？竟然如此轻便，这墨的味道也挺香的。赵高，奴婢在。可知道霸侯写这份奏书用的是何材料？赵高这时管着天王，是嬴政的耳目，这点小事又怎么能不知道？当即就将虾仁为了讨好桓家大小姐，发明了这文房四宝用来送礼的事情，告诉了嬴政。没想到先生竟然对桓家大小姐有意思，这倒让我没想到。可知道贾谊有一个叫少虚子的方式？赵高虽然记性不错，但是又怎么会特意去记一个方式？半天答不上来。要你们还有什么用？奴婢知罪。起来吧，因为这点小事怪你，倒显得寡人太过小气了。王上就是奴婢的天，天给什么都是奴婢的福气，是奴婢无用。天网的人还是太少了，回头再加点人手。寡人要这大秦是无巨细都在寡人的掌握之中。奴婢这就去办。另外，最近是不是有不少方士来到了咸阳？启禀王上，咸阳这几日有方士13人入城，颇有些手段。手段怕不是都跟贾谊的少虚子一样是些骗子吧？据奴婢所知，这些方士中有几个还是有些真本事的，并非浪得虚名之辈。既然如此，你安排一下，把你说的那几个有本事的方士招进宫来，寡人倒要好好看看这些人的手段如何。方士进宫的时候，把霸侯请来。再传寡人的诏书，贾谊县守玩忽职守，有失官体，革去本监各官，发至军前为奴。齐国世子田汾才高志广，可堪重任，令田汾暂代贾谊县守。至于少虚子，就交给霸侯处置吧。王上，田汾可是霸侯府中的那个齐国法家世子。你想说什么？奴婢这就去丞相府传召。霸侯也开始在大秦安插自己的势力了吗？不过一个县守而已，寡人给你又如何？7年宫中的这一幕，虾仁自然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更重要事情。都是大佬，怎么这里跟咸阳大佬的差距这么大呢？侯爷，咸阳大佬那可是君王脚下，大秦国都，条件自然比我们这个小地方要好得多，委屈侯爷了。不过被关了一夜的功夫，少虚子整个人就如同换了一个人一样，之前那副仙风道骨的模样再也不见了，现在则是一脸憔悴模样，好像一夜之间就老了10岁。此刻正坐在草堆上打盹。那个老骗子，侯爷亲自过来看你来了，还不赶紧滚过来！侯爷，我是一时鬼迷了心窍，我这是第一次啊，你就放过我吧，侯爷。此时少虚子心里别提多后悔了，假扮谁不好，非要假扮霸侯，还让人家正主给抓个正着。按照大秦律，像你这样的骗子是死罪。我可不想死，放过我吧，侯爷。放过你？凭什么放过你？小的愿意把这些年骗来的钱财全部奉献给侯爷，用这些钱财换小的一命。你能有多少钱？各种宝物加上钱财，差不多能有万金。万金？这得骗了多少人？你还有些什么手艺？我还会点石成金之术。放屁！你他妈要会这个逆天的手段，还会出来骗人？真的，小的是真的练出来过，小的可以用身家性命担保。这倒是意外之喜，这好歹算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化学人才，留下它是有大用处的。比如说青霉素，再比如说火药，想要活命倒也不是不行，只要你和你的手下给我为奴10年，我就可以放你一条性命。10年？不愿那也行，等死吧。我愿意。好好干，多为百姓做点实事。下官敢不倾尽心力，必不负侯爷的期望。逢业者不回宫交令，找我作甚？是不是怪本侯在你升官的时候没有送礼？侯爷说笑了，下官怎么会是那样的人？下官是有几句肺腑之言要告诉侯爷。逢业者有话请讲。侯爷，你这次出手拿下贾谊县守，虽说是替大秦拿下了一个庸官，也算是给贾谊百姓讨了一公道。只是侯爷不觉得有些过了线吗？过线是觉得我管的太多了吗？虽说我大秦没有山东6国有那么多官场陋习，但是越过执司办事终究是不妥。侯爷可只为了贾谊此事，丞相自请发疯1年，御史大夫也上书请罪，说自己巡查不力，国朝百官3守，有2位因为贾谊之事吃了瓜落。如果2位对侯爷心存芥蒂，终究不是一件美事。丞相调和阴阳，协助君王管理百官，一县之首，渎职枉法，这本来就是丞相的过错。至于御史大夫查不出官员的错，就是他最大的错。这2人认错，岂不是应该之事？怎么能怪我呢？侯爷，你是彻侯，也是上卿，有参与国政之权，却没有处置官员之权。如果天下官员都按侯爷这么行事，那大秦律法定来何用？长此以往，人人擅权，国家还能好？冯去疾说的对，他对我说这话其实已经冒着了交浅言深的交友大忌，可以说冯去疾现在够朋友。多谢冯业者告诫，本侯知道了。侯爷能够明白，下官的一片苦心就好。另外还有一事需要侯爷知道，
还有侯爷，我从咸阳出来的时候，可听说王上要招一些有手段的方士进宫。招方士不是嬴政统一6国没追求以后才干的事吗？怎么现在就开始让方士进宫？而且下官还知道，王上还让侯爷进宫伴驾，见方士还要我伴驾，伴驾就伴驾呗，这有什么的？侯爷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王上请侯爷进宫伴驾，就是想让侯爷分辨这些方士的真假。但是这些能够进宫的方士，谁背后又没有一点势力支持？你要是真就分出了真假，那得罪的人可就多了。这中间竟然还有这层考量，但是我总不能看到假的也不发一言吧？那样岂不是对不起王上？侯爷，下官以为侯爷大可称病不朝，等到方士见过王上之后，如果发现有方士祸乱宫闱，再上书王上不迟，这样既缺了侯爷忠君之志，也不得罪人，多好。称病不朝这个办法还真是官场避祸、逃离纷争的好办法，难怪能在华夏流传这么多年。但是装病可不是我的风格，多谢冯业者提点，本侯记下了。侯爷既然已经知道，那下官就告辞了。送冯业者。这个时间可不能让方士搅乱秦国、灭6国的步伐，看来只能得罪人了。等虾仁回到庄子，在庄子的西南角画出来一片空地，作为化学研究室的基地。这里离庄子里的其他设施都离了有1、2里路，即便是发生了什么危险，也不会对其他设施造成什么影响。但是这少虚子毕竟是骗子，可得防着他逃走，等着安排20个匪军日夜守在这里，无论少虚子说什么都不能放少虚子离开。在离开甲邑的时候，新上任的甲邑县守田汾已经给少虚子一行人办好了奴籍手续，并且在少虚子和他那些手下脸上都盖了印。以秦律的森严程度，少虚子这些人跑不出2里地，就会被热心群众给捉拿归案。这座化学研究室建成之后，里面有大多计划的研究项目等着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如果被少虚子带出去，任何一项都会是一场灾难。现在整个庄子算得上高手的只有鬼谷子一人，蒙县勉强算半个。真要有身手好的家伙，比如阴阳家那一伙，趁我不备强攻此处，怕是也应付不了。看来得想办法多找一点高手才行。虾仁正在琢磨去哪里找高手来充斥安保团队，蒙县就过来禀告，赵高带着王昭上门了。侯爷，王昭我已经宣读了，还请侯爷明日午后准时进宫，莫要耽搁了。府令放心，本侯明日必定准时进宫。好，那奴婢明日就在宫中等候侯爷。府令慢走。赵高这笑容太猥琐了，有功夫的提前搞死。启禀王上，方士皆已到齐，请王上示下。诸位都是咸阳城中有名的方士，寡人早就听说诸位的手段通天。今天寡人想看看各位的本事，如果真有本事的，寡人一定不吝封赏。不知道哪一位先来呀？我来给王上表演一条虚空斩鬼。方士们接二连三的频繁出列，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但是嬴政看的却直打瞌睡。这些方士的手段，还不如当初先生的浊水变清河交给扶苏的那个真空小游戏。霸侯到了没有？霸侯尚未到，派人去催一下，看看霸侯到哪里了。王上，霸侯觐见。终于来了。嬴政让赵高就在王座旁边摆了一个座位，请虾仁就坐在自己的旁边。丞相往往看不下去了，王座旁边岂是臣子能坐的？更何况文武百官都在，还有这么多方士，这要是传出去，岂不是让人家笑话秦廷无礼？王上，还是请下上卿坐在臣旁边的好。丞相，今天先生可不是以上卿的身份坐在我身边的，而是以公子师的身份坐在我旁边的。尊师重道，这是好事，再怎么样也不能说嬴政尊师重道不对。本来就看着这些方士来气，这下更来气了。先生为何来迟？准备了一些东西，所以来迟。先生准备的一般都是好东西，不知道寡人能否一观？王上，时机未到，还是先看他们的吧。就以先生所言，先看看这些方士有什么能耐。这人谁呀？竟然能坐在秦王边上？不认识，看年纪不大，想来应该是宗室子弟吧。扯淡！现在还有哪家宗室能够受到秦王如此礼遇？甭管是谁，今天只要被这朝堂上任何一位看上，后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刚才几位的手段，说实话，寡人都看困了。现在霸侯也来了，你们还不施展看家的本事出来？霸侯可是神木如电幽，你们要是能过了霸侯这一关，赏万金，赐宫廷供奉。我乃齐国方士徒生，练有生吞铁球的奇术。生吞铁球，这4个字一出来，满堂皆惊，就连王婉都忍不住睁开了眼睛。这方士从怀中掏出2个拳头大小的黑色铁球，掐在手中，向朝堂众人展示了一番，然后吐气开声，举起一个铁球，一抬，薄一声，大喝一声，将手中拳头大的铁球一口给吞了下去。先生，这人能生吞铁球，想来是有些手段的。这是童子功而已，不算什么本事。这位贵人这样说，好像比我厉害啊！你这吞铁球的手段，不过几年就可以练出来。先练吞小肉丸，再换成鸡蛋，最后再换成跟你手上铁球大小的大肉丸。等到能吞下大肉丸，再用这铁球来练。我说的可对？
跑江湖的手段也敢拿来我大秦卖弄，这是拿我大秦上下当傻子戏弄啊！大胆拿下！我擦，还真动手啊！现在走还来得及吗？我还没活够呢。你走，你试试能不能走出这大殿？那怎么办？倒是想想辙啊！徒生都栽了，我他妈还不如他呢。为啥要一个个的拆穿呢？就得罪一个比全部得罪完了强。看看你们这些方式，还有谁敢上来？不知道还有哪位方士来展示一下自己的高明手段？这位方士，本侯看你镇定非常，定非常人，可是觉得自己有惊人的神通。我乃齐国方士徐生，我与这些人不一样，我是来献宝的。什么宝物？可呈上来让寡人一观。我就是宝。你就是宝，我保你全家。原来是个狂生，赶出去，赶出去！王上，既然此人说他是宝，那不如听听他说说他到底如何是宝的。听完觉得不妥，再赶出去不迟。先生说的有理，你就说说你为何说自己是宝的。说得好，寡人依旧封赏于你；说得不好，就不要怪寡人怪罪于你了。诸位可知道海外有3座仙山，仙山上有仙人，与天同寿，更有不死仙草，凡人服之可长生不老。而我知道如何前往这3座仙山，就凭这个，我难道还不是一个宝物吗？你真的知道如何去3仙山的办法？徐生看向虾仁，发现虾仁竟然没有丝毫震惊的表情，心中不喜，直接说道：“看霸侯的表情，好像也知道这3仙山一样。要不请霸侯给大家说说。”不就是蓬莱、方丈、瀛洲3山吗？那你可知上古时期本来是5山的，还有岱余、元桥2座仙山，因为失去了支撑，流于北极，沉于大海。荒唐！5山，怕不是侯爷自己瞎编的吧？既然是仙山，怎么会失去支撑，沉于大海？你对大自然的威力一无所知。蓬莱者，东海之东北岸，周回5000里，外有远海绕山，圆圈水正黑，而谓知名海也。无风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来。上有9老丈人、9天真王宫，盖太上真人所居，唯非仙有能到其处。我只知道有这么3座仙山，却没想到这侯爷竟然能把蓬莱的位置、周围有什么都能说得一清二楚，就好像他亲自去过一样。是不是奇怪？为啥我知道的这么清楚？所谓的海外仙山，我师门前辈都曾经上去过，可见到了仙人，可有不死仙草？很遗憾，没有仙人，也没有什么不死仙草啊！竟然什么都没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没有仙人？怎么可能没有不死仙草？你师门前辈一定是上错了岛，是不是？是不是啊？虽然很残忍，但是我还是只能告诉你，并没有。不会的，一定是假的。王上，虽然海外仙山没有仙人和仙草，却另有至宝。有何至宝？王上，臣今日所以来迟，正是因为臣制作了一幅地图，此图详细记录了整个世界所有的地形和特产，臣请王上一观。先生，快呈上来。呈是呈不上来了，倒是可以扛上来。扛上来。这是地图，这就是真正的天下吗？这就是天下，这才是天下。天下，寡人的大秦在哪里？不可能，寡人的大秦怎么会只有这么一点点大？在虾仁的这张地图上，大秦也只有1掌之地，就算把天下7国的领土都算进来，也没多大。先生，你怕不是把这图给画错了吧？我华夏自商周以来就是4海8荒的中心，怎么可能只有这么一小块地盘？这可是我师门专门派人去现场测量过的结果。做这幅地图的师门前辈，可跟制造出东风的师门前辈关系好。要是知道王上对他的成果有怀疑，既然是先生师门前辈所做，必然不会有错。仙山呢？此乃蓬莱。先生，这3仙山的大小似乎有些不太一样啊。又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自然不一样。王上，这3仙山上虽然没有仙人，也没有灵药，但是却有一样好处。什么好处？此处有大量的矿产，金有880万斤，银有8120万斤，铁不计其数。而且此处土地肥沃，宜种植放牧，更有不少奇珍异兽，蔚为可观。此地如此之好，其国力如何？有兵多少？此地并无国家存在，只有一些小部落生活。我大秦一支偏师就可以统治这块地方。此地虽好，却孤悬海外，距离华夏神州海路缥缈，怕是不易到达。而且上将军可是担心此地离神州太远，大秦掌控不住，万一驻守之人生出叛逆之心，如何应对？可是霸侯所言正是我所担心的问题。上将军小了，格局小了。就算此地的驻守之臣有不臣之心，不一样是我华夏苗裔，只要是我华夏苗裔，让他自立为王又如何？况且我大秦既然能把他送过去，再送几万大秦锐士讨逆，又有何难？这瀛洲之地现在就是印第安人统治，各位可知这印第安人又是何人苗裔？莫不也是我华夏苗裔？
王上说的没错，这印第安人正是我华夏殷商苗裔。当年武王伐纣，周王室席卷天下，一支殷商后人从此处越过茫茫大海，此处暴风严寒，少有食物，无数殷商后人冻死饿死在路上，最后成功到达瀛洲之地的十不存一。天幸瀛洲无人，才让这些殷商后人生存了下来，所以这瀛洲也可算是我华夏之地，不可不取。来人，将这些方士都看押起来，不得放跑一个。王上，霸侯所言乃是我秦国之秘，不可外泄。黑冰台何在？将这些方士都给寡人看押起来，不得走脱一人。秦王饶命！我什么都没听见啊！秦王恕罪！秦王恕罪！我一定不把今日所闻说出去啊！放开我！我听不见啊！我是聋子啊！此人就让他在此听听无妨。按先生说的办。王上，各位同僚，且看这里。此地名曰深毒，幅员辽阔，不逊于我华夏神州。现由孔雀王朝统治，带甲何止100万，随时可以出兵100万攻我华夏。实乃我华夏心腹大患，幸有神山隔断，深毒欲犯我国，需绕道千里，这才让我华夏神州有功夫内乱。带甲100万，大秦虽然也可以对外吹嘘带甲100万，但是水分比较大。大秦如果真的不管不顾，直接出兵100万，不需多，只要被拖住1年半载，大秦就会直接崩溃。昭襄王伐赵，不过40万大军，3年时间就已经将大秦的积蓄消耗殆尽，白起也只能犯下天下最大的杀孽，坑杀了40万赵国将祖，更何况100万大军。而且孔雀王朝占据的这块土地，气候与神州大有不同，倒可以年收获3季，所以后勤方面却是我华夏诸国不能比的。虾人却没有告诉嬴政，从华夏有历史记载以来，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打到过神州本土，包括他前世的自卫反击战，甚至还创造出一个人追着一个团的士兵跑的传奇经历。王玄策一人灭一国，更是神话。2位上将军，如果与此国对上，我大秦能胜否？王上，臣以为既然能有100万带甲之士，又有如此大的疆土，军队素质就算差，也差不到哪里去。臣无法测算。臣等未与此国交手，胜负不敢妄测。孔雀王朝其实并不是我大秦的心腹大患，我大秦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对手是他罗马。罗马，这能是我大秦最大的对手？其实之前咱们大秦最大的对手是马其顿，该国出了一位雄主亚历山大大帝，此人天资过人，勇武非常，本是希腊一小邦藩王之子，其父被刺杀之后，20岁继承王位，1年之内肃清国内反对势力，并且统一了全希腊。周显王35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东征，不发一箭降服埃及，大破波斯帝国，横扫亚细亚，并且入侵深毒，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只可惜天不加年，周显王46年，五国相王伐我大秦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病逝，年仅33岁。他死之后，由于没有定下继承人，偌大的王国瞬间分崩离析，分成了3块势力，相互征伐。如果亚历山大大帝能在有生之年定下合法的继承人，说不定他的国还能多存在几年。既然如此，为何又说罗马才是我大秦的对手呢？本来想借着这个机会让嬴政能有所触动，抓紧时间立扶苏为太子，没想到他不接我的话茬。不过不要紧，来日方长。王上不知，此时的罗马虽然还是搓儿小国，但是齐国善战，不停的通过战斗、联姻等各种方式蚕食周围领土。此时国力已经不小，虽然不如我大秦，却也相差不远。而且此国现在还未有雄主，一旦有明军将士，此国前程不可限量，未必不能重现亚历山大大帝的荣光。先生，那我们该如何应对才是？王上，众位同僚，灭6国已然是势在必行，然而天下何其大也，尚有大国虎视眈眈，难道灭了6国，我大秦就可安枕无忧了吗？6国尚且未灭，王上与诸位大臣就开始召见方士，欲图鬼神之道，此乃丧志之举，此事高于之地无尽。罗马与孔雀王朝皆乃外族，非我华夏苗裔。如果大秦不振作起来，反而让这些藩邦蛮夷破我神州，我等又有何面目去见华夏历代圣君？我华夏神州本就应该是诸国之巅，绝对不可以被蛮夷祸乱。臣请王上驱逐方士出宫，从此不再求鬼神之道，以我神州子民自强不灭为己任。先生教训的是寡人受教了。寡人今日当着百官的面立誓，从今日起，寡人再不想神鬼长生之道，以统一天下、抵御外辱为己任，并以此为永立，后世子孙一并遵从。王上英明。王上，此前我大秦因为不知道尚有强敌在侧，所以攻灭6国的进度较慢。现在既然知道天下并不仅仅只有6国，臣以为当加快灭6国的步伐。上将军所言甚是，只是灭6国也非一日之功，怕是国库中没有那么多的储备。王上，这几年年景不错，国库上有足够的粮草，可供40万大军5年之用。好，将有敢战之心，向有保国之意，我大秦何愁灭不了6国？
传寡人王昭命桓以为主将，率兵5万灭韩；上将军蒙武为主将，率兵20万伐魏；上将军王翦率兵20万，屯兵赵国边境，以防赵。我只是想让你不要这么快就点击方式的那些骗人手段，可不是让你直接同两国开战呀。韩国先不说，弱鸡一个5万大军已经足够灭了，但是魏国不同啊，魏国在河北之地还有40万大军，虽然不如当年的魏武卒精锐，却也是百战之势。慢。先生不同意。王上此时同时讨伐两国，对我大秦并不好处，反而会引起山东6国同仇敌忾之心，外御诸国，此时还不足畏虑。我大秦大可不必如此急功近利，还是先按照国策来得好。此该如何是好？臣以为不如直接以大军快速灭韩，得韩之地后迅速伐魏，打魏国一个措手不及，如此韩魏两国唾手可得。至于赵国，再等他2年，国中必有大灾，那时兴兵，赵国也无反手之力。先生去年的时候也曾经预言说赵国3年之内必有大灾，既然如此，就按照先生所言来办。上将军蒙武为主将，王贲、桓乙、杨端和、蒙恬为副将，起兵40万伐韩。灭韩之后，直接伐魏。但是赵国李牧依旧不可不防，上将军王翦率兵15万防备李牧。韩国虽然是个弱国，那也是灭国之功。现在可倒好，我一个主将被虾人一句话给抹掉了，摇身一变变成了副将。桓乙这会儿很生气，但是虾人却没有顾及他的心情，因为他现在全部心神都落在嬴政接下里的一句话。公子扶苏性情温和，才智过人，有贤君之风。寡人册封公子扶苏为我大秦太子。